男人每次抽奖都要以寿命作为代价，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有可能抽到最坏的选项。而这次，男人的运气似乎不错。兄弟们，劲爆消息！陈亮刚刚从绿色转盘抽出了长生丹。我操，绿色转盘需要消耗10年寿命才能转动吧？听说绿色转盘中抽出的长生丹最少也可以增寿100年。只是可惜陈亮和我们一样，只是乐天俱乐部圈养的兽流虫而已。末日降世后，第一批有资源，亦或者是从转盘上抽到机缘的人，都已经成了上层人士，而他们这些没资源、没能力的人，变成了强者的寿命储存库，也就是兽流虫。他们花自己寿命抽出来的东西，无论好的坏的，都得上交给俱乐部。哎，也别这么悲观，虽然兽流虫身份卑微，但好歹不用直面凶手啊。兄弟们聊什么呢？气氛挺消沉啊。亮哥回来了。亮哥这一波福利待遇应该都有提升吧？是不是以后不会再回咱这地下车库了？侥幸。不过孙老大当场就答应了，提升我的福利待遇。这地下车库啊，我陈亮以后是不会再来喽。陈亮的待遇确实提升的，可也只是获得了一处单人间，其身份依然是兽流虫。这次过来是因为俱乐部奖励的大餐太丰盛，我自己一个人没吃完，剩下的就赏给各位兄弟了。亮哥好样的！地下车库当即响起一阵激烈的欢呼之声。他们这些兽流虫平时吃不饱穿不暖，只有花寿命开启转盘，才能从俱乐部换取物资，能够享用陈亮的剩饭剩菜，简直是天大的喜事。而也就是这一阵嘈杂声，将角落里的一位瘦弱青年点醒。什么鬼？我不是在消耗100万年寿命启动金色转盘的时候被一抹金光抹杀了吗？怎么会还有意识？江毅，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亮哥我特意给你带了块狗骨头。虽然被我啃的只剩下骨头了，但这可是银背柴犬的骨头，营养丰富的呢。我去，亮哥对老同学是真的好啊！这么有营养的狗骨头，专门留给江毅。我怎么感觉陈亮和这个江毅好像有过节的样子？我听说陈亮和江毅在大学的时候好像追过同一个女生，也不叫追过同一个女生吧，应该是说陈亮骚扰过江毅的女朋友。啧，你们知道江毅当时的女朋友是谁吗？谁？长焦娥。什么？长焦娥是江城长生榜上位列第1的长焦娥吗？江城4大势力都奉若上宾，目前唯一掌握了长生丹炼制方法的江城第1炼丹师长焦娥。没错。陈亮，你不是早饿死了吗？去你妈的！老子活得好好的，你个狗东西才是快饿死了。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丫只剩1年寿命了。区区1年寿命，连命运转盘都只够启动最低级的白色转盘，再过几天啊，我就等着给你收尸了。0级1年038天的寿命。重生回到了末日后的1个月，快饿死在乐天俱乐部的地下车库的时候。操！意识到这一点，刚醒来的江毅差点没再气晕过去。重生固然是好的，可偏偏来到了他最难熬的时间点，甚至哪怕重生到长生丹方被长焦娥偷走之前，重生到拼死救下唐科那恩将仇报的小人之前，也算是好的。前世他已经虽然大仇未报，但混的也不算太好，可重生的有可能之路太既来之则安之。你想干什么？我要申请转盘抽奖。你还剩多少寿命？抽白色转盘还是绿色？我抽白色转盘。前世快饿死的江毅，为了当个饱死鬼，也选择了抽奖，并且抽中了长生丹。虽然长生丹被收走了，可江毅不在乎这个，只是这个时间点，他会在抽奖处碰到敢死队的队长高畅，而且有些白色转盘上有很小几率能抽中属性+1的奖励，那高畅便是这样当上队长。确定好了，那就跟我来吧。刘姨，我也要抽奖，我还剩12年寿命，也抽白色转盘。罗山刚刚不是吃了亮哥带的剩菜剩饭吗？他这个时候还抽什么奖啊？又不饿。哼，他一直说当兽流虫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他这是想靠抽转盘逆天改命呢。末日1个月后的江城出现了很多势力团体，而江毅所在的乐天俱乐部也仅仅只是个3流小势力，他们只能独自设置白、绿、蓝3个等级的抽奖区，更高级的紫色抽奖区则是和山水俱乐部以及血焰俱乐部共同设置。王姐实力见长啊，这才过去几天，竟然又要抽紫色转盘了。由于紫色转盘的效果已经颇为恐怖，若是一个不好就会抽出兽潮或天灾，所以3方势力约定，任何人要开启紫色转盘的，都要3方到场，共同护法。这次不是我，而是哥哥。周一鸣在末日前，那可是娱乐圈的顶流小鲜肉，而王雪艳正是他的脑残女友粉。若在和平年代，周一鸣看都不会看王雪艳一眼，可现在王雪艳拥有强大实力，他便沦落成了他的男朋友。没错，这次要抽紫色转盘的是我。你抽紫色转盘
你有1000年寿命吗？当然，我已经用积攒的长生丹帮一名哥哥把寿命堆到了1000年以上了，他现在要抽紫色转盘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我手中的紫色转盘上面的奖励选项中甚至有长生丹丹方，那可是紫色的长生丹丹方比长焦鹅的绿色长生丹丹方还更厉害。我的一名哥哥在娱乐圈的时候被人夸是锦鲤，这一次也一定能抽出长生丹丹方。你这女人平时看着挺正常，怎么一遇到这小白脸的事就跟特么中邪了一样？还有长生丹方，难道你不知道长焦鹅的那张长生丹丹方就是他的舔狗追求者脑子一抽送给他的吗？而现在长焦鹅混得风生水起，可他的舔狗追求者如今都不知道已经死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了。如果江一此刻在这里听到这番话，恐怕会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不是长焦鹅的舔狗追求者，二是那丹方是长焦鹅偷了他的。只是如今这个世界只有强者才能掌握话语权。我劝你啊，这种小白脸平时宠一宠玩一玩也就算了，还真花资源培养，也不怕翻车。何征，你什么意思？我对一名哥哥根本不是玩一玩，我是真心爱他的，你凭什么诋毁我对一名哥哥的感情？碧儿放心，我不会因为小人的几句挑拨就怀疑你的。男人为了逆天改命，花了1年的寿命开启转盘抽奖，但没曾想只得到了一坨大便。操，他们才一坨大便，该死该死啊！行了，抽完赶紧滚，别在这里发癫。其实罗珊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他手中的牛奶和面包，那就是属于底层人的福利。我看看这小子能抽出什么。江毅也没指望能抽出什么，毕竟就算抽出长生丹，那只能属于俱乐部，而不会属于他。可就当他的手触摸到纸箱中第一个白色转盘时，叮，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什么鬼？指定什么奖励？我操，应该不会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吧？随后江毅在平复好内心的激动后，开始仔细选起了转盘。你特么快点，再怎么精挑细选，想从垃圾转盘里抽出好东西，也无异于白日做梦。在孙浩看来，这些垃圾转盘里压根不可能抽出好东西。倒是罗珊看着江毅精挑细选的样子，颇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你小子也是想通过这次抽奖逆天改命吧？我选好了，就这块。9个负面效果，而唯一的正面效果还是长生丹，就算抽中了又有什么用？这小子精挑细选老半天，结果就挑了个这。老孙，过来帮个忙。帮什么忙？帮我护个法。因为命运转盘有概率抽出凶兽之类的危险效果，所以当转盘选项中出现本人没把握控制的危险时，就会请人帮忙护法。就这白色转盘能有什么危险？再前至这个程度，似乎是在1个月后的一次绿色转盘抽奖中抽到了一个名为精神分裂的选项，导致他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最后连孙浩也是死在这家伙手里。换粉蝶群。你小子是想抽出空间戒指吧？对呀，这空间戒指在转盘上的选项占比太低了。哎，反正白色转盘也只用花1年寿命，抽着试试呗。你请我护法，是担心抽出负面效果里的幻粉蝶群是吧？幻粉蝶散发的香味有迷幻效果，蝶翼上的磷粉也能致人麻痹，10只以内的话，我自己倒是能解决，就是不知道这个蝶群规模怎么样。行了，你抽吧，我在旁边看着。再说蝶群选项的占比也不高，不一定会被抽出来。抽奖。叮，恭喜你抽出奖励幻粉蝶群。好家伙，昨天有人跟我讲什么墨菲定律，我还不信，现在看来是真的。行了，看开点吧。不过就是个白色转盘罢了，不打紧。只是话刚说完，陈度却看到江毅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你是兽流虫吧？那个你抽出的幻粉蝶的尸体能给我吗？你要幻粉蝶的尸体干什么？用来吃，我太饿了，可能也没几天能活了。据江毅所知，陈度在精神分裂之前是个颇有正义感的好人。一堆没用的尸体罢了，你想要就捡去呗，反正吃死了也不关我事。嘿嘿。行了，轮到你了，赶紧抽完赶紧滚。叮，请选择你要指定的奖励：1. 长生丹，2. 失眠3天，3. 口吃，4. 斗鸡眼，5. 狐臭，6. 嗜血骨群，7. 我选6，嗜血骨群。叮，恭喜你抽出奖励嗜血骨群，竟然真的能指定奖励。这一瞬间，江毅肾上腺素一通狂飙，差点没忍住仰天狂笑。不过两世为人的心性让他很快控制住了情绪。
冷静后的江毅目光瞬间落在嗜血骨群身上。嗜血骨群在现阶段玩家的普遍认知里，属于负面效果，也没什么用，没什么攻击力。行了，把你们的抽奖登记表填给我，就可以滚了。那个孙老大，这些嗜血骨能不能也归我自己处理？你该不是连那么恶心的玩意儿都吃得下去吧？随便你吧，反正这种恶心的东西，俱乐部是不会要的。那个孙老大，我现在只剩下1个多月的寿命了，继续待在地下车库当兽流虫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想能不能让我加入俱乐部的敢死队？我不怕死的。你要真不怕死，或者是想死，我现在就可以送你上路。你以为那是敢死就能随便进的？这种嘲讽的话几乎和前世一模一样。只是接下来高畅如前世一样来到了这里，他并不是来抽奖的，而是想通过旁观别人的抽奖给自己长点见识。毕竟他之前也是身份卑微的兽雷虫，对这末日游戏的很多情况了解太少。你刚刚说你想加入敢死队？对。正好我刚管理了一个敢死队队伍，你愿意加入吗？愿意。唱歌，你的敢死队队伍还缺人吗？我也想加入，我可比这小子强多了。我小学就打过架，初中是校霸，高中是网吧一霸。可以。你自己的敢死队队伍由你负责，我自然无权干预。就这样，江毅和罗珊跟前世的轨迹一样，一起加入了高畅的队伍。可不一样的是，前世的他这一次转盘抽奖抽出的是长生丹，而今生的他抽出的是嗜血骨，并且他还收集到了换粉碟。所以江毅心中已然有了自己的计划。一个各自为主的队伍，却每次都能打胜仗，倒不是因为他们单兵能力强，只因他们处在敢死队，不拼命就输。队伍原本是有7个人，现在算上你们俩就是9人了。进入别墅后，只见1楼客厅有一位正在锻炼的壮汉。这壮汉似乎很有实力，要不我上去打个招呼套近乎？那什么，我先带你们俩去你们的房间。敢死队的成员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你们没事的话，千万别主动打扰他们。那不用让我们和现有成员之间互相认识一下吗？高畅听着这话，心中只觉尴尬，因为他刚加入这个敢死队队伍的时候，也是这样和其他成员说的。只是后来他才发现，死人和死人之间根本没有相互认识的必要。敢死队成员之间需要先花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才有资格互相认识。还有，我们敢死队成员只要将等级从0级升到1级，就可以进阶成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到时待遇也会提升不少。对了，你们知道末日游戏里1级和0级的区别吗？随后，同样还是0级的高畅给他们介绍起了末日游戏的一些规则。总的来说，就是升级到1的玩家们都会瞬间获得一块末日游戏的专属命盘，这专属命盘可以按照主人的想法随意幻化成任何物品。而最重要的是，玩家们可以通过专属命盘直接进行小区域的聊天、发帖、交易、查看排行榜等一系列的功能。可以说是掌握了专属命盘的玩家，才算是真正参与了这场末日游戏。所以我们0级玩家到底要怎么升到1级啊？我的数据面板上根本没有经验条。根据俱乐部大佬的说法，想升到1级，目前只有使用升级命牌直接升到1级，而想要获得升级命牌，倒是有2种途径。第一种是使用蓝色或蓝色以上品级的转盘抽奖，抽中升级命牌。蓝色级以上品级的转盘，那岂不是得至少消耗100年寿命，花100年寿命才升1级？这也太魔幻了吧！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不过转念一想，可能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或许对那些有实力的大佬而言，100年寿命也不算什么。那第2种途径呢？至于第2种途径，那就更难了。知道敢死队那么高的死亡率是从哪来的吗？难道和第2种途径有关？没错，现阶段我们整个江城区域被隔离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除此之外，江城内的所有湖泊、江河，甚至哪怕一个池塘，都成了凶兽入侵的通道。凶兽可以通过这些通道入侵我们的世界，而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那些通道去反攻凶兽世界。据告诉我这些的廖哥所说，凶兽世界里有无尽的凶险，同时也有无尽的机缘，在那里即便不去抽奖，也有可能得到升级命牌。我们廖哥就是在一次探索凶兽世界时，偶然得到1枚升级命牌，提升了等级，才打开新世界大门。高畅说的慷慨激昂，罗珊也听得热血沸腾。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江玉异常冷静，因为他知道高畅嘴里的那个什么廖哥，根本就是在给敢死队成员画饼。他们所说的凶兽世界，实际在后世被称为界域战场。据后世玩家总结，即便是最低级的界域战场，也至少得是5级玩家才能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随后高畅又和两人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明天上午9点队伍要出任务的事，便离开了。罗山，你想逆天改命吗？你什么意思？罗山确实喜欢将逆天改命挂在嘴边，可当别人这样对他说时，他却感受到了嘲讽的意思。字面意思。难道你收集这些蝶亚虫的不是为了吃？江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一边将小心将幻粉蝶尸体取出，一边悠悠问道：“你成天和那些兽流虫吹牛侃大天，应该听说过长焦蛾吧？”都说江毅是长焦蛾的舔狗，他还好意思提起？罗山本想借机嘲讽江毅一波，可他突然注意到，此刻江毅处理幻粉蝶尸体的手法非常特殊。末日游戏刚降临时，他见到过有人用手抓幻粉蝶，导致那条手臂直接被麻得没有知觉。可现在江毅的手竟一点事都没有。到这里，罗山终于意识到，这个寿命都只剩1个月的家伙，可能并不简单。当然听说过，长焦蛾是目前整个江城唯一一个能炼制长生丹的强者。那你知道末日前长焦蛾读哪个学校吗？汉江大学。汉江大学在末日第7天的那场兽潮有耳闻吧？听说是当时有个学生从蓝色转盘里抽出了兽潮，那时才末日第7天，绝大多数人的实力基本和我们这些兽流虫差不多。那蓝色转盘的兽潮对当时的玩家来说简直就是毁灭性的灾难。听说汉江大学的老师学生因为那场灾难差点全军覆没，还好有一位所向披靡的顶级强者带着数百名学生九死一生的从兽潮中冲杀了出来。不过那位强者的姓名倒是并未广泛流传，甚至之后也再也没有他的相关事迹传出，还有小道传言说那个强者大概是已经死了。那名强者之所以强，是因为他通过转盘抽奖获得了属性提升。那是当然，能带人从兽潮里冲杀出来，那必然是从转盘里抽出什么强大能力逆天改命了。他可没有逆天改命，因为他抽出的并不是永久性的能力，而是有时间限制的能力，所以7天后他销声匿迹，泯然于众，再也没有消息传出。原来如此，那家伙真是太可惜了。如果他能在那时限内再抽出什么好东西，或者想办法不断提升自己的优势，倒没准真能逆天改命。罗山最喜欢听逆天改命的故事，不过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不对。你好像对那个强者还挺了解的样子。哦对，你和长焦儿是同学，原来你也是汉江大学幸存者。对，却也不对。什么意思？哪里不对？我就是那无名强者本人。真的假的？你小子不是隔着吹牛吧？我想说的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我当初抽出的能力具有实现性，但至少我曾经辉煌过。所以再问你一遍，你还想逆天改命吗？想，我他妈太想了。想的话，就先去帮我弄一袋萤灯虫来。萤灯虫？不是，哥们，我这一无所有的，我去哪弄了什么虫啊？萤灯虫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现在很多人都会专门收集一些，当做灯笼照明。你就找这别墅的其他敢死队成员要，大概率是会有的。不是，高畅刚刚的态度明显透露出，咱这别墅的敢死队成员恐怕脾气都不怎么好吧？而且我这刚进入队伍，我找他们要萤灯虫，他们凭什么给我？我他们又不是他们爹吗？哼，那我又不是你爹妈，凭什么帮你逆天改命？如果我搞回来萤灯虫，却发现你是骗我的话，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江毅计算着前世兽潮来临的时间，确实已经剩不了多少时间了。找楼下那个锻炼的壮汉要的，就为了这一袋鬼东西，我可是付出了1枚珍贵的分币。你竟然还有分币？有几枚是末日刚降临那几天捡到的。江毅点点头，觉得也合理，毕竟末日刚降临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些凶兽会掉落时间货币。男人将幻粉蝶、嗜血蛊虫还有萤灯虫融合在一起。伸手！卧槽，你该不是要将这鬼东西到我手上吧？什么鬼东西？这是好东西。好东西你他妈自己不用给我用。行，我自己用，你之后别后悔。哎呦喂，等，我用行了吧？感受怎样？烫麻？应该没问题。将手中的液体涂抹在全身各处吧。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有点发热，肌肉也有点胀痛。没事，正常现象。这小子分明是在拿我做试验，要是没什么特别的效果，差不多了。现在你看看你的数据面板。我操！我特么全属性加了5点。我操！我不是做梦吧？对于罗山来说，全属性加5完全已经是逆天改命了。
因为就算是极品的白色转盘，也不可能出现全属性+5这样的选项。别激动了，这全属性+5的效果是有时限的。时限是多久？大概1天左右。1天，那也很强了。当然强了，这配方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哎，你怎么有实力换新手机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5只花了39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电脑，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就对了。好，我待会儿就去买。不过我看你制作这黑色液体的过程也不复杂，咱们完全可以等时效过去后继续制作、继续使用啊。你想得美，这黑色液体名为强身药液，虽然制作简单，但也存在诸多弊端。使用第一次的时候，全属性+5，时限1天；第二次全属性+2，时限半天；第三次全属性+1，时限3个小时。在这之后就会完全失效。还有，你以为换粉碟和嗜血骨很容易得到啊？这些都是平均几千个白色转盘才可能出现一次的选项，也就他们不懂，这才当做垃圾给我。难道你当时选中那个转盘，就是看中了嗜血骨群？那些转盘都太差了，只有我要的那个转盘，既有长生丹，又有嗜血骨群，所以对我来说，它相当于有2个高品质正面效果，我当然就选它了。至于能抽出嗜血骨群，我是真没想到。江毅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出神入化，罗山倒是丝毫没有，毕竟谁敢信有人竟然能指定转盘奖励。不对啊，高畅不是说明天上午9点才出任务吗？我们现在就用，简直浪费了。你说的有道理，怪我考虑不周。不行，我得趁着有属性加持下去给那个壮汉展示一下。此时，在3大俱乐部交汇的紫色抽奖区，三方大佬们为了防止周一鸣抽中受潮，防御措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这受潮的选项在整个紫色转盘上才占了3%，为了那么一点概率，准备足足2个小时，真是浪费时间。不过周一鸣一想到自己抽出长生丹单方的光景，内心便又止不住热血沸腾。届时，他将摆脱这小白脸的称号，又成为高高在上的。一鸣哥，紫色转盘上的受潮我们都没见过其危险性，所以你记住，如果转盘提示你抽出的是受潮，你一定要立刻将我给你准备的传送使用掉，它能将你传送去安全的地方避难。还有我给你准备的定位罗盘，一鸣哥你也千万不要弄丢了。真是晦气，我就算抽到受潮，那也是怪怪的。一鸣哥，你可以开始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丁，恭喜你抽出奖励受潮。传送，快用传送时。这小子有点强，一口气都做了500个俯卧撑了。出什么事？我特么怎么知道？有消息。那些正式玩家之间可以用命盘的聊天系统迅速传递消息。高畅虽然不是正式玩家，但身为敢死队队长，他应该和至少1位正式玩家有联系方式。集合！集合！别墅里的所有人给我集合！7队的廖哥廖远峰给我发消息了，刚刚紫色转盘区血焰俱乐部的人抽出了受潮。什么？紫色受潮？诸位放心，这次受潮虽是紫色级别，但3位俱乐部的大佬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你们刚刚听到的那声巨响，就是大佬们轰杀凶兽的陷阱，而且前线有俱乐部正式成员负责驻守，所以我们敢死队只需要清理那些漏网之鱼就行了。蜘蛛一生只会交配1次，并且在这仅有的1次快活后，还会将自己的对象给吃掉，补充体力，这就是黑寡妇的由来。而现在，江毅他们刚离开别墅，便听到了卧槽，这鬼东西怎么这么多？不用太担心，这玩意儿也就看着吓人，其实战力非常拉垮，直接几轮合力弹爆蜘蛛团，然后打爆脑袋即可。可我和江毅什么武器都没有啊。就你俩屁事最多。老规矩，自己没有武器的，到我这里来领，等受潮过后还回来。当即便有不少人冲到孙浩那边领武器，只是那其中的武器都是最劣质的垃圾。这把弓看着不错。小子，你不会以为就你聪明，别人都不敢选的复合弓，还能被你捡漏了吧？这把复合弓确实是这些劣质武器最精良的一把，不过它太重了，普通人根本用不了。这弓难道不是之前那把吧？把你数据面板亮出来。
全属性加5，战力破100，这小子竟然是个隐藏大佬。大个屁的佬！这种带过傲的属性都是有时限的。但就算是有时限，可他在这个时限内已经很强了。孙浩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幕，正当他要问些什么时，却见江毅突然上前，一副受了冤屈的样子，高声：“孙老大，替我做主啊！这个罗山把我的嗜血骨想去全吃了，之后他就获得了全属性加5的棒，这个棒原本应该是属于我的。”罗山起初听得一脸懵逼，不过他很快便意识到江毅的心思。吃了就吃了，难不成还能脱了还给你不成？再者说了，这全属性加5的效果又不是永久性的能力，这有什么好计较？行了，你俩都别吵。罗山是吧？这个全属性加5的效果虽然存在时限，但也算是你的机缘。如果能把握住机会，你说不定能很快成长起来。至于你嘛，别人现在好歹是有实力的，而你却还是废物，自己好自为之。嗜血骨的事是我自己想差了，不过我希望罗山能帮我个忙。你那个啥，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这哥们倒是比堂哥陈亮的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强上不少。正好你属性高，帮我把这把铁锹的尖头磨锋利点吧。你这是在故意折辱罗山吧？就这心胸也太 low 了吧！我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准备用这把铁锹当武器。不过这铁锹的尖端不够锋利，所以想让你帮我打磨一下。好，我答应你。磨好铁锹后，江毅和罗山便朝着黑寡妇前去。这就是掌握力量的感觉吗？爽！你练过射箭吗？也不算练过吧。我小学就拿着弹弓满山打鸟，初中的时候还自制了一把呢。小心！你就这么轻轻一划就解决了？难道这小子也得到了全属性加5的效果？不对，他好像也没用多大力气就把黑寡妇给戳死了。是铁锹，你小子，你该不会掌握着黑寡妇的弱点吧？高亢的声音可是把附近所有敢死队成员都惊到了。如果只是秒杀黑寡妇，那倒不奇怪，但如果是掌握了黑寡妇的弱点，那可是造福所有敢死队成员的。就像你们想的那样，我之所以能将黑寡妇一击毙命，正是精准打击了她的弱点。这些黑寡妇的腹部都有一个不起眼的纺织器，而这就是黑寡妇的弱点所在。原来如此，不过黑寡妇贴地那么近，想精准打到她的弱点，好像也没那么简单啊。原来江毅让罗山帮他打磨铁锹，真的不是故意为难，而是这铁锹在对付黑寡妇的弱点上真有奇效。于是，一群人匆匆向江毅道谢后，便又纷纷跑到孙浩那里，都重新挑选了铁锹、铁铲之类的长柄武器。江毅那废物竟然还知道黑寡妇的弱点，记得他之前是主动问我要的嗜血骨，可能他早就知道其效果。重新回到战场的众人，在熟练掌握黑寡妇的弱点后，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独自对战，这使得他们这边的防线整体都轻松不少。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兽潮中心蔓延到这里的凶兽终究是越来越多了。好家伙，你出货了！卧槽，这……闭嘴！我献祭了几乎全部的寿命，从转盘上抽中了极品道具。我今日拼命救下来的兄弟，却捅了我刀子，还说什么会替我好好活下去，真是可笑。好在我现在带着金手指重回末日了。这边你先替我守会，我去后方找下孙浩。虽然现在江毅获得了指定转盘奖励的能力，但可惜现在仅剩30多天寿命的他，还支付不起白色转盘需要的1年寿命。我刚刚打怪爆出了一枚白色转盘。白色转盘。敢死队成员爆出的白色转盘可以自行处理，也可以上交给俱乐部换取积分。这小子没几天能活了，应该是想凑积分换长生丹。我这枚白色转盘不准备换俱乐部积分，而是想用来和孙管事你做一笔交易。你该不会觉得区白色转盘能入我的法眼？卧槽，这正如孙管事所知，我现在的寿命连1年都不到，所以这白色转盘我自然也开不了。你想交易什么？长生丹的话就别想了，毕竟你这转盘再怎么极品，它也只是一个白色转盘。孙浩这话显然是昧了良心的，有长生丹单方的转盘，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且现在这个选项更是高达20%。要知道，整个江城现在只有1人掌握长生丹单方。我想用这枚白色转盘换取1张白色抽奖券。白色抽奖券？你换白色抽奖券，还不如换车。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
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车虽然好，但我现在就只想要抽奖券。如果孙老大不愿意的话，大不了我找别人。行，看在你小子有几分机灵的份上，我同意你这笔交易，免得夜长梦多。现在就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单方。怎么区区一头铜影猫都能把我们孙管事吓成这样了？早知道你是抽出长生丹单方才掉以轻心，老子就不该出手救你。老孙，你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刚刚廖哥救你的这一命，你怎么说也得拿几百颗长生丹给我当谢礼吧？几百颗？你怎么不说几百亿颗？那感情好啊！就这一枚，别的你就别想了。反正老孙你这肯定前途无量了，到时可别忘了我这救命之恩啊！这小子干嘛的？看在抽出长生丹单方的份上，我给你个承诺，如果你小子能活到3天后你来找我，我赐你1颗长生丹续命。3天后，说不定我都有100年甚至1000年寿命了。用白色单方炼制的长生丹，增寿数额只在1到10年之间。可转盘出品的长生丹，就算是白色品质，也至少能增寿10年。所以现在对江毅来说，只要有转盘，这不是难事。我能不能用这个承诺换成3枚白色转盘，垃圾品质的都可以？长生丹换3个垃圾转盘，这小子脑子抽了吧？你要3枚白色转盘干什么？就你那点寿命，也就只能用抽奖券抽1次了吧？我刚刚爆出那几品转盘的时候，罗山是在一旁看着的，我怕他心里有点想法，所以这小子还挺懂人情世故。给你3分钟，快点选。谢谢孙老大。话说回来，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前面的防线不用管了吗？嗨，就那个血焰俱乐部的周一鸣，你知道吧？就那个血焰俱乐部老大包养的小白脸。对了，就是他。这次受潮之乱，那小白脸用传送时传送到了我们乐天俱乐部附近训练区里面去了。那里面的情况你也知道，不仅存在大量没有清理的凶兽，还有各种没有势力归属的散人玩家，可以说是秩序混乱。所以呢，上面就让我带人去把周一鸣给接到我们安全区来。不过前线根本抽不出人，我就想着干脆从敢死队里边摇人，应该问题也不大。行吧，你去摇人，但也别摇太多，20个以内。廖哥，我能跟你一起出那新任务吗？你哪个队伍的？队长叫什么？我的队长叫高畅。高畅那小子，行吧，那你跟着我。最终，廖远峰选了12人，人选和江毅在前世时差不多，罗山和高畅也在其中。小伙子不错啊，这把敢死队里无人敢用的复合弓，倒被你用的这么轻松。我只是碰巧获得了全属性加5的实现效果。你能有这番机缘也算不错，干脆就让你当一个小队长吧。随后3支队伍便一起朝着混乱区前进。怎么突然刹车了？是廖老大先停的车，好像是有散人玩家准备投靠咱们俱乐部。原来那家伙是这个时间加入乐天俱乐部的吗？前世江毅和这个叫有雨的男人在一次的任务中也遭到了对方的背刺。都说魅魔在梦境中通过某种行为来诱惑男性，使其献出自己的生命能量。而现在江毅的队伍在出任务的途中碰到的2兄妹中的妹妹便是一只魅魔。记得前世有雨这家伙的死也是因为有血的身份暴露了，据说还牵扯到了一些大佬之间私生活混乱的问题呢。想加入我们，先把你的数据面板亮出来，我看看吧。2级战力即将破300，而且你这寿命竟然高达300多年。随即廖远峰便拿出自己的专属命盘，联系高层征求意见。这哥们要是加入了，恐怕直接就能和廖哥平起平坐。难怪他旁边那女的看上去跟仙女儿似的，这世道没点实力还真守不住那么漂亮的女人。同样是人，同一时间经历的末日游戏，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就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俱乐部已经将有雨有血兄妹接去了大本营，而廖远峰带的队伍则继续去寻找周一鸣。我怎么感觉廖哥他好像知道人在哪里一样？人家正式玩家身上各种道具可多得很，那个通过传送时走丢的周一鸣身上肯定是有定位罗盘在的。原来如此，大家都下车，定位就是在这附近了。什么东西烧起来了？是感受香，只要我们身边有这种味道，一般凶兽便不会靠近了。不过你记住了，感受香的味道是烧焦的烟味，如果你将来闻到一种清清凉凉的薄荷香味，那你可就要当心了。
因为还有一种能吸引凶兽的引兽香，就是清凉薄荷味。谢廖哥指点。周一鸣在里面吗？我是乐天俱乐部的廖远峰，是王雪燕派来救你的。听到直接开门跟我回俱乐部。准备破门，可能会有危险，都自己放机灵点。大佬们冷静，我们没有恶意，有话咱们好商量。就你们3个，周一鸣呢？什么周一鸣？周一鸣是那个末日前的顶流明星周一鸣吗？就是他。我们这里没有这么个人。放屁！我根据罗盘找过来的，周一鸣的定位罗盘分明显示他在你们这间商铺里。定位罗盘是这个东西吗？这玩意儿怎么会在你手里？周一鸣呢？果然和前世一样，定位罗盘是找到了，可周一鸣却不见了。廖远峰在通过询问后得知，这3人属于一个名叫绿湾团的小团体，而之所以定位罗盘在他们身上，那是因为绿湾团长抢了我从转盘中抽出来的疾风靴，然后他就把这个罗盘甩给我了，说是给我的补偿。早说了这玩意儿没什么用，早扔了的话，哪至于惹这么大个麻烦？哼，你懂什么？如果能帮到廖队长的话，我倒不觉得是麻烦。你说的那个绿湾团里面成员有正式玩家吗？正式玩家是什么？那你知道你们团长去哪里了吗？他们好像是准备去育才小学找什么人，但也有可能在百上生活超市或者绿湾网吧附近。这样，我带的队伍去育才小学，反虎你带的队伍去生活超市，罗山你就带队伍去一趟绿湾网吧。这里面是1袋感受香和1支穿云箭，如果你们哪一队找到了周一鸣，就发射穿云箭；如果一直到今夜0点都没找到人，我们就还是回这里集合。虽然廖老大的说法是让我们去绿湾网吧，但我们的任务本质上是寻找周一鸣，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干脆就不开车了，一边走一边在路上找人。廖哥安排你当队长，我们就都听你的。从这去绿湾网吧的路，我倒是也挺熟悉的，要不你们4个先行动吧，我肚子不舒服，想先解决一下，解决完了我再追上你们。我看你是想躲任务，在这里躲到我们0点回来集合吧。最多不超过1刻钟，我肯定出发去追你们。你肯定？你拿什么肯定？行吧，1刻钟就1刻钟，我们往这个方向走，沿路应该会残留感受香的味道，你之后记得追上来就行。你们这儿应该有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吧？当然有，就在里面。上厕所？这小子是个什么意思？他会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如果15分钟内那小子主动离开去追他的队伍，那咱们和他就相安无事，但如果15分钟后他还不肯走的话，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厕所中，男人花了1笔寿命抵扣券，开启了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长生丹，那小子留在这里，竟然是要偷偷进行转盘抽奖，而且还一发抽出了长生丹。班哥，长生丹啊，我的寿命不多了，我们冷静，那小子故意留下来偷偷开转盘，肯定是私藏了极高品质的转盘，他抽出来的第一时间肯定就会服用。丁，恭喜你抽出奖励空间手表。冷静，欢哥，那可是空间装备啊！如果我们有了空间装备，以后在转移阵地的时候就方便太多了。淡定，稳住心态，这小子的实力我们还不清楚，不是咱的东西，别瞎惦记，我不会害你们。丁，恭喜你抽出奖励传送符。打他！兄弟们，拍死他！你是故意让我们听到的。我那个廖队长吧，看着凶神恶煞，但骨子里还是太温和了。如果我是队长，那么从我出现在这店铺的那一刻开始，就不会让你有撒谎的勇气。那么现在，聪明的你不妨重新和我讲一讲，你到底是怎么得到那定位罗盘，又究竟知不知道周一鸣的消息？你会放过我吗？真正聪明的人总会有千百种方法让自己活下去。我确实知道周一鸣在哪，不过我也没害你们，你们廖队长去找绿湾团团长也能知道周一鸣在哪，而我之所以引导廖队长去找绿湾团团长，我想其原因你也猜到了。你想借刀杀人？我那个绿湾团团长此前狠狠得罪了周一鸣一把，依他那个愚蠢又狂妄嚣张的性格，在你们廖队长手上绝对讨不到好。所以现在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周一鸣在哪，除非你答应。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周一鸣大概率是活不成了，绿湾团长想让狂妄自大的周一鸣陷入绝望，所以把他丢进秦湖公园的秦湖里了。你应该知道，末日之后那些江河湖泊都成了凶兽入侵的通道，被扔进那里就等于是被扔进了凶兽世界。
没想到在界域战场里面，即便是最低级的界域战场，也至少得是5级玩家才能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我现在进去的话，有点麻烦了。还没问呢，你叫什么名字？赵宽。你身上还有没有没抽的转盘？有的，我偷偷私藏了一个转盘。随后赵宽不舍得将一枚几乎半陷进他肌肉里的蓝色转盘给竟然有死神之冕和升级命牌这2个选项，可惜蓝色转盘需要100年的寿命才能抽奖，可我现在只有21年寿命，只有再等等了。大佬，我愿意跟你混，从今往后我唯你命是从。跟我混啊！从我故意让你们听到抽奖的声音时，就没打算要让你们活下来。随后江毅简单搜了下3人尸体，没再发现其他什么有用的东西后，便将消防斧、自制弩还有一把长刀收进了空间手表。白色转盘抽出的空间手表，虽然只有1立方米不到的空间，但现在也够用了。就算你是队长，也不能这么霸道不讲理吧？只要爆了东西，那就得是属于团队共有的。就这个转盘，我们4个人要怎么分？很简单啊，我们把这个转盘上交给俱乐部，得到多少积分，4个人平分。怎么就只是4个人了？我们这个队伍难道不该是5个人吗？拜托，我们刚刚打怪的时候，你小子压根不在场。可那只妖兽尸体上，我只看到有罗珊那把复合弓的箭矢留下的伤痕啊！也就是说，这只凶兽从头到尾都是罗珊一个人出力杀的，而你们3个1分力都没出，却能瓜分利益，那我为什么不能参与瓜分？行了行了，让你跟着一起瓜分行了吧？哼，就你这种喜欢占便宜的穷酸废物，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罗珊，正所谓人善被人欺，有些人一辈子改不了欺软怕硬的毛病。要知道你现在可是有全属性+5的 buff， 可不是这种废物能对你指手画脚的。我是废物，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兽流虫，你凭什么敢教训我？这个张鹏交给你处理吧。处理。我罗队长，我刚刚是猪油糊了心，不要了，我都不要了。这次也就算了，我懒得跟你计较。但如果还有下次，你摆不清自己的地位，就你这傻逼性格，随时都可能被人一巴掌呼死。我摆清楚自己地位，我以后肯定安安分分。江毅，谢谢。瓜分转盘的要求本来就是张鹏提出来的，所以一旁的李守德和高畅也没有多说什么。等他们刚到绿湾网吧时，突然看到西边的天空有一只穿云箭。是育才小学的方向，应该是廖哥找到周一鸣了。我们先回去开车，然后直接过去。廖哥呢？廖哥去附近的秦湖公园了，我在这里专门接应你们的。这些人是廖哥杀的，他们是绿湾团的人。绿湾团的人说周一鸣被他们打残扔去了秦湖里。这王雪燕到底是什么傻逼恋爱呢？居然还想让我们进湖里找，这里面可是去凶兽世界的通道啊！末日中，女强人的男友每次献祭寿命抽奖，是抽中而这次更是抽中了手后，实力弱小的男人无奈只能使用传送石，但没曾想，传送石将他随即传送到了几个混混的手上，最后更是将他扔进了危险的凶兽世界中。王姐和另外2个俱乐部的老大还要等兽潮平息了才能过来，所以我们需要先进湖里寻找周一鸣。这下面可是凶兽世界，单凭几句话就让我们拼命，这不太合适吧？王雪燕说了，任何愿意进秦湖通道找周一鸣的，都会提前得到1枚白色品质长生丹作为奖励。若是有谁真能找到周一鸣的，甚至还会得到1枚绿色品质长生丹，并且是转盘出品的绿色长生丹。如果是能将周一鸣给活着带回来的，奖励更是1枚蓝色品质的长生丹，并且可以在血燕俱乐部的积分仓库中随意挑选3件物品。卧槽，蓝色品质的长生丹，那长焦额好像最多也只能炼制绿色品质的长生丹吧？这蓝色转盘出品的长生丹，怕不是至少也能增寿1000年啊！事实上，王雪燕根本没有蓝色长生丹，这就是她拿来打鸡血的噱头，但其效果却是不错的。在场所有人皆是同意进入凶兽世界。时间紧迫，领了长生丹的必须在2分钟内进入秦湖凶兽世界，若是出尔反尔，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那廖队，像我们从同一个通道进入凶兽世界，最后会被分散开来吗？当然会被分散开，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像这种小湖泊进去之后，也还是有概率重新遇上的。罗珊，你过来一下。我想用一会儿领到的白色长生丹换你刚刚得到的那块绿色转盘，怎么样？
白色长生丹的价值绝对比绿色转盘高。你不是已经连一次白色转盘抽奖的寿命都拿不出来了吗？长生丹不是比你更重要吗？那些燕俱乐部提供的长生丹并不是转盘出品，而是人工炼制。现在整个江城区域就只有长焦鹅能炼制长生丹，可我和长焦鹅有仇，所以我就是死也不会吃它炼制的长生丹。可以是可以，但换了之后你别又后悔啊！你就放心吧。你别后悔啊！你就放心吧。小兄弟，你用长生丹只换一个绿色转盘，可是亏大了。哼，你什么意思？呵呵，什么意思？和平年代的交易都还讲究个价高者得，而这都末日了，我愿意用3块绿色转盘换你1枚长生丹。你他妈开什么玩笑？我手里的绿色转盘虽说不是什么极品，但也好歹算个中等品质，而你这3块绿色转盘全他妈是垃圾的不能再垃圾的东西。江毅他摆明就是坑你的。呵呵，小兄弟，你可想清楚了，那凶兽世界可是吃人的地方，一个不慎人就死在里面了。我无惧，虽说不是什么顶级大佬，但战力却低级200。你现在和我交易，不仅在转盘数量上更占优势，还能借机和我攀个交情。待会儿在里面碰到了我也能带你，但如果你决定和这哥们交易，那么你恐怕是得不到半分好处的。哼，至于你手里拿着个中等品质的绿色转盘，还敢张扬出来，也不怕进了凶兽世界被人杀人夺宝。哟，吴队长这气焰真够嚣张的，怎么还当众威胁起来了？开玩笑，开玩笑，我哪敢威胁乐天俱乐部的成员啊？廖队长绝对误会了，不过就是1枚长生丹罢了。我只是希望这位小兄弟能够多一个选择。现在你那个长生丹到底是要和我换3块绿色转盘，还是和他换1块绿色转盘呢？江毅，你和罗山换还是和吴旭换？你按自己的心意来，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我就选吴队长手里的3个转盘吧。你没开玩笑？你小子考虑清楚了？我考虑清楚了。小伙子，你很有前途，我刚刚说的依旧有效。如果在凶兽世界遇上了，我会罩着你。廖队长，什么事？我想在这里将我的绿色转盘抽掉，希望廖队长能帮我护法。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这绿色转盘抽奖可是要付出10年寿命，你抽了可就剩不了多少了。廖远峰之所以对罗山比较上心，那是因为他觉得罗山人品还算不错，现在又有全属性加5的现实棒，如果罗山能成长起来，他是愿意培养成心腹的。我想得很清楚，这个转盘的品质不差，如果我现在犹犹豫豫不敢抽，万一等到进去后遇到危险，那也是白白浪费了剩下的寿命。行吧。男人花费10年寿命开启转盘抽奖。丁，恭喜你抽出奖励 BGM 音箱。这有什么用啊？ No。有一句话叫做“没人能在我的 BGM 中打败我”，这 BGM 音箱便是差不多的效果。我还是不明白。你打开试一下就知道了。看来和我之前见到的那一个音箱一样，它里面一共是有3首 BGM。第一首奇异恩典，能够让5级以下的凶兽不对你产生敌意，其效果比感受箱还要强得多。第2首十面埋伏，能够让你获得一个激战状态，提升战力。最后一首回家，则是可以让你的伤势、体力、精神等状态加速恢复。攻守兼备，这 BGM 音箱非常适合我。哼，狗屎运还挺好，但愿你进去了不要碰到我。我果然没看错这小子。江毅，你刚得的3个绿色转盘，要不也趁热打铁抽一个，我帮你护法。江毅小兄弟，我也可以为你护法。我现在的寿命连白色转盘抽奖都不够，又怎么可能进行绿色转盘抽奖？难怪他会用白色长生丹换我的3个垃圾转盘，反正换了好转盘也不能抽奖。不过那转盘在他手上不久浪费了吧？那小子叫江毅。对，有什么问题吗？那小子嘴里没一句真话，我看过了，他的寿命是21年，并且他和那罗山一样，身上有个全属性加5的实现状态。除此之外，他手上的那块手表，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空间装备。全属性加5，21年寿命，还特么有空间装备，好小子，他扮猪吃虎。不对，你是怎么？我有一个探查技能，可以探查等级不超过我的玩家的数据面板。哼，早看完了，现在戒备也没用。随后，2个都不想救周一鸣的领导又谈起了江毅和长焦娥那些狗血事情。江毅已经到达了秦湖凶兽世界，可让江毅意外的是，秦湖凶兽世界竟然是极夜环境。他没有犹豫，拿起转盘就准备开始抽奖。我现在的寿命只有21年，还好这3个绿色转盘中有一个有长生丹的选项。
丁，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我选长生丹。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一口气增加了300多年的寿命，绿色转盘出品的长生丹效果简直逆天。随后江毅直接拿起蓝色转盘，看到上面的2个选项，则是让他犯了难。死神之冕可使10级以下的绑定者在受到致命伤后瞬间获得1年寿命，并以全胜状态复活，而升级命牌则是可以让他升到1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正式玩家。丁，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我选升级命牌。丁，恭喜你抽出奖励升级命牌。虽然死神之冕很好，但如果真遇到了危险，以我现在的能力，就算复活了也跑不了，还不如选升级命牌。丁，玩家身份认证中，玩家信息录入中。丁，恭喜玩家提升至1级，获得专属命盘，开启线上交互功能。专属命盘一经绑定便不可损毁。大多数人都以为专属命盘只能幻化为实物，却不知还能融入大脑中。江毅，你是江毅吗？哦，你是李守德吗？你能看到我？是的，是我，我能看到你。这种凶兽世界的极夜环境可不是一般的黑暗那么简单，在这里即便是带了照明道具，也都是照不出光来的。但是这种叫腹内明的果子，吃1颗就能获得2个小时的夜视能力。哦，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之前跟着敢死队闯过其他凶兽世界，所以随身带了一点这种果子在身上。这种果子也不算珍贵，一般极夜环境的凶兽世界里都会有生长。这个你拿着吃了吧。哦，这也太神奇了，竟然真的能让眼睛在夜间视物。哈哈，末日游戏降临后，神奇的东西还少吗？哦对了，小江，你和李叔说句实话，我之前看你之前揍张鹏那小子的时候，动作一点不拖泥带水，你是不是有点功夫在身上，故意藏了拙？李叔突然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也不是什么别的意思，是我刚刚过来的路上发现了一块蓝色转盘，只是很可惜那个蓝色转盘附近有凶兽驻守，所以就放弃了。但现在我遇到了你，我觉得那个蓝色转盘，我们2个人的话，或许可以想想办法把它搞到手。可就算搞到那块蓝色转盘，可转盘只有1个，我们2个人。这个好说，我们边走边商量，那地方离这里很近。你快看那棵树上那个鸟窝里面那个蓝色的，是不是就是蓝色转盘？蓝色转盘是看到了，可我这也没看到有什么凶兽驻守啊。之前我看的时候，那鸟窝里还有一只挺凶的鸟兽来着，估计是跑哪觅食去了。正好我们赶紧趁机把那蓝色转盘偷下来。小江，你爬树快不快？我在这里给你望风吧。来人在鸟类凶兽的老窝中偷了一个极品转盘。快跑，咱们找个地方分赃去。这长生丹升级命牌，还有长生丹单方，卧槽，甚至还有一个天赋极品啊，超级极品啊！10个选项有8个都是正面效果。李守德的声音激动至极，简直像乞丐中了500万大奖。小江，你怎么看上去没有很激动的样子？我该激动什么？杀了李叔，然后抢夺这块蓝色转盘嘛！小江，你放心，李叔我和张鹏那个蠢货不一样，杀人夺宝完全没必要。李叔我是明白人，再者说了，我本来也没有100年寿命去抽这蓝色转盘，这转盘就给你吧，只要你能记下这份人情，李叔我绝对毫无怨言。李叔与我无冤无仇，自然不该对我有什么怨言。可奇怪的是，我为什么就对李叔你心生杀意了呢？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主动交出蓝色转盘，你还不满意？从那棵树到我原本待的地方，其实不算很远。李叔应该是听到什么动静才找到我那儿去的吧？确实，我是听到转盘抽奖的声音，才朝你那个方向找过去的。是的，我听到了你抽出升级命牌的声音，但你放心，我对你绝对没有恶意，我可以装作永远不知道这件事。真的没有恶意吗？那这块蓝色转盘，不，准确说是这块诅咒转盘是怎么回事呢？李叔，你怎么不说话呢？都不用找一些借口继续拖延时间嘛。反正距离腹内明的副作用生效已经没几分钟了，不是吗？奇怪，一个连正式玩家都不是的敢死队成员，手里竟然有比传送符还高级的传送石。江毅思忖片刻，却也没有太过懊恼，开始周围寻找腹内明和其副作用的解药。夫人，你怎么在这里？我买了台新车，这不过来试试。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
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好，等我将这诅咒转盘给卖了就去买。玩家若只单独服用复内明，便会在10分钟后使全身感到火烧般的疼痛。还好这解药也不难寻找。这蓝色转盘如果不是诅咒转盘，倒还真是个极品。诅咒转盘中的10个选项其实是由玩家填上去的，如果将一真用它抽奖，那么他付出的100年寿命则会被转盘吞噬，然后在1天内鸣出一枚血色长生丹，玩家服用后便可增寿100年。所以诅咒转盘又被玩家们戏称为诈骗转盘。随后江毅便把转盘挂在了专属命盘的交易区上。男人刚得到一笔巨款，马上就用来转盘抽奖。丁，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我选择探查之眼。丁，恭喜你抽出奖励探查之眼。探查之眼启动。探查到窥探之眼，正在解析清除。江毅原本是想直接购买大量垃圾转盘开始抽奖的，只是临时决定先弄个探查之眼检查一下，但没曾想还真发现了窥视之处。是谁呢？李守德、唐珂、长娇娥，还是……江毅沉下心，静静将重生以来发生的一切在脑海里如过电影般一幕幕放送。突然，他眼神一定，他想到了他跟着廖远峰的队伍离开乐天俱乐部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车队遇上了来投靠乐天俱乐部的游玉与游雪时，江毅他犯了一个很细节的错误。当时车队所有人看到游雪这个魅魔的反应，几乎都是眼神迷离的，唯独江毅的神情出奇的镇定，这就是游雪对他产生了兴趣。被发现了呢？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那小子真的察觉到什么，还是刚好运气那么好，他又进行转盘抽奖时，刚好抽出一枚探查之眼，然后就发现了呗。巧合吗？管他是不是巧合呢，反正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猜到窥探之眼是我们放的。也对，他站明，我们站暗。不过这个江毅6次抽奖都出了正面效果，恐怕是有什么祝福类的幸运 buff 在身上。恐怕是比我的月神祝福更给力的幸运 buff 呢。将窥探之眼清除后，江毅又找了一处树洞藏了起来，随后又在交易区上花了10几天币，一口气收购了102个垃圾转盘，其中100个一个绿色和一个蓝色。丁，恭喜你抽出奖励虚无之影。虚无之影使用之后，能让玩家在3分钟时间里陷入一种被黑影笼罩的虚无状态，不可被攻击，亦不可被探查。接着，江毅又开始抽奖，他的目标全是全属性+1的选项。当他的属性来到100时，系统却传来了提示：丁，你的属性已全部达到当前等级上限，请尽快提升等级。属性上限，前世可没听说过有这个概念啊！我本来还想上演1级的我杀穿万族之类的戏码呢。随后万念俱灰的江毅将余下的转盘也给抽了，得到了一枚蓝色长生丹，一个能抵御精神攻击的星星配，一个1级技能卷，飓风之浪。还剩43年的寿命，不过这颗蓝色长生丹至少也增寿1000年，再等10几分钟就能吃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吴队长马上就来。多谢吴队，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们4个恐怕都要丧命于此。没事，举手之劳。不过那群鸟兽为什么会气势汹汹主动攻击你们呢？我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刚好发现那边有个树洞，想过去查看周一鸣会不会在里面，结果刚靠近，那群鸟兽突然就攻过来了。谁在里面？蒋毅，是我。原来你早就躲在树洞里了，我们刚刚苦战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支援？嗨，这也不能怪蒋毅，就他那点实力，就算出来也不过是送死罢了，怎么可能还支援你们？再者，之前进秦湖凶兽世界我就说了，这蒋毅小兄弟可是我罩的。蒋毅小兄弟，你也看到这凶兽世界的危险了，要不你把那3个绿色转盘也给我，我保证在任务结束后安全的送你上去。之前交换长生丹的时候，吴队长不就说带我吗？哼，小兄弟，你这可要搞清楚，上次说的是带你，可没说是全程带你呢。既然吴队长这么想要，那我就给你吧。蛋，鸟蛋。难怪那群鸟兽会攻击我们，原来是江毅偷了鸟蛋。完了，我们完了，这群鸟比之前的更多更强。你呀。吴队长，你们就慢慢玩吧。
当鸟兽群过来后，江一本打算使用传送符离开，可后面他却惊奇地发现，那些鸟兽不知为什么只攻击无序的队伍，而并没有一丝一毫要攻击他的想法，甚至是有些害怕他的意思。江一，这些鸟兽不攻击你，救我，你快救救我！好吧，看在旭哥刚刚照我的份上，我也照你一次吧。错了，江一是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我的女友趁我睡着后偷走了我用寿命换来的长生丹丹方。我的兄弟在我抽出极品道具后选择了背叛我，他们靠着我的道具迅速成为一方大佬，而我却只能在末世中苟延残喘，甚至最后还被一道金光给抹杀了。好在老天不负我，让我重生在了末日后的1个月，并且还给了我指定转盘道具的能力。这一颗蓝色长生丹就增加了近万年的寿命。果然运气好的人就越来越好。随后有了寿命后的江毅，一口气将挂兽诅咒转盘所剩的时间币全用来购买转盘。午时已到，今日排行榜数据已更新。丁，恭喜你在战力榜排名第1名，获得奖励特殊转盘。丁，恭喜你在等级榜排名第1名，获得奖励特殊转盘。没错，江毅在这仅有的几分钟里，迅速将等级刷到了10级，而属性自然也刷到了10级上限。而之所以排行榜上都是10级，那是因为继续升级就需要先用转职转盘抽取职业进行转职。目前整个江城区也才黄兴一人转职成功，并且还是江毅成为正式玩家后才发生。战力榜第1，我倒不意外，可这等级也第1。我记得等级榜的排名规则中，相同等级的应该是按升级时间先后去排的啊！我操，这他妈怎么回事？难道黄鑫使用改名卡了？战力榜第1竟然也是江毅，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辛辛苦苦都才升到3级，这人直接第1，我他妈接受不了啊！你妈接受不了，就让你爸来接受吧。我想起来了，就不久前在交易区，也是一个叫江毅的在挂兽诅咒转盘，当时还很多人骂他呢。在聊天大厅也看不到我为什么能直接空降等级榜第1，还是先把特殊转盘给抽了。目前特殊转盘只有通过触发系统成就才能获得，虽说奖励不足，但每个特殊转盘上面也只有1至3个正面奖励，其余都是负面，并且都有一个强制抹杀的选项，所以很多人就算得到了转盘，也不敢抽奖。不过好的是，从特殊转盘上抽出的奖励，第一时间就可以与玩家锁定。丁，请选择你要指定的转盘奖励。我选择凶兽巢穴。丁，恭喜你抽出凶兽巢穴，请问是否绑定？是。丁，绑定成功。凶兽巢穴实际上就是一个窝，玩家可以从心意自由切换2处的位置。在前世，江毅也只是听别人说，这就是一个山洞啊！这里仿佛被设下什么禁制，看不清外面是什么。丁，当前巢穴等级不足。巢穴等级。意思是说，如果提升巢穴等级，就可以打破入口屏障，从这巢穴中出去。那外面是什么呢？江毅虽然很好奇，不过暂时他也不知道这巢穴空间要如何升级，所以又将注意力放在另一块特殊转盘上。虽然侍从卡可以获得一个绝对忠诚的侍从，但如果身份卡能开出兽族身份，那将对我更有用，到时可能还能凭借兽族身份获得高星职业转盘。末世游戏中拥有万族，外族在这末世游戏中存在久远，而江毅他们却才刚刚开始。在前世，江毅记得一位名叫陆离的世界机器人说过，人族在万族之中，简直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丁，恭喜你抽出身份卡，请问是否使用？是。正在为你生成新身份。丁，恭喜你获得新的玩家身份张三。张三，特么的我该不会是……这特么的到头来还是人族啊！一个人族的新身份其实也还是有用的，以后这个张三的身份升到10级后也可以进行转职，也就相当于可以拥有双职业。随后江毅又打开了聊天功能，而论坛频道最火的帖子依旧是4大公会对10级玩家共同探索无尽海的邀请，以及各个势力专门对江毅发出的邀请。所谓无尽海，便是江城周围的未知海域，而4大公会则是江城目前最强的势力，其中竹月公会势头最盛。主月工会原本是由4位会长共同把控，而只要江毅愿意加入，那么主月工会将迎来第5位会长，且待遇与其余会长同等。江毅看完帖子的内容后，接着就笑不活了，因为下面全是与他同龄之人的回帖。不错，你们这个区域原来的战力榜第1还算识相，我会认真考虑加入你们工会的。上面哪来的冒牌货在这搞笑？我特么才是江毅本尊，你最好不要让我遇见你。呵呵，区区江城。玩家胆子是真不小，短短时间竟然出现这么多冒充我的废物。我江毅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了，我会在1天之内杀光所有的江毅，见一个杀一个。劝你们那些冒牌货，趁早把名字改回去，否则别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江毅想了想，也在那帖子下发了条回帖。如果骆会长真有诚意的话，不知是否愿意忍痛割爱，送几个特殊转盘。我认识的那个江毅已经被我杀了，这个江毅肯定不是他。唐科，你觉得这些江毅中哪一个才是真的？唐科回神，倒也没说自己有个同学也叫江毅这件事，而是仔细分析起来，最终他将目标指向了最后一个回复。他可能确实对特殊转盘颇感兴趣。你们觉得呢？我和老唐想的差不多。老唐分析的确实很有道理，那个问你特殊转盘的可能是真的。怎么说？直觉。特殊转盘确实还有，不过这5个都只有一个特殊选项的最低等货色。如果大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今夜0点之前来小滨港公园外的那个江滩。你应该也知道，特殊转盘具有特殊性，无法用交易去交易。最终不论大佬是否愿意加入主月工会，我都愿意送大佬1枚特殊转盘，以换取大佬的一丝好感。江毅在看到骆长青的回复后，而是直接睡起了大觉。第二天再醒来时，已经是上午8点，该出去逛逛了。那边有人。强毅花了1天的时间，从1级升到10级，排行榜第1。可当我再见到队友时，他们却以为我只是与排名第1的大佬重名。你小子居然还活着，也真是命大。不过江毅，我劝你之后有机会的话，把你这名字给改了。为什么要把名字改了？你这个名字刚好和一位跨区域的顶级大佬重名了，而且因为一些原因，那位大佬已经扬言要杀光江城所有叫江毅的。我去，这些大佬都是这么嚣张的吗？廖远峰说出这句话后，其余人皆是纷纷热议，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聊天区所发生的事。对了，江毅，要不把你数据面板秀出来给我看看？听到要看江毅的面板，一旁的李守则也正暗戳戳的期待着。他看到一抹江毅笑脸的黑影，很有知觉，他被江毅悄无声息的给干掉了。这是发生了什么？我操！不是，没什么，我刚刚就是突然想到一件高兴的事。刚刚从李守德身体中飞出的诡异黑符是什么？而且诡异黑符进入廖远峰体内后，不但没有发生意外，似乎还让他获得了什么好处。江毅，你应该不会就是战力榜第1的那个江毅吧？要不要杀了廖远峰，把那诡异黑符给抢过来？算了，那黑符确实是透着一股不祥的气息，甚至在李守德死后，还将他的尸体给腐化了，并且还有自主意识，还是先观望一下为好。廖队别紧张，空降等级榜第1的江毅不是已经被大家确认是跨区域的玩家了吗？我早几天就加入乐天俱乐部了，又怎么可能是什么跨区域大佬？可就算你不是等级榜第1的江毅，那你这实力好像也不对吧？肯定不对啊，因为现在我也有车了，实力自然不同了。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好，我待会儿就去买。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实力不对。我来到这处凶兽世界后，也算有一番奇遇，现在已经是正式玩家了。那你现在战力多少？这句话是廖远峰下意识问出来的，不过江毅没有回答，于是廖远峰也只有尴尬的摸了下鼻子，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要求江毅的数据面板的资格了。不说也就算了，不过等你从这凶兽世界回去，得跟我回俱乐部，登记成为俱乐部的正式成员。那如果我不想加入乐天俱乐部呢？不加入乐天俱乐部，那你想干嘛？难道你还想上天？上天倒不至于，不过我确实是有点搞事情的想法。廖哥刚刚好像是从那诡异黑符上得了什么好处？你什么意思啊？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从廖哥手上借点时间币用。借？对，我身上有个加幸运的祝福效果快失效了，所以想趁那效果失效前再开几个转盘，看能不能捞一笔。加幸运的祝福效果，难怪你小子成长这么快。时间币没有，不过我手头倒还有几个转盘可以借你应急。你想抽什么颜色的？有紫色吗？紫色转盘？你当紫色转盘是什么地摊货吗？要知道，即便是10个10级玩家组的队伍，想要打出紫色转盘也并不容易。那蓝色转盘呢？最好是上面有长生丹选项的。长生丹选项确实是有，不过却是个垃圾品质。你要是嫌弃的话，不嫌弃不嫌弃。我操！你都不考虑一下的吗？万一抽出个强大凶手，我们全得死在这里。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
你的幸运效果还在吗？我这还有几个垃圾转盘。还有几秒，快！干，直线到了。你什么意思啊？用了你一蓝100个转盘，那这白色长生丹就折价20年必卖你，你要不要？转盘出品的白色长生丹增寿年限在10到100年之间，所以江毅这个20年币的售价已经算是很开心了。我们先加个好友吧，你给我一点时间筹钱。行。你不是说你不下来吗？我们血燕俱乐部刚刚有人传来消息，说这处秦湖凶兽世界有点特殊。特殊？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啊，甚至其危险程度比我之前探索过的任何一个都低。这个凶兽世界探索难度确实低得离谱，但是我们想回去恐怕就比较难了。什么意思啊？据探路成员的消息，回去的通道似乎在一片瘴气沼泽的深处，那瘴气有剧毒，并且沼泽之中似乎也有大量凶兽蛰伏。你明知道那瘴气沼泽的存在，竟然还敢进此处凶兽世界？你可能低估了王雪燕对周一鸣的在意程度，只要周一鸣在这里，那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来攻克这处凶兽世界。我可是听说那些被强大凶兽镇守的通道附近，可是大概率存在什么宝贝的。你现在还能用技能看到江毅的数据面板吗？不能。关灵的探查技能只是不能探查比他等级高的玩家和有防止探查道具的玩家。他该不会就是空降等级榜第1的江毅吧？我也怀疑过问过，他说不是，恐怕他是获得了什么防止探查的道具。也对，毕竟空降等级榜第1确实得是其他区域来的玩家才能做到的事。男人献祭千年寿饮，开启转盘抽奖，甚至最后还被扔进了凶兽世界中。而现在江毅他们来到这处凶兽世界后，却发现回去的通道被凶兽占领了。谁？不好，有人投放引兽肉瘤。只见引兽肉瘤砸进沼泽后，沼泽里皆是有长相丑陋的凶兽冒头，并且在树林中还有大量的飞来的尸体。江毅，传送符有没有传送符？我有，但只有1张。关灵，你个贱人，不得好死！传送符值要低级得多，但凡关灵运气差一点，都可能直接传送到沼泽中心去。不过好在他这次运气不错，直接传送到了鸟群后方。是他。姐，是我，关一啊。你跑什么？我只是看到那边好像有兽巢，所以害怕。我看到了，是你惊动的凶手群。什么？姐你在说什么？哼，理解我。如果真是个傻子的话，混不到今天的位置。说吧，为什么害我？我恨你，你不得好死。你不多问问他为什么恨你吗？为什么？有意义吗？你觉得人性是一直如此吗？还是末日后才变成这样的？一直如此。唉，看在你这么难过的份上，我给你讲个好消息。廖远峰之前有一波奇遇，获得了一张诡异黑符，具体有什么效果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他有一定可能还没有死。我真是谢谢你啊！关于那个瘴气沼泽，你有什么想法？本来没什么想法的，刚刚看你乱扔烟头，突然就有了想法。你是说放火？不确定有没有用，不过我想试试。好，就放火。现在我们自由行动，1个小时后到沼泽外的小树林集合，再商量放火的事。和关灵分头行动后，江毅便直接朝着沼泽的方向去了。只是他本打算先找个隐秘的地方藏起来，然后进巢穴空间把从廖远峰那里换来的20年币给用，但没曾想却是先找到了瑟瑟发抖的罗珊和周一鸣。这俩货全身发黑，明显的中毒症状，似乎观察距离也不远，应该都没有服用过腹内冥和冰丝果，也不知道罗珊是怎么找到周一鸣的。江毅思索着要不要帮罗珊一把，但又想起前世被好友背刺的遭遇。我们是战友，一辈子的那种，我会带着你的那一份，风风光光的活下去。罗珊，希望你好运吧。随后江毅又换了一处隐蔽灌木后，才闪身向巢穴附近。这公共交易区最高级的也只是蓝色转盘，我得先将资产提升上去，获得使用 VIP 交易区的资格。于是江毅一口气又收购了他将抽到的东西全挂在了公共交易区上。在售卖物品的期间，江毅又逛了逛论坛。似乎孙浩成为长生丹炼丹师后，还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呢。论坛上内容的大致意思是，孙浩成为长生丹炼丹师后，准备加入一家名叫银霜俱乐部的势力，而恰好对方势力的老大为凌霜与长娇娥是死对头，所以长娇娥便已成立丹盟，让整个江城永远不再存在傀儡炼丹师的名头，抢夺孙浩。
龙双会长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还是想加入长娇娥的炼丹师联盟。说了，你过去了的话，长娇娥会杀了你的。她的为人我再熟悉不过。末世前，魏凌霜和长娇娥是室友，只是其关系非常恶劣。长娇娥如此大张旗鼓地邀请我，若我真死在她手上，那不就等于打她的脸？再者，你说长娇娥会杀我，也仅仅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唉，行，你是高贵炼丹师，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我希望你发帖，让长娇娥亲自接你去他那什么俱乐部，并且让他回帖立誓，公开表示会确保你的安全。随后，孙浩按照魏凌霜的要求发帖，而长娇娥很快就回复了过来。我不知道银霜俱乐部的魏凌霜和你说了些什么，但是你放心，我愿意在这帖子里当着全体正式玩家的面，承诺尽我所能保你平安。不过亲自接人的话，恐怕要等我从凶兽世界回来了。没关系，我可以等。哼！我刚得到一个准确消息。什么？江毅他还活着，我查到他之前是在乐天俱乐部当兽流虫，就在昨天晚上，他加入乐天俱乐部敢死队，然后出了一个去秦湖凶兽世界找人的任务。你要去秦湖凶兽世界吗？但已经准备要下去了。关于空降战力榜和等级榜第一的神秘大佬，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也有和我一样不太舒服的预感。呵呵，你这不叫预感，叫心理因素作祟吧。预感也好，心理因素作祟也罢，我都必须去亲自确认一下。确认杀人灭口才对吧？此时的唐科正在和竹月工会的成员商讨神秘江毅挂售大量长生丹的事。虽然不知道这个神秘的江毅怎么会有这么多专盘出品的长生丹，但以他突然挂售大量丹药的做法来看，他应该是想尽快提升身价，获得使用 VIP 交易区的资格。他莫不是想要紫色战盘？钱勇，你去把 VIP 交易区的紫色专盘都收购下来。我好不容易有了进 VIP 交易区的资格，但没曾想里面连一个紫色转盘都没有，丫的不应该啊！江毅无奈，便干脆在 VIP 交易区进行了一次匿名挂售。传送符，你遇到了什么危险吗？这是我找的3个帮手，都是正式玩家。我叫祖安，读快点就是转，你可以叫我转神。祖安神。转神是血焰俱乐部的佼佼者，他身上有剧毒抗性的被动技，同时还拥有对毒物具有针对性的技能。这位是学神上清华，他是前年的江城理科状元，掌握一款相当强力的火系技能。这位杜元泽是你们乐天俱乐部的一位正式成员。谁？是周一鸣。此时周一鸣和罗珊两人身上又是剧毒又是伤，关灵赶紧过去给周一鸣喂了回春和解毒丹。你不是有 BGM 音箱吗？怎么不用？里面有回复状态的 BGM 吗？我特么刚传送进这个凶兽世界，就从一个山坡上滚下来，这妈黑灯瞎火的，我眼睛根本什么也看不到。BGM 音箱也不晓得滚到哪去了，我一路到处摸索，不知道怎么就中了毒。不过好在音箱没摸回来，把躺尸的周一鸣给摸到了。你哭个屁！把这2种果子吃了，视野就开阔了。服用过富内明和冰丝果后，罗珊这才看到江毅，他像看到亲人一样，就差没冲过去喊一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而至于周一鸣，关灵见他迟迟不醒，便干脆又喂了一粒人工炼制的白色折寿丹，这才终于好转。我是关灵，把这个吃了，你就能看到了。关灵，安，上清华。王雪燕呢？我要见王雪燕。特么的绿丸团，我要灭了他们祖宗18代，我要他们不得好死。绿丸团已经被灭了，你现在是在凶兽世界，王雪燕有事进来。凶兽世界，我听到凶兽世界，周一鸣身上嚣张的气焰瞬间弱了一大截。王雪燕为什么不来？有什么事能比我的安危还重要？你抽出的兽巢，他得负责到底。可这个凶兽世界情况有些特殊，我们现在先想办法带你回去。行吧，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将我平安护送回去。在去往沼泽的路上，罗珊目光在地上到处看，倒是把他的 BGM 音箱和复合弓给找到了。他沮丧的心情一下子恢复。残骸，好多人类残骸。真希望廖远峰也在其中。这些毒气万一引发爆炸的话，还是挺危险的。可惜我的火系技能攻击距离不远。罗珊那里刚好有一把复合弓，我们远程放火。就在众人远离瘴气沼泽，江毅正要射出箭矢之时，他的目光忽然朝着树林处望去。怎么了？难道又有人搞暗算？没什么。江毅，他果然还活着，而且是活得好好的。此时长娇娥心里是一种难以琢磨的感受。她刚刚远远看着江毅抬手拉紧弓弦的样子，脑海里莫名浮现起他曾经抄录过的一句话：再见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不惧风。江毅这个人，长娇娥是喜欢过的。
如果我没有活着回去，那么应该是死在了江毅手上。你看到他了？看到了。然后呢？然后长娇娥就没有回复了。堂哥心跳不觉有些加速，那是一种不受控制的莫名的不安。我准备直接参与这一批次的无尽海域探索。为什么？无尽海就是江城周围的神秘海域，其中危险重重，越是前几批次探索的，越死越快。那个风象等级榜的江毅很可能是我认识的人，你们有难以和解的生死大战。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也不一定就是我认识的那个江毅，因为我认识的那个江毅，他没有跨区域。如果你还想知道关于他的性格的，我只能说，在我和他结下生死大仇之前，他性格挺正派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行了，不说了，但愿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见。另一边，火光爆炸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我们赶紧退。江毅呢？他在哪？亲爱的，你在找我吗？我的前女友为了杀我女人，直接跑到凶兽世界来寻我，但她却想不到，我一直也在等她上钩。亲爱的，你在找我吗？一瞬间，长娇娥心脏仿佛要跳出嗓子眼，似乎身后站着的不是昔日男友，而是死神降世。江毅。对啊，是我。果然，你刚刚就注意到我了。是啊，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没想到啊，你的行动力还是这么惊人。我还依稀记得，你以前还说过一句励志鸡汤。叫什么？只要有了勇气和行动力，这世上就没有做不到的事了，是吧？江毅的声音听上去就像老朋友叙旧，没有控诉，没有咒骂，甚至似乎没有愤怒。你还记得啊？但是江毅，我这辈子做过最勇敢的事，就是主动追求你。我还以为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是偷长生丹丹方呢。呀，怎么回事呢？捏在手中的传送纸怎么捏不动呢？净空领域罗盘。净空领域罗盘能够使一定区域内的空间手段全部失效，这是江毅从一块蓝色转盘上抽到的。你猜到了我会来。嘿嘿，你都查到孙浩了，如果还没查到我，那你还是长娇娥吗？你如果真的那么了解我，那你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杀你的吗？不然你该不会想说你是来解救我的吧？难道你还想说当初偷走长生丹丹方是为我好吧？哼，你抽出丹方的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虽然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丹方要怎么使用，但光是长生丹丹方这5个字，你应该知道它的魅力有多大。你觉得当时那样的东西留在你身上真的是好事吗？谢谢啊，谢谢你千里送人头，谢谢你给我讲笑话，这么有意思的画面，我得拍照记录一下。哎，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5只花了39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好，我下去了就买。长娇娥，作为你千里送人头的报答，我必须得告诉你，不论你外表包装的多么明媚美丽，多么完美无瑕，你最深层的潜意识里一定也知道，那个真实的你，刚就被杀死了吗？专属命盘。看着长娇娥死后掉落的专属命盘，江毅陷入了沉思。按照一般规则，专属命盘一经绑定，便不可损毁，不可掉落。但根据后世大佬的总结，这场末日游戏的规则可以区分为普通规则和特殊规则。特殊规则的产生，就是因为有特殊转盘的存在。前世听说过一种叫做替死鬼的特殊道具，或许长娇娥就是用了它。雄吉，主人，开光。是的。长娇娥死，从特殊转盘中抽出来的替死鬼道具，替宿主死后可以在替死鬼储存的位置重生，但同时重生的他将退化为非正式玩家，他所拥有的天赋、技能、属性等全部伴随专属命盘一起失去，但他所拥有的道具都还在，他的侍从雄吉也依旧忠诚。长娇娥收拾好情绪后，当即便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粒绿色长生丹和一块升级命牌，这是他早前便为自己准备的后路。开车去银霜俱乐部。好久不见。你去雄兽世界就是为了杀江毅。虽说末世前江毅与长娇娥谈恋爱的时候，魏凌霜对江毅也没有好感，但自从汉江大学爆发兽潮，江毅以一己之力就出众师生后，魏凌霜便对江毅产了别样的情绪，所以这段时间他也在调查关于江毅的一些事。我不认识江毅这个人。哼，孙浩，但愿你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孙浩在你手中死了，我看你怎么向大家解释。
如果炼丹师联盟真能顺利成立，将江城所有的炼丹师全部囊括在内，那么到时候不管是回春丹、解毒丹之类最基础的丹药，价格也可以比现在高更多。如你所想的那样，到时候不管是长生丹炼丹师，还是普通炼丹师，其地位都会水涨船高。来，为我们的未来握手。好，心绞痛，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听说过千丝谷吗？放心，我既然在帖子上公开承诺过，自然就不会杀你，只要你乖乖听话就没事。江城之所以没有其他长生丹炼丹师，那是因为其他人都被长娇娥给干掉了。只是现在长娇娥失去了炼制长生丹的能力，他不得不将孙浩难怪人说最毒妇人心，长娇娥、魏凌霜，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没错，在这之前，魏凌霜就已经对孙浩下毒了。来吧，亲爱的，请开始你99%的努力吧，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江毅也没想到，他之前为预防长娇娥逃走，一见面就偷偷给他使用的窥探之眼，竟然能跟着替死鬼道具死后重生的效果转移到长娇娥身上。而他之所以说出这句话，那是因为长娇娥成为江城第一炼丹师后，曾发帖说过，他的成功并不是依靠长生丹单方，其中99%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该过去了，那瘴气沼泽爆炸后，似乎产生了某种变异。男人只想这个是一种留影道具，配套的还有一只负责拍摄的小蜜蜂。如果我没猜错，这个淤泥怪很可能是同样拥有数据面板的兽族大佬。以我们在场这些人的实力，恐怕根本难以对付。但如果能打死那只淤泥怪，说不定能爆出界域核心。没想到这家伙还知道界域核心。大佬，什么是界域核心呢？尚清华想了想，并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转向关灵。关于界域核心，我了解也不多，只是听说像四大公会之类的顶级势力，他们对一个凶兽世界的掌控，就是靠掌握界域核心。据江毅前世所知，被划分成各个区域的城市，所连通的凶兽世界数量是不一样的。就比如他所在的江城，则一共连通了129处凶兽世界，每一处凶兽世界都会产出一个界域核心。只要人类玩家集齐129个界域核心，就能使江城区域升级。那是黑色的职业转盘，我记得黑色的是特殊转盘。现阶段的职业转盘少之又少，更别提特殊职业转盘。难怪那沼泽里爬出来的怪物，即便隔着水晶球，都能让我们如此恐惧。这里一定是藏着什么秘密。可惜啊，我们这些人的实力不够。我们的实力确实不够，但只要特殊职业转盘的事传出去，别说王雪燕和征杨苗等几个俱乐部大佬，就是四大公会的顶级大佬，恐怕都得发了疯的赶过来。只是尚清华突然和关灵对了个眼神，特殊职业转盘确实可以引来无数强者，但那也意味着自己瓜分的利益也会更少。这些人想的还真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职业转盘大概率是假的，甚至那只淤泥怪应该也只是一种幻象。江毅刚刚就觉得奇怪，这样一个小小的凶兽世界，竟会出现一只能给他那么强烈死亡威胁感的凶兽。要知道他战力可都15星了，所以江毅猜测这凶兽世界真正的大 boss 应该是藏在树林中的一种掌握精神系能力的兽族。丁，近日战场通告，恭喜玩家触发现实杀戮游戏第1轮，游戏任务杀1人，游戏时限30分，任务奖励天赋觉醒，失败惩罚5。现实杀戮游戏排第1轮，任务奖励中的天赋觉醒，那是以前在转盘上都不曾见的天赋，所以一些动作快的人直接就捅向了身边的队友。你们难道不觉得不对劲吗？过去所有的末日游戏公告都是只有正式玩家才能听到，但这一次的公告却连非正式玩家也听到了。老子觉醒了 C 级天赋瞬闪，我的天赋是隐身。如果杀一个废物就能获得天赋，不对劲就不对劲吧？你什么意思？都给我住手！谁再敢出手伤人，别怪我不客气。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冷静下来！你们难道没注意到吗？公告说的是现实杀戮游戏第1轮，也就是说它后面还会有第2轮、第3轮。这种所谓的杀戮游戏，它的本质就是让我们挥刀刺向队友，从内部被瓦解掉。所以这场现实杀戮游戏一定是某个兽族玩家针对我们设下的陷阱，包括刚刚水晶球里看到的沼泽大坑中的黑色职业转盘，大概率也只是某种诱饵。官队说的没错，这一定是兽族强者玩家的阴谋。现在开始，谁也不许向同伴出手。其他和杜元泽、祖安这2人一样得到了奖励天赋的敢死队成员，也是纷纷附和着关灵的说法，而那些没有杀过人的脸色则有些难看。我承认关队你说的很对，杀戮奖励可能是假的，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啊。你说我们不要被内部瓦解，
可实际上，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只是败絮而已。如果能牺牲个别弱者，换取强者更加强大的话，当然，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是觉得像尚清华这样的大佬应该配得一个天赋。就比如他已经受了挺重的伤，几乎丧失战斗力，这种人。官队，我杜队保我啊！我也是乐天俱乐部的人啊！我不能死，我还有个儿子，他还小，他还在乐天俱乐部地下车库等我回去啊！我说过的话不需要有人质疑。谢谢官队。好猫住手！男人赌上自己挥斧劈向只为救一个素不相识。你敢砍我？你这个废物竟敢砍我！关灵，我要他死！赶紧杀了这个废物，给我治手伤啊！你还有脸指使我？我都说了不要再杀人，你都当耳边风了是吧？一鸣哥哥，只见王雪燕带着数名10级玩家正朝着这边赶来，其中还有乐天俱乐部的何真、山水俱乐部的音乐。废了，我的手废了，怎么办？没事的，还可以恢复的。一鸣哥哥，你不要怕。我不是故意，我之前救过周一鸣，我对他有救命之恩。你那叫个屁的救命之恩！你个废物，不过是刚好离我近罢了。被你这种废物找到，我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救助，差点死了，你知道吧？王雪燕，你把这个废物打残，我要亲手杀他。还有那个废物，我也要杀。不关我的事啊！你受伤不关我的事啊！杀一个人就能得到天赋，杀2个人就是浪费啊！求求你放过我吧！罗晨，你是否会后悔多管闲事呢？是谁？你是谁？是他。当初江毅被唐柯背刺后，只剩下一口气，就连他自己都以为要死了。哟，发现一个废物，被人背刺了。啧，斩草不除根，又是蠢货一个呢。来，给你一个机会，证明那个斩草不除根的家伙是个蠢货。救命恩人！救人这种事，就像路边扶老头，就像转盘抽奖，都是赌运气。只有筹码越丰厚的人，才越不怕输，而怕输的人永远不会赢。谢谢。大明星，你那是什么表情？弱者就该有弱者的样子，你得亏遇到的是我这脾气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你是战力榜第2的独行大佬张啸天。第二不是骆长青吗？对，您现在是第3。张啸天，好家伙，看着战力榜的名字，还没有什么特殊感受，这咋一听，这2人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好家伙！哟，废物是你呀！哟，恩人是你呀！看来你小子的仇是已经报了。是啊，报了。虽然唐柯和长娇娥都还没死，但是江毅的心态在他开始变强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转变。前世混得风生水起的唐柯和长娇娥几乎成为江毅心魔一样的存在，但是今生角色已经交换了。我的探查类技能居然看不穿这些，还没问过你小子叫什么来着？江毅。老大别想多了，这小子和等级榜那个江毅只是同名同姓罢了。这话一出，何征等人惊诧的情绪才缓缓平复下去。之后，一群10级玩家又商讨起所谓的现实杀戮游戏，但同样得出了是精神系兽族玩家搞鬼的结果。那隐藏在此处凶兽世界的精神系兽族玩家，很有可能是位职业者。秦湖面积不大，连通的凶兽世界怎么可能出现兽族职业者？刚刚你们过来之前，这边的敢死队成员就经历过一场混战，那些杀了人的确实得到了天赋。如果只是10级未转职的兽族玩家，恐怕还做不到如此逼真的幻术。那如果不是幻术呢？啸天大佬，你应该是我们这些人里实力最强，也最有见识的。我的想法是，其实大佬你可以尝试着去得到一个天赋，然后再根据自己获得的天赋去判断这游戏到底是真的还是幻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小子，你在怕什么？不是你让我杀个人得个天赋的吗？我还以为你这是要主动现身给我杀的意思呢。那个，他的意思是，您看那边的敢死队。你们都是这么觉得的。你呢？你小子有什么想法？啊，大佬指的是你该不该杀人得天赋，还是这现实杀戮游戏的真假？后者。关于那场现实杀戮游戏，我确实有点想法，不过我这人吧，没那么多英雄情节，我的眼睛里呀，全是铜臭味。你应该是想问我身上有没有特殊转盘吧？骆长青大佬判断论坛上，那个要特殊转盘的江毅是排行榜第1的江毅，现在这个江毅也要特殊转盘，难道？
我在那些工会势力建立起来前，倒是也在3大榜单上风光过一段时间。7个特殊转盘，我要5个。你小子胃口这么大，也不怕撑死？我这不是看恩人，你没什么朋友吗？那么多特殊转盘拿在身上不用，那不也是白白浪费了？谁他妈没朋友？你才没朋友，你全家都没朋友。再说了，我拿在身上不敢用，你拿了5个就敢全用了。我最多能给你2个，并且你透露的消息最好是真的对得起2个特殊转盘的价值。听到这话，江毅便直接去挑选了2枚特殊转盘，随后才又悠哉道：我因为一些机缘，隐约听说过，在一些强大的兽族中，有一种所谓的试炼卷轴。这卷轴开启后的效果，就像刚刚的现实杀戮游戏一样，兽族可以用这种卷轴培养他们的天才，而那些天才则可以从这种试炼中得到一些奖励。洞穴中，男人开启转盘抽奖。丁，恭喜你抽出试炼卡，请问是否使用？使用。这是什么鬼？当一个人说谎的时候，只有半真半假，才会让人感觉更真实。你是说这场现实杀戮游戏有可能是真假参半，一半真实，一半幻术？根据我对兽族试炼卷轴的了解，这场试炼游戏的最终赢家一定会获得巨额奖励。你的意思是，那位兽族玩家此刻就隐藏在我们之中，并且已经做好了成为最终赢家的准备？要说我们之中有谁最像是兽族玩家伪装的，我觉得最值得怀疑的人应该是你吧？没错，明明之前还是收留童，现在突然就一副屌屌的样子了。我觉得你最好展示一下自己的数据面板。我需要你们的相信吗？那你们怎么不怀疑我是兽族玩家？确实，真要互相怀疑的话，也应该是让所有人都展示一遍数据面板。可是你们谁能同意呢？再说了，我不觉得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真能找出隐藏的兽族玩家。那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找出兽族玩家的方法？我所知道的基本都已经透露了，接下来要如何进行这场现实杀戮游戏，各位大佬自行抉择吧，我就先走了。又没人追杀他，他就白白用掉一张传送符，这特么也太装逼了吧！他没用传送符，这个江毅，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排行榜上？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江毅，而是那位隐藏的兽族玩家。跟着我做什么？这场现实杀戮的最终奖励应该很丰富，所以我在想，我们合作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凭我对你的救命之恩。你们兽族玩家这么不要脸的吗？自己的恩情当筹码，还想让我当人族叛徒？人族叛徒，你看上去很瞧不起这4个字。也对，井底之蛙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愚昧无知，只有见识过兽族的强大，你才会知道人族叛徒将是一个多么光荣的身份。你该不会就是某个光荣的人族叛徒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继续做你的井底之蛙，还是与我合作，共享现实杀戮的最终奖励？井底之蛙，共赢。可是强者凭什么要和弱者合作共赢呢？凭那个光荣的人族叛徒身份吗？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希望你陨落前不会哭着喊后。掌握精神系能力的玩家手段确实诡异，说不定他还真是职业者。抽。丁，恭喜你抽出侍从卡，请问是否使用？使用。正在为你随机生成侍从。丁，恭喜你绑定侍从，上月的一盏灯。举银，举银，我特么还举铁呢？江毅听着这种仿佛有交流障碍，连雌雄都听不出的儿童音，整个人都不是很好。这也是他之前不是很乐意抽侍从的原因，因为这种随机性太搞人心态了。不会说话，你以后就少说吧。现在给我看看你的数据面板。好爹，举银。我操！0级全属性6万，技能栏里各种 S， 天赋更是听都没听说过的 X 级。那个6万的属性是你0级的上限吗？上限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你这个0级的属性还能继续增长吗？增长，我应该活着就能增长。只要活着就能变强，我尼玛，为什么这世上会存在这么逆天的种族？0级的初始属性就已经完全碾压他10级的属性。要知道江毅现在可是达到了属性上限，这完全颠覆了他两世为人的认知。不过他虽然强到离谱，但寿命怎么这么低呀？小灯丝，你要怎样才能续命呢？有呀，要火续命。火？
什么火？不知道，我就信，感觉举人能养活我，才选你当举人机。是你选中我？对，举人养哟。后面江毅又问了小灯丝很多问题，但得到的依旧是不知道。私人别墅中，男人开启转盘抽奖。丁，恭喜你抽出万族斗兽场。丁，万族斗兽场绑定成功，请在专属命盘中查看。斗兽场了。因为紫色转盘迟迟找不到，所以江毅想去斗兽场中碰碰运气。你知道斗兽场？知道，我。小灯丝像是想起什么特别开心的事，但结果叽叽哇哇的又说不清楚，于是干脆便缠绕在江毅的手指上，形成了一枚戒指。斗兽。什么意思？你一个侍从，难道还能跟着主人上斗兽场？根据斗兽场的规则，装备、道具之类的死物都可以自由带上场，但诸如宠物、侍从之类的活物是无法上斗兽场参与战斗的。跟举人上。哦，真的假的？烦，看烦哦。我去，技能栏里多出了灯丝火海和混沌火域2个技能，战力也直接飙升到了20星，这什么原理？从来也没听说过哪个主人能使用侍从的能力啊！戒。算了，不难为你了，我们直接去斗兽场中检验一下现在的实力。丁，戒狱战场公告，恭喜你通关现实杀戮游戏第1轮，自动晋级第2轮。游戏任务：杀2人，游戏时限120分。任务奖励：无失败惩罚，抹杀。抹杀？如果说第1轮游戏只是诱惑，那么这第2轮游戏简直就是恐吓。也不知道张啸天那边听到这第2轮的游戏规则是个什么反应。丁，传送至见习斗兽场需消耗100年币，请问是否支付？是。丁，检测到你是初次登陆万族斗兽场，正在初始化扫描。丁，已为你生成初始观众位。这个代号北域的家伙也太强了，7连胜全是轻轻松松，连人品都明显。看他这家伙，肯定是冲着10连胜去的。万族斗兽场里，凡是触发10连胜的，都会给予丰厚的连胜奖励，并且还能在斗兽榜上留下姓名。另外，凡是想要登榜的玩家都不能用受太斩。随后，江毅便在座位上的操作盘中选择了采集飞神丝，等待匹配对手。是上次害我猜错种族身份的家伙，他的战斗方式明明是用纯蛮力格斗，但我往蛮荒古族的方向猜，却都猜错了。我猜这家伙在进行斗兽场实战之前，应该也经历过和我一样的猜种族身份提升眼界的考验。他这么阴险狡诈，他会不会是银月族？又猜错了。都怪这混蛋太狡诈了！我要诅咒他达不成10连胜的成就。你是要继续将这场看完，还是换下一场继续猜？下一场我会猜对的。左边那个大块头之前已经猜出来了，是无望界域的黑虎族。右边那个又穿黑袍，最讨厌穿黑袍的混蛋了。而且这家伙和刚刚那个北雾一样，人形拟态相当完美，几乎看不出任何兽族特征。哎，江毅，会是水里的还是海里的种族？这家伙虎背熊腰的，应该不是熊就是虎。哟，兄弟，人形拟态挺完美啊。一般。算了，看在你是菜鸟的份上，哥也不欺负你了。打完这局，哥就是4连胜。菜鸡，你自己点投降吗？既然大哥都要打破连胜记录了，那我当然是要成人之美。不过我这初来乍到，这个投降具体是要怎么投？不是吧？虽然新人第一场是比较难，但是他连挣扎都不挣扎，直接就投降了。我看看这样是不是就能投降？这家伙该不会是？不可能，不死族早就灭绝了。就算真有沧海一族，也绝不可能出现在见习斗兽场上。难道爷爷你也看不出来？你注意到那小子手指上戴的黑色戒指没有？我记得那枚戒指黑漆漆的，好像烧焦了一样。那应该是不死族特有的以身化气。怎么会？高傲的不死族居然愿意沦为奴仆？那个叫江毅的家伙，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应该是某个刚加入万族争霸的新晋种族。刚加入争霸的新晋种族，那岂不是他所在的整个界域都还在万族争霸的保护期？男人刚抽中就跑到斗兽场中。
没想到江一见面就生死火海，直接来了，很快便获得了5连胜，但这也吸引来了众多的路人围观。那小子刚结束战斗，你这时候选择匹配战斗的话，倒是有不小的可能性能匹配到他。怎么样，敢试试吗？算了算了，你刚拿下9连胜也不容易，这要是因为争强斗胜把10连胜的成就给断了，嗨，搞那么纠结干什么？真那么想挑战？等你和他都登上斗兽榜，不也一样可以发起挑战吗？再说了，那小子从始至终的战斗方式都不过是源自那枚不死族以生化器的戒指，搞不好他自己的血脉和实力根本没你想的那么强。啊，你看那家伙开始第6场了，你这时候匹配你的第10场，应该就能 beat 他了。是千生。我操，这才第6场，竟然就匹配到了斗兽榜上的强者，这个匹配机制是不是不太对劲啊？我看啊，就是这小子太嚣张，连匹配机制都看不下去。这个江毅这次总得拿出点真本事了吧？只要他展示出自己的能力，身份或许就好猜了。觉得奇怪是吗？放心，我是专门压制了实力来狙击你的，否则以我真实实力，即便是你的第10场都不一定能匹配到我。水货天才，今天我就让你现出原形。把你的戒指给我玩2天，这局我可以让你赢。让我赢？行，那就让我赢吧。丁，本场战斗江毅胜。恭喜你获得本场胜利，奖励积分10。恭喜你首次达成6连胜，奖励积分1万。我还以为这千生搞这么多分身有什么奇效呢，结果被人秒了。之前这千生还说那么多嚣张言论，现在我都替他害臊。我在你的第10场等你。他这是准备在第10场的时候把输掉的面子赢回来了。难道他有办法应付江毅那恐怖大招？嘿，你也准备狙？我想通了，个人成长永远比荣誉更重要。看来是2个狙击失败的匹一块去了。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想，因为他在第6的时候用斗兽场积分兑换一批转盘后，便退出了斗兽场。还好刚刚就已经把寿命弄到万年了，不然又要等1个小时。抽。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丁，世界公告，恭喜玩家江毅首次启动橙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石 A 级。区域公告，恭喜玩家江毅首次启动橙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石 D 级。一个世界公告，一个区域公告，这一瞬间，整个江城区的聊天频道直接炸开了。世界公告，我们江城这个江毅真的太邪门了，他哪来的橙色转盘？抽出凶兽，这会已经嗝屁了。可当聊天频道正热火朝天议论的时候，又是2道公告声接连响起。丁，世界公告，恭喜玩家江毅首次启动红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石 S 级。区域公告，恭喜玩家江毅首次启动红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石 A 级。红色转盘10万年啊！别告诉我，他刚刚那个橙色转盘抽出的就是长生丹。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快，我快不行了！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幸运女神，你是瞎了眼吗？为什么就是看不到如此玉树临风、流倜傥的我？江毅爸爸，您老下次抽金色转盘能不能提前智慧1升？闪下我24K 钛合金狗眼。丫的，聊正事呢，玩梗的给老子爬！线上聊天频道一片混乱，线下4大公会也共同展开一波紧急会议，重点讨论江毅的存在对整个江城区局势和未来发展的影响。除此之外，各路大佬也是相当好奇江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之所以敢连续抽奖，我猜他极有可能是使用了特殊转盘上抽出的许愿卡，并且他手中不止1张许愿卡，可以指定转盘上的奖励，确实只有这一个。巢穴中，江毅看着从红色转盘上抽出的答案之书，陷入了沉思。不过一旁的小灯丝倒是异常兴奋。火！男人献计10万说，抽出火你个头啊！火！反正你还有3天寿命，不急。答案之书每天都能在上面问一个问题，小灯丝那么兴奋，显然是希望江毅能问答案之书用什么火给他续。如何提升属性上限？属性上限的存在
在一群普通玩家之间，或许还看不出什么，但在真正天骄的圈子里，在同等级下，他们争的几乎就是属性上限，或者说血脉的竞争。第6场的那个千生，如果不是江毅用了混沌火域，恐怕还真打不过。现阶段的人族界域是不太可能存在那种天然圣地或禁地，看来目前想要通过时间之河和涅槃死地提升血脉的话，就只有深入兽族大本营或者特殊转盘。火！你是想说涅槃死地有给你续命的火系圣物吗？长大。行了，闭嘴吧，主人会帮你快长大的。随后江毅又拿起 S 级的天赋石，准备捏碎天赋。按照末日游戏正常的发展规律，红色转盘的首抽本该是由职业者去完成，可能我这波属于是步子跨太大，领先太多了。随后他又尝试了其他天赋石，果然只有首抽橙色转盘奖励的天赋石才能捏碎。不错，一个强攻型天赋，一个空间系天赋。你怎么进来的？不知道啊，我一脚油门就到这了。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好，我抽完奖就去。还有18个橙色转盘和一个红色转盘，不过其中12个橙色转盘都是用来抽长生丹的。在抽奖之前，将一根小灯丝从巢穴空间赶了出去，让他自由活动。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他这是在偷窥什么？你看够了没有？你好，我是长教鹅。战力榜第1的江毅是我男友。哦，那看来你的男朋友他似乎控制欲还挺强。这有血的感知怎么会那么敏锐？连长焦娥身边有窥探之眼都能感知得到。照这架势，那2人该不会还能谈成什么合作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江毅将19个转盘全部抽取了，一共获得了如下5个。这么的红色转盘出品的技能卷轴，竟然也是死活撕不开。罢了，出去看看，先把秦湖凶兽世界打通。第2轮游戏开始后，应该又爆发过混乱，死了一批人。那只巨无霸淤泥怪似乎变成了一群淤泥怪，感觉更支持了。就当张啸天准备解决最大的一只淤泥怪时，淤泥怪身前却突然你想干什么？你，刚刚是你帮淤泥怪挡开了张啸天的致命一击。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确信了这个江毅就是排行榜第1的江毅，所有人也都在反思自己有没有得罪过对方。为何要挡下我的攻击？我们重新再谈谈吧。江毅是吗？现在轮到你想和我谈了，可惜啊，现在我却不想和你谈了。我说过，希望你在陨落前不要哭着喊后悔。灯丝火海，小傻逼，不愧是你啊！他喵的直接被人给拐跑了。灯丝火海。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所有人全部陪葬吧！混沌火域开！他妈的，给我开呀！开呀！开呀！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开。来吧，灯丝火海！我操！都没谈完呢，怎么就急着要跑呢？这尼玛，这是层级道具，此属人族界域末日游戏才降临多久，就这么出层级道具，而且就连我捡到的那枚逆天级戒指也是他的。你特么耍我？怎么就成我耍你了？不是你在真情实感的逗我开心吗？你说你想和我谈，老子就不和你谈。你不是很强吗？有本事你杀了我啊！男人只是随便出个道具就直接镇压了界域内的 BOSS。你觉得你杀得掉我吗？哥们，你看这是什么？区层级道具罢了，你以为凭它就能清除我身上的诅咒吗？那就试试吧。谈，我跟你谈。
早这么配合，不就省了这一出吗？现在既然要好好谈，那你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告诉我你的身份。你既然知道我身上有诅咒，那么应该也猜到了我的来历。你是来自其他界域的人族。江毅前世倒也隐约听说过，在某些拥有人类的兽族界域中，那些人类的地位当然就是生态链最底层，如同过街老鼠般的存在。还记得你说人族叛徒吗？其实我当时真是想笑啊。是啊，也只有你们人类界域里的人类玩家才会冒出人族叛徒这样的字眼，而在那些兽族界域生活的人类叛徒，请问你们世界里的宠物狗，它们去谄媚人族的时候，会被其他狗入视为叛徒吗？不会，因为狗对人类无法造成任何威胁，甚至它们要仰仗人类的鼻息而活，我们只能当狗、当奴隶、当服饰。我不是人族叛徒。所以你来自哪一处界域？那里最强种族叫什么？你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还是弄死我吧。如果我没猜错，是银角界域的银月族，他们的目标应该是界域核心吧？那看来这一处秦湖凶兽世界的界域核心，现在应该也在你身上吧？你是自己拿出来？界域核心。这还是第一次亲手拿到界域核心的。目前来看，这玩意儿似乎只有2个效果，一个是持有者幸运加1，另一个是掌管这一处秦湖凶兽世界的通道。虽然现在能将出去的通道打开了，但之前那场现实杀戮游戏可还没有结束。到现在为止，江毅都还没去完成第2轮的杀戮任务。第2轮任务失败的惩罚是抹杀，那可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那场现实杀戮游戏，你有办法将其终止吗？这话一出，一旁的张啸天下意识松了口气，因为他也没有完成第2轮杀2个人的任务，而且他也不希望这些人再自相残杀。其实以你的实力，走完整场现实杀戮游戏，你必然会是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而且只要你走完这场现实杀戮，最后能获得的好处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你看他们第1轮获得的天赋，那不过是开胃小菜。现在是我选，不是你选，你只需要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终止这场试炼。不愧是大佬，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命，放弃了最终丰厚奖励。江毅放弃最终丰厚奖励，这使得不少人看江毅的眼神都带上了敬意，但也有少数人心里猜测，江毅只是为了他口中的恩人张啸天也能够活下来。防止你耍什么花样，我再给你打个精神烙印，就算你说谎，我也能感受到。终止这场游戏的难点在于，你需要集齐被游戏圈定的所有人，共同完成解械仪式。解气仪式？没错，这个特殊仪式我可以负责完成，但你需要将参与游戏的所有人集齐。人集齐了，接下来呢？接下来，能先放我出来吗？有精神烙印在，界域核心也在我手里，应该没事。首先，第1步，我需要采集你们所有人少量血液，用以绘制召唤阵。第2步，我会召唤出一座解械祭台，而我们所有人需要在30秒内将自身血液注入祭台之中。第3步，在祭台变异之后，我们需要在3分钟内摧毁解械祭台。需要注意的是第2步，若有人没在30秒内朝祭台注入血液，则可能导致其他人被祭台吸成人干。江毅大佬愿意放弃试炼游戏的丰厚奖励，解救我们所有人，已经是仁至义尽。这场解气仪式若真出什么差错，最后倒霉的只会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在场诸位都是聪明人，应该不会有谁想不开，去搞什么小动作，害人又害己吧。尚清华这话说的很有道理，所以玩家们纷纷点头。只是关于这场解气仪式，我个人觉得，如果真的有人搞小动作的话，那么那个人应该是江毅大佬你。毕竟关于解气仪式的说法，完全来自这位身份特殊的黑袍玩家。虽然大佬你说你对他使用精神烙印，可以分辨出他是否说谎，但其实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是被隔绝在你们2人之外的。如果你们2人背地里有什么合作，才做了这么一场名为解气仪式的局，那么我们所有人岂不是都要被你们合作阴死了？这位学霸同学，我想你可能是想错了。我并没有要当任何人的救命恩人的想法，所以你也不必拿救世主的道德光环拿捏我。至于你心中的怀疑与顾虑，要消除也很简单。大佬我错了。这位同学的顾虑已经消除了，现在还有谁觉得我值得怀疑的，尽可放心站出来。黑袍人将全队353号人的血液收集在桶中，然后又拿出一只诡异使其把桶中的血液全部吸干，接着又取出一张暗银色卷轴，最后在卷轴上画上咒。
就各位做好准备。就是现在，大家敢站上，将华山的头按到祭台之上。这祭台好诡异啊，不会有问题吧？放心，祭台没有问题，现在一切都是正常现象。怎么回事？我的隐身天赋怎么没了？我的天赋也没了。我的也是。这个解析过程不仅会终止现实杀戮游戏，还会将我们的天赋给收回去。我好不容易获得的天赋不能丢了。哼，周一鸣死了。死就死了，现在谁还管他？是他自己活该。你冷静一下，他已经死了，放下这个人，放下这个脑残的感情，才是保全你性命的最好选择。王雪燕的眼神从难以接受的震撼，渐渐变成一片轰动，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解析仪式的第2步顺利完成，按照规条来说，第3步祭台变异，玩家们只要在3分钟之内将变异后的祭台摧毁就行了。这么强的压迫感，完成变异的祭台，真的是我们在区3分钟内能够成功摧毁的吗？就在祭台变异完成后，周朝人突然闪身跳到祭台最上面，仰天大笑。免得你污蔑我，我得拍照留下证据。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放转转上门回收了，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笔记本、手表都会叫个转转上门回收，他们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我那台 iPhone 15都卖了4400多，当场拿钱的滋味太爽了。要我说，奔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好，我一会儿就去。傻逼江毅，还特么精神烙印！你以为区精神烙印就能控制住我吗？那你可就太小瞧我了。你该不会真的蠢到以为整个解析仪式就像我说的那么简单吧？你觉得凭你一个连职业者都不是的傻逼，就能随随便便摧毁祭台吗？此时的黑袍给人很疯癫的感觉，只是江毅的脸色却平静到了极点。看在你要死的份上，我也不追究你骂我的事了。你等解气仪式完成后，要和我来一场更为公平的谈判。我想现在正是你要的谈判时机了。之前你们很多人都说我是小丑，但你们可知，在银角界域，我可是那些如蝼蚁般的底层人族玩家眼中强大、优秀、光荣的存在。他们都以人族除了我这么优秀的人而倍感骄傲。因为即便我是一条狗，但我的主人那可是高贵的银月族。我之所以能如此优秀，是因为我有一位比我更优秀的老师，他以人族的身份获得了高贵的银月族的尊重。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老师和我说过，即便人族初始寿命短暂，即便没有初始天赋，即便初始血脉低得令人发指，但人族一定是无数种族中唯一最强的存在。因为所有兽族都能幻化人形，或许就是一个佐证。小时候，我很相信老师的说法，相信人族比这世间所有种族都更强大、更尊贵。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我经历很多事，我开始觉得老师是骗我的，甚至他可能自己骗了自己。但现在我见到了你，我又觉得或许老师没有骗我。所以现在我们最后的谈判是，我希望终有一天你能向万族证明，我的老师没有骗我。这人似乎在做最后的决定。我叫吴奇，有无的无，其实吴奇在讲解仪式的第3步时，江毅就已经察觉到吴奇撒谎了，但精神烙印却没有反馈出对方的恶意，又结合吴奇之前的一些奇怪言论，所以江毅猜测吴奇在身份暴露后就没打算再回银角界域。应是否绑定不死诅咒？否。之后江毅用影分身研究黑符时，发现那黑符在没有绑定的状态下只有一个空间功能，而那黑符空间和他空间手表的空间还不太一样，里面有着一片焦黑的土地，长着一颗嫩嫩的芽。或许是因为没有绑定黑符的缘故，江毅又无法触碰黑符空间里的芽，至于其他东西倒是可以拿出来。这面具，这尼玛，这不就是传说中千面之神戴在脸上的面具吗？所以前世张啸天也经历过这场现实杀戮游戏。那当时他们是怎么让杀戮游戏终止的？如果是之前，江毅肯定死活想不通，因为张啸天肯定是干不过吴奇。但现在见证了吴奇的现身，便不难想到了。张啸天这人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前世的吴奇多半是被张啸天的嘴遁给感化了。如果没猜错，这应该是能将人定向传送到银角界域的定向传送旨。前世张啸天应该去了一趟银角界域，甚至很可能吴奇的那位老师成了张啸天的老师，所以张啸天才能一步一步最终成长为人族6神之一的千面之神。这些东西就先不交给张啸天了。若真是我想的那样，吴奇的老师是那种引路人一样的存在，真要找个接班人啥的，到时再换张啸天上。
大佬召集大量马烙去救自己的男友，现在男友却被自己召集的小头给打，他却不肯反思的脾气。是周渝民自己该死！大佬，你明明说过不允许任何人搞小动作，周渝民会有现在的下场，是他死有余辜。我之前确实被他迷了心智，但是大佬你放心，我现在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一位来自异域的人族玩家都能为了人族的发展而牺牲自我，而我生在人族界域，若还拘泥于小情小爱，就真的太该死了。我往后余生一定为壮大人族尽我的一份力，求大佬给我一条生路。行吧。谢谢大佬。不用谢我，要谢谢他。在场所有人都应该谢你，也包括我。即便没有我，你也一样会终止现实杀戮游戏。相信我，我看人很准的。不过，你相信吴奇说的，他的老师没有骗他吗？相信，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小米加步枪真的打赢过飞机加大炮。张啸天静静与江毅对视片刻，突然敬了一个军礼。这一礼，敬前辈，敬后生，前辈可敬，后生可畏。这一礼敬你，加个好友。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等我3天，最多3天，我给你带一条好消息。好，等你3天。这3天不要去探索无尽海。之后，江毅将吴奇的尸体收入空间后，又用戒指开启了潜入凶圣世界的通道。这一张签面多半只是正版签面的某一面而已，否则真要是多了不起的神器，怎么可能随便给到吴奇？应是否使用吴奇之面？否，不然还只有24小时的时效。也就是说，使用这张吴奇之面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与吴奇老师的对接。接着，江毅继续清点起飞服空间中的物品，其中还有5张卷轴，一个坏人罗盘。嘿嘿。这果然是廖远峰的肉体。江毅在他击杀李守德，飞符入侵廖远峰的当时，廖远峰应该还没被吴奇夺舍。那个时候的飞符应该只是作为戒指老爷爷般的道具，附着在廖远峰身上。只是后面廖远峰的传送符被关灵夺走，被鸟兽围攻的时候，那种生死危机之下，吴奇才夺了他的身体。随后，江毅取出3张醒尸符，直接对着尸体的脑部烧了一张。也不知道显出来的是廖远峰的记忆，还是吴奇的记忆。根据信息判断，吴奇确实是在廖远峰即将死亡来的时候夺舍的。他换了一身飞袍，捏了一颗甜水球，并直接填入死核中。只是后面吴奇刚在死核里将 BOSS 干掉，拿到戒与核心，结果江毅脑洞大开，搞了火烧沼泽那一出，吴奇差点没被炸死在沼泽爆炸之中。难怪他都要现身了，还要骂我。同一个尸体一般只能使用3张醒尸符，这第2张效果就差多了。第2个画面是没有声音的，那似乎是一处密室一样的空间，一个外表看上去也是人族的生物将那张无奇之面交到吴奇手里，最后似乎是吴奇举着手郑重其事地发了个誓。那人有一定可能是吴奇的老师。第3张醒尸符的效果更差，暂时就先不用了。这3蓝2紫的转盘品质都挺高的，负面效果就1、2个。罢了，都留给张啸天吧。怎么还没有换到紫色转盘？在交易词条下，骆长青倒是留有一段话。另外，就是在江毅触发世界公告之后，骆长青发来的消息。如果我没猜错，大佬应该捏不开触发世界公告奖励的天赋石吧？我这里倒是知道几个增加捏开天赋石概率的方法，不知大佬可否来江滩一叙？另外，这里有几个紫色转盘选项，其中有力量增幅、体质增幅、速度增幅、精神增幅，大佬或许会感兴趣。是数值增幅还是百分比增幅？都是百分比增幅属性的强力技能，大佬感兴趣的话，来江滩一叙。除此之外，我们这里还有1张天赋觉醒阵轴，以及一处能够全方位增幅属性的特殊福地。你哪来的天赋觉醒阵轴？我们4大公会其实都击杀过兽族玩家，底蕴方面或许能给大佬不少惊喜。行吧，0点之前我会去一趟江滩的。大佬等等，那处短期增幅全属性，并且能帮您增加觉醒天赋概率的特殊福地是存在实现的。如果您是想在今天内捏开天赋时觉醒天赋，最好要比日落还早1、2个小时过来。OK。之后，江毅又去公共交易区收购了一波转盘，然后进入张3身份，也全部堆满。没想到张3这个身份也能指定转盘奖励，看来这个特殊能力是驾于特殊规则之上的。既然陆长青那里还有天赋觉醒阵轴，那我就先试试能不能将这块 A 级天赋石捏碎。全区最强的男人，就是所有人
丁，恭喜你觉醒 A 级天赋燃寿。卧槽，这竟然是燃寿天赋！如果是放在一般人身上，燃寿天赋可能连 C 级天赋都不如。但江一现在每个小时都在服用橙色级长生丹，每次都能增长几十万的寿，所以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神迹。不过当财大气粗的江一试验时，却让他兴奋的心情瞬间邪火，因为直到他燃寿前，才增加了一点属性。这尼玛开什么玩笑？等于要4000年寿命才只换来全属性+1，还这么只能持续1分钟，这不搞心态吗？对了，试试在属性突破上限的状态下，能不能捏碎 S 级天赋石？这次江一同样是吃奶力气，可依然捏不碎 S 级天赋石。能撕开的那张红色转盘抽出的 S 级技能卷轴，这次倒是撕开了。丁，恭喜你获得 S 级技能混沌之躯。心态终于平衡了。随着江毅切换成张三身份，穿上隐身斗篷，带着小灯丝，便离开了秦国寻找世界。为了开展无尽海的探索行动，如今的小滨港公园外的那个江滩，这会儿几乎快成特殊军事基地了。4大公会的强者在此处重重布防，所以一路上有很多10级玩家也纷纷响应论坛号召，前往江滩。丫的，这家伙好嚣张啊！他又过来了，松哥，你快想想法子啊！行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感觉车顶应该有一个人真正受胯下之辱的，该是他才对。松哥，是你干的吗？不是我。特么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对老子的坐骑下手？特么的说你呢，还不赶紧给老子滚出来受死！松哥，这次是你吗？不是。朋友，你刚刚看到我车顶有人没？没见你车顶有什么人？难道是隐身？不应该啊，这附近被4大公会布置了勘测罗盘，应该也不太可能存在隐身项不被勘破的。因为这路段距离江滩已经很近了，再加上沿路都有4大公会设置的密封监控，所以很快就有维护秩序的人员过来了。这车顶肯定是有人的，不知阁下可否现身一叙？现身就现身，竟然真的是隐身。还有保命手段吗？我叫涂飞宇，我爸是战力榜上的图哥。我不过是搭个顺风车去江滩，那个什么飞宇自己不长眼，非要从我头顶上飞过去。像我这种10级强者，正当防卫一下，应该没什么刑事责任吧？没有，当然没有。既然如此，那我继续搭顺风车去江滩那边，你们没意见吧？那个大佬，您不如搭我们的顺风车。对了，还不知道大佬怎么称呼？我叫张三。张三，没在3大榜单上见过这名字，假名字吗？那个大佬，江滩那边会对这次无尽海探索行动的玩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身份核验。不过大佬你放心，我们的身份核验并不会要求展示数据面板，而是有一个专门的道具，会检测出玩家的姓名、等级。这点程度的幻术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抱歉，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竹月公会4大会长之一的知玉堂，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不叫张三，而是叫江毅吧？你们不是说有什么检测身份的东西吗？检测一下不就行了吗？费这么多事。这竟还真是张三。你说的是战力榜第1的江毅？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等下次战力榜更新，我张三之名将会空降战榜第1，而区区江毅，我张三弹指可灭之。男人献祭大量寿命，将小号属性叠满，又扬言要将大号踩在脚下。区区江毅，我张三弹指可灭之。我记得论坛上看到你们竹月公会还挺大方，说只要江毅肯去江滩，直接白送他一枚特殊转盘。
区江毅都能白得一枚特殊转盘，那我张三吊打江毅，逐月工会又该怎么说？这个还需要我和另外2名会长共同商议。您先跟我们回基地吧。另外2名会长？可我记得逐月工会不是有4位会长吗？我们其中1位会长主动跟着前一批探索无尽海的队伍出海了。哦，原来如此。江毅也没继续追问，因为他猜到那位主动出海的会长多半都是堂客了。真希望他能从无尽海域中活下来啊！不知张三兄能否接受我们使用一个名为因果接玉的道具？这个所谓因果接玉，是我们从特殊转盘中抽出的特殊道具。所有被笼罩在因果接玉范围内的生物，一旦增加杀孽，便会受到反噬。这个道具的使用，能够有效避免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你们不都已经悄悄使用了吗？还问我能不能接受？果然瞒不过大佬，这也是为了我们能和平相处，希望大佬不要介意。江毅没说话，跟着这群人进了一处特殊的密室房间，而在房间中已经来了5位玩家了。这位是图哥，战力榜排名第72。图哥，就刚刚那胖子的爸爸。我儿子飞宇性格是被我惯坏了，听说刚在来的路上得罪了大佬，我在这儿替他给你赔个不是。就只是赔个不是吗？这家伙这么嚣张，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使用了改变卡的江湖？刚刚的不愉快，我们4大公会也有责任。这样，听说张三大佬也想要特殊转盘，我便做主送你一个。咱刚刚的不愉快就此结果可好？兄弟，我不管你是真叫张三还是江毅，但请你别忘了，这里可是因果界狱，我都还没怪你杀了我儿子的10级凶兽坐骑，还浪费了他一个保命手段和1枚传送石，就已经是够给你面子了。你别给脸不要脸，得寸进尺。特殊转盘和这位图什么赔礼道歉的事，一会儿再说吧。骆会长倒不如先直入主题，说说看你将散人玩家中的佼佼者邀请到这里，甚至还用了那什么因果界狱，究竟是有什么目的？我们4大公会这一次召集10级玩家，本意确实是探索无尽海域，但在今天上午，我们按流程核验那些10级散人玩家身份的时候，却发现了出乎预料的情况。不知各位可否接触过兽族玩家？难道你们是发现了伪装成人族的兽族玩家？不仅如此，根据我们当时的身份核验，那位兽族玩家的名字叫竹松。竹松，战力榜上排名第7的竹松。这样一位独行强者，竟然是隐藏于人族的兽族玩家。骆会长表情如此凝重，若非是连你也拿那竹松没办法。虽然战力榜的排名并不完全决定对战时的胜负，但兽族玩家的成长速度一般都非常迅速，所以我怀疑在下次榜单更新之时，他的战榜排名很有可能超越我。其实我是希望大佬你能向我们坦白身份，如果你真的是战榜第1的江毅，那我们解决那位兽族玩家的胜算才更大一些。我张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改名卡那玩意儿我从未用过。等榜单重新更新，你们就会亲眼看到我张三之名是如何将江毅镇压的。不过骆会长想让我坦诚，可你们4大公会对我坦诚了吗？关于那位兽族玩家的来历，骆会长难道没有其他想说的？在座各位知道那些被各势力圈养的废物为什么叫兽流虫吗？这个问题有什么特殊的吗？底层废物被叫做兽流虫，不是因为凶兽界的废物叫兽流虫吗？这不就相当于套用猪狗、牛马之类的词用来形容一个特定人群吗？看来骆会长是准备由我说出这个秘密了。其实这个秘密甚至关乎着4大公会的发展，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一起守住这个秘密。你们知道兽族玩家是怎么来的吗？其实兽族玩家的出现和人类出现正式玩家应该是差不多的原理，说白了就是某只凶兽完成了非正式玩家向正式玩家的转变，而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可能是某只凶兽机缘巧合获得了升级命牌。不过经过我们4大公会长时间的探索发现，有些凶兽即便不使用升级命牌，也有一定概率自然进化成兽族玩家。而这一类兽族玩家大概率是从兽流虫转变过来的，他们进化的种族稀奇古怪，其初始天赋也非常随机，而那位竹松应该就是兽流虫进化而成的兽族玩家。好家伙，没想到兽族玩家竟然还有这样的心理。只是关于兽流虫向兽族玩家的进化，为什么只有你们4大公会如此了解，其他人却没有发现？我猜应该是兽流虫在自然情况下的进化概率很低。难道是你们掌握了一种人工干预的手段，可以提升兽流虫的进化概率？于是你们培养兽流虫，让他们进化成兽族玩家，然后你们击杀那些兽族玩家，就可以100%爆出转盘，
甚至很可能市面上的紫色转盘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才爆出来的。甚至你们还可以培养兽族玩家击杀人类玩家，也能100%爆出转盘的事情。而那个竹松其实根本就是你们用兽流虫培养出来的兽族玩家，只不过他实力更强，你们玩脱了，现在局面失控了。你先别太激动，4大公会确实培养了兽流虫，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快速击杀兽族玩家，获取转盘。但我们还没有黑心到利用兽族玩家去杀人爆转盘，包括那个竹松也并不是我们4大公会培养的。我就直说了吧，那些由人族培养兽流虫而进化成的兽族玩家，他们不仅可以使用江城的聊天频道、论坛频道，甚至还可以上3大榜单。所以检测到那个竹松是兽族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他应该也是由人工手段干预用兽流虫培育出来的兽族玩家，所以他很可能是其他组织培养的，并且根据竹松的实力，我们推测那个组织已经被竹松给灭了。老大，你看聊天频道银霜俱乐部被灭了，女人将兽流虫培养成内强，靠着其强大实力谋得一方江山。对方为了资源，挥刀。竹松挥动着刀，一路向红酒分一般在银霜俱乐部上。诡异的是，那些昆体在死亡后不久，竟又一个个重新站了起来，缓缓地向着同一个方向汇聚。那些会动的昆体是丧昆吗？那些昆体应该是屠戮银霜俱乐部的幕后之人在操控着。论坛上有人说，屠戮银霜俱乐部的很可能是江毅。根据论坛上的信息来看，不过就是大家认为江毅突然霸榜第一，是靠着这种不正常的手段获得的力量。说江毅是魔修，是大魔头。这群键盘侠还真厉害，搞得我都有点相信我是大魔头了。如果按我们猜测，若银霜俱乐部的幕后黑手真的不是江毅，而是强大的兽族玩家，那么我们说不定可以想办法与他合作。和谁合作？江毅吗？你怎么会想到和江毅合作？我是说，我们与兽族玩家合作。银霜俱乐部的魏凌霜发帖，关于本次银霜俱乐部被灭的一些重要信息公布。帖子的内容中，魏凌霜首先就将江毅是大魔头这个谣言给澄清了，并且他还爆出竹松是兽族的身份，其掌握着一项献祭昆体就能获得道具的恐怖能力，呼吁大家一起对付他。大佬，您之前一口一句吊打江毅，不知道您有没有把握打断那兽族玩家的献祭，并将其击杀？无人，你怎么来了？我来找停车位啊！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好，我开完会就去。对了，停车位在外面。以这位兽族玩家的特殊性，击杀他爆出的紫色转盘品质应该很高。骆长青现在仍然认为张三就是江毅，所以他又将紫色转盘提了一提。我记得那个竹松，他上午响应号召来江滩，似乎也是迫于转职的压力，才想要探索无际海域。包括这一次，我估计他也抢了银霜俱乐部的蓝色职业转盘。那么我在想，他这次献祭是不是想要更高级的职业转盘？怎么说，银霜俱乐部里的那些都是我们人类同胞的昆体，就算真献祭出更高级的职业转盘，最后又被我们得到，但使用那种沾着同胞鲜血凝出的血色转盘，你们心里就不膈应吗？说得冠冕堂皇，这都什么年代，谁还管你那些？骆会长说的对，不论那场献祭最终能得到什么，我们都应该阻止他。严思说完，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地说了几句，唯独到了狂徒张三这里却有所不同。哎呀呀，既然如此，那真是可惜了。张某与各位道不同不相与谋，希望等我拿到更高级的职业转盘后，诸位不要自己打自己的脸，求着我买人血馒头吃。张三大佬，不论如何，大佬你愿意在对抗兽族玩家这件事上出力，就已经够对得起江城玩家了。这里是5块特殊转盘，大佬你可以自选1块。若你真能解决此次兽族玩家的危机，4大公会愿再以4块紫色转盘当做谢礼。嘿嘿，那就谢谢了。那什么，大佬，之前我儿子的事确实是他的问题，还有我这人脾气暴，说话也不好听，还望大佬莫要见怪，这是一点心意，希望大佬不计前嫌收下。好说好说。骆会长，你说他真的能顺利解决这次竹松危机吗？那场献祭恐怕不是我们说阻止就能阻止的了。你们看影像里又出现了大量凶兽。
与此同时，隐藏在银霜俱乐部附近的魏凌霜和其他幸存者也同样震惊，四面八方的群众纷纷从混乱之地朝着他们这块区域聚集而来。想起之前大学里的那场受潮，当时也是这么绝望，觉得自己死定了。后来是江毅救了我，如果战力榜第一的江毅真的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江毅就好了。哼，那头熊似乎和其他熊兽的气场不一样。长焦鹅的司机，这头熊的眼神和长焦鹅司机的眼神一模一样，难道这背后还与失踪的长焦鹅有关？如果你也想尽快转职，或许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谈谈合作事宜。男人在密室中开启转盘恭喜你获得身份序列。世界公告，恭喜玩家江毅成为首位身份者，获得奖励序列卷轴。区域公告，恭喜玩家江毅成为首位身份者，获得奖励序列卷轴。世界公告，恭喜首位升到11级玩家金不离，获得奖励全属性加11。一连3则公告，使得江城聊天区很快便炸开了锅。不过紧接着，外界的金不离又发布了一则世界喊话，其中讲述了身份者的概念和其对应的秩序之地中的一些规矩，最后就是他希望江毅能把序列卷轴交易给他。这金不离懂得还挺多啊，不过可惜还是被我抢先得到了序列卷轴。序列卷轴的使用分为召唤模式与挑战模式2种，若选择召唤模式，可以随机召唤出一尊比自身等级高出10级的兽族辅助战斗，持续时间为半个小时；若选择挑战模式，则会随机召唤出一尊等级与玩家持平的兽族生物。而玩家若能在半小时内成功战胜该兽族生物，便可以获得一个对应的化形能力。小登斯，如果我使用序列卷轴随机召唤出10级的兽族，你有把握应付吗？把握有9成9。9成9的把握，那应该是问题不大。等打完这一战，爸爸就给你找活活吃。活。随后江毅直接将序列一瞬间从序列卷轴中窜出的黑气直冲天际，更诡异的是，原本大人也纷纷在这股恐怖威压之下调转方向，匍匐在地。卧槽，那是龙！我特么不是在做梦吧？凶兽之中真的存在这种级别的生物吗？你真的有9成9的把握干掉他吗？999。仿佛天上挂了10个太阳一般灼热，黑龙被小灯丝烧得到处乱窜。这一战应该是稳了。这烟有点烧不动了，还能再坚持5分钟吗？天启。今日排行榜数据已更新。江毅快速的扫一眼转盘中的选项，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立马进入了巢穴空间，在交易区买了10块蓝色转盘，又抽出了10张10级的坐骑。恭喜你抽出特殊奖励合成塔。虽然合成坐骑卷轴很亏，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坚持不去啦！来了！换个10级燃兽。我尼玛，你直接把人家烧成了古龙，这就是你说的坚持不住。糟了，该不会连规则级的坐骑卷轴都无法收服这只黑龙也？糟了，我破不开这卷轴，我该不会真的成为别人的坐骑吧？要不我直接投降，只要投降了就能结束这场序列挑战，之后我应该会被传送回去。恭喜你序列挑战成功，获得化形能力黑龙王梵天。这就成功了，我并没有战胜他啊，难道是他自己投降了？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还被禁锢着？快传送我回去啊！卧槽，刚刚是什么情况？刚刚站在龙头上的是江毅吧？江毅回到巢穴空间后，整个人都有些虚弱，这是化形能力的后遗症。如果是在秩序之地使用化形，应该就没有这样的后遗症。江毅能成功化形，靠的是燃兽天赋，否则当时还真撑不下来。不过这次化形让他最为惊喜的是，
之前燃寿4000年才换的1分钟全属性+1，化形后只需要400年就能打。这一张序列卷轴就先不用了，遭不住这么折腾。张小天怎么从排行榜上消失了？来人开启转盘抽奖。恭喜你抽出特殊奖励卫冕之冠。使用卫冕之冠后，可以10属性进行倍增，最少增幅1倍，最高增幅9倍。全属性一口气增幅了5倍，美滋滋啊！嘿嘿。剩下的这块转盘中，只有许愿卡和赐福卡，对我意义不大，先留着吧。这张啸天连消息也不回，难道真遭遇不测了？不会的，他不会这么容易死的，或许是遇到了什么机缘。随后江毅又从交易区收了个蓝色，抽出了一件能防御一些敌人探查的缥缈衣服。江毅将它给影分身穿上后，这才起身去。出现了，江毅出现在银霜俱乐部上空了。这事要和竹松谈合作了吗？但就算要谈，江毅应该也占据上风。毕竟竹松招来的那些凶兽，在苦攻威压之下，根本都抬不起头。不是说要谈合作吗？怎么这会儿当起缩头乌龟了？这样可以现身了吧？是威灵霜，威灵霜是怎么敢出现在那兽群之中的？不是本人，那是一道投影，是他专门投影到了江毅跟前。江毅，好久不见啊！有事？我来是想提醒你，那个竹松很可能没安好心。就在他以转职为筹码找你合作之前，我亲眼看到兽群中有一只巨熊，那应该是长焦蛾的侍从。你应该知道什么是侍从吧？你说的巨熊侍从是长焦蛾去接孙浩时给他充当司机的那位，对吧？魏凌霜下意识点头，可很快他震惊地望向江毅，他意识到当时的长焦蛾身边很可能有江毅的窥探之影，这也意味着他向孙浩投毒的事也被江毅知道了。他不愿自己的阴暗面被江毅看到。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你看那边，那女人说的没错，在我发帖找你合作之前，这位长什么蛾的就来找过我了。长焦蛾不是从3大榜单上消失了吗？为什么他还活着？难道是竹松打听到江毅和长焦蛾曾经的男女朋友关系，所以用一个假的长焦蛾来威胁江毅？你能看出来吗？这个长焦蛾会不会是假的？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什么恩怨，但就算这玩意儿是假的，也和我没有关系。放心，这个长焦蛾是真的。江毅，你还记得那年平安夜吗？那年江城难得的大雪，我们一起在雪地里堆雪人，你还记得我们在彼此的雪人上写下的愿望吗？江毅当然记得，他和长焦蛾之间最初是长焦蛾主动的更多，之后互相有好感，日常的相处趋于暧昧，只是迟迟没有捅破那层纸。那年平安夜，他们一起堆了2个雪人，长焦蛾提出要在彼此的雪人上写下心愿，但是谁也不许偷看。不过后来长焦蛾耍赖，他找借口将江毅支开，偷看了他写的心愿。偷看的人奖励一个男朋友。由此2人才正式确定了交往关系。而那段记忆里，江毅后来也看到了长焦蛾的希望江毅永远宠我、爱我、保护我。我们之间真的哪怕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你当时杀我的时候，难道就不会有哪怕一丝丝的难受吗？抱歉啊，并没有。所以我就罪该万死吗？我们曾经的一切就该被全盘否认吗？甚至你杀我1次也不够，偏要再杀2次、3次、无数次，见我1次杀我1次吗？虽然，但是现在这次好像不是我要杀你吧？所以我可以理解成你是想求我救你吗？如果你要救人，我可以把他放了。不过这玩意儿，他好像是要害你来着。如果你不想救，我可以把它献祭了。正好我的这场献祭大典需要一个鲜美的活人祭品。你在论坛提到的所谓合作，就是和你的献祭大典有关？是的，现在整个江城区能阻止我完成这场献祭的只有你，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达成一致，共同促成这场献祭。当然，基于你的实力，我愿意做出一定让步。第一，献祭得到的职业转盘，我只使用1次，剩下由你支配。第二，这次献祭过程，除了已经死去的人类尸体，以及这个与你有仇的活人祭品，我不会再对其他人族玩家出手。第三，献祭完成度，准确说，待我完成转职之后，我会尽快想办法离开江城区，并且从此以后也不会滥杀人族。你能搞出什么颜色的职业转盘？得看运气，可能红色，也可能是金色。前世即便是江城区域升级后，人不界域也不曾拥有一块金色职业转盘，他现在就能搞得出来。一块高级职业转盘换你的一条生路，这交易我可以答应。女人和男人被绑在诡异圆柱上作为祭品，
这个独特的差别，念咒，整个银霜俱乐部附近朝拜的凶手都开始造反，满地的鲜血都肆意飞驰，主动朝着尸山出去。长焦娥终究还是死了。我的这一部分已经完成，很好，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长焦娥看着这句，眼底重新燃起希望。是的，这场所谓的献祭是有血。长焦娥以及竹松共同合作计划中的一环。长焦娥能得到的好处是死盾，从此以后，她在江毅心里便是死人了。至于献祭现场后面的事，则属于有雨和有雪的计划。走吧。偷看的人奖励一个男朋友。这一次的计划非常精密，他不可能发现的。怎么不可能呢？幻觉，对，一定是幻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次应该是偷跑的人奖励一个杀疯的前男友哦。为什么啊？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我真的十恶不赦吗？江毅，这时候的长焦娥，比起之前在尸山堆上，才是真正的失态。为什么？得让我想想。假死，死盾，然后卷土重来。原来人在最极致的绝望之下，真的会笑出来。我长焦娥有我自己的死法。说着，长焦娥摊开右手，掌心是一粒你大掌心。冰心斧，江毅，我知道我很自私，甚至可能喜欢你，也是因为我的自私。可惜啊，时间不会永远停留在初见，就算平安夜再美的雪，也终究是融化了。如果江城还会下雪，你将我埋进平安夜的雪里好吗？末日后的江城再没有下过雪了。长焦娥死后，一旁惊呆的侍从熊吉也死了。显然，他没有再耍任何手段。江毅下意识的想将那冰雕彻底焚毁。不过最终他没有。未来的事还是留给未来的我去决定吧。再者，之后若还能遇到唐珂，正好让他也欣赏一下长焦娥的昆体。另一边，如松的献祭大典也接近，那些聚集朝拜的凶兽纷纷开始主动放血。太诡异了，那些凶手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江神穿的好像是飘渺道袍，那衣服确实帅啊。可能是我误判了职业转盘品级之间的差距。如果只是普通转盘，刚刚那股能量绝对够将蓝色转盘进化成金色的。但是职业转盘，时由于在周一鸣之前抽出兽潮的地方，双目发红，眼神近乎癫狂的望着一块插入土里的血色罗盘。罗盘中心的位置是一块半透明的菱形晶体，其尖端冒有一点红色。为什么命运血晶变化这么小？所以是献祭的能量不够，蓝色职业转盘才只升级到紫色是吧？会不会因为我只是江毅的分加深才导致献祭能量不够？长焦娥没死，我知道长焦娥在哪里。那看看这先别杀我，我们之间原本无冤无仇，一切的根源都是长焦娥的挑拨。我真的知道错了，现在非常后悔。这个命运血晶是特殊转盘里抽出的道具，它和我是绑定的。如果我死了，这个逆天的宝贵道具便会消失。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为大佬你创造更多的价值。对了，我听有雪说过，有一种道具可以培养史诗，我甘愿当大佬你的史诗，只要让我活着。命运血晶，我没猜错的话，这玩意儿的效果是能掠夺他人气运吧？是的，命运血晶相当于消耗品，但是可以充电。当整个血晶从透明变成血红，我就可以拥有极好的运气。好运加持之下，抽转盘的时候几乎不会抽出负面效果。只要大佬你。难怪前世在乐天俱乐部的时候，只要有雨在旁边，我的运气就特别差。另一边，竹松意识到自己对上的只是江毅的影分身，便直接开启了紫色职业转盘的抽奖。绝境之下，男人开启职业转盘抽奖。丁，恭喜你抽出4星职业幻影魔术师。本来竹松还不希望这一抽竟让他抽出整个紫色转盘上最好的职业。这尼玛，这什么鬼啊！这个世界终于魔幻成我看不懂的样子了。幻影魔术师的能力这么强的吗？幻影魔术师虽然不弱，但竹松的实质强度却没提升多，所以古龙现在一剑一息，直接就将竹松给炸了出来。我让你跑了吗，朋友？现在该去江滩那边谈条件了。
啊，这就结束了？这他妈差距也太大了吧！主人，大佬，哟，美丽的魅魔小姐，现在换你来说说看，这命运血晶到底是怎么充能的？通过游学口中得知，命运血晶有3种充能方式。第一种是获得别人的好感与信任，潜移默化的抽取别人的气运；第二种是利用特殊的血祭之法，吸取亡灵的气运，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从兽潮爆发后才出现的原因。而第3种则是强行掠夺活人的气运。强行掠夺活人气运的话，首先需要培养一个巫毒娃娃。等等，我查查这巫毒娃娃是什么。哎，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电脑，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就对了。不过，我记得巫毒娃娃不是那么好培养的吧？其实这只巫毒娃娃的培育也是多亏了长焦鹅，一是它贡献了祝由谷，二是这3根银针。长焦鹅还真有你的啊！巫毒娃娃的培养需要情感寄托之物。江毅和长焦鹅交往时，便给了长焦鹅3根银针，说可以兑换3个愿望。没想到如今那3根银针却插在了巫毒娃娃身上。这命运血晶充能的过程，旁人不会有任何感受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被人察觉异常的情况，不过却出现过命运血晶被反噬的情况。反噬是指命运血晶的能量反倒被人吸走吗？我学习过期前战力榜第2的张啸天，我也非常确定我获得了他的好感。但诡异的是，他的好感并没有给我的命运血晶充能，反而使血晶上的红色能量变少了。你和张啸天是怎么认识的？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我现在不清楚张啸天的情况，但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问题很大，不仅仅是气运的问题。我和张啸天是在末日游戏刚降临的时候认识的，末日游戏降临之前，我在钓场钓鱼，而张啸天就坐在我附近，但那家伙虽带着渔具，可又不钓鱼，像是在等什么。然后重点来了，末日降临的时候，我们那个鱼塘刚好就是凶兽入侵的通道。当时下场就有一大波入侵，可就在所有人都很慌很乱的时候，张啸天的反应特别镇定，别人都在咋咋呼呼的逃命，他却甚至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他很快就抽出了升级命牌，所以我猜测这个张啸天他有没有可能是个重生者。另一边，江毅分身带着半死不活的竹松，直接来到了洛长青面前。和紫色职业转盘可以交给你们4大工会处置哦。我的要求也很简单，第一，紫色转盘我要任选10个；第二，交易区私聊时你提到有一张天赋觉醒阵轴归我了；第三，你之前提到的特殊福地我要使用1次；第四，特殊转盘我要10个。前2条没有问题，至于第3条的特殊福地，还是只能在白天使用。我白天再来一趟就是。那第3条也没有问题，但是第4条，我们4大工会恐怕实在抽不出10个特殊转盘，主要这榜单全是您占着，我们拿不到啊。没事，10个特殊转盘可以分期付款，先给我5个，剩下5个以后再给。接下来几天我可能会离开江城区，这个期间榜单第1的位置就会重新落到江城玩家手里，如此你们自然就有获得特殊转盘的机会了。那行吧。虽然江毅的要求让洛长青肉疼，但得到一个紫色职业转盘以及一个掌握着给道具升阶能力的兽族玩家，那肯定是更值的。你对张啸天这个人了解多少？我并没有接触过这个人，但是末日最初的那些天，他确实是霸榜第1的存在。中间第7天到第10天吧，他的名字突然从榜单上消失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死了。但第14天的时候，他的名字又出现在榜单之上，所以我猜他应该是离开过江城区，但是又回来了。他答应过我3天内不会探索无尽海域，那他又是怎么离开江城区的呢？之后江毅也没再多问，便直接让洛长青将能兑现的条件写。男人用俘虏换完资源后刚醒，女人就以昔日同学的借口想增进彼此的关系。你这个昔日同学好像还欠我一条救命之恩吧？除此之外，孙浩还是我好友来着，结果你把他给毒死了。什么鬼？孙浩不是被长焦儿害死的吧？是了，在他艰难的时候，我们都选择了默不作声，如今又怎么可能还念及什么情分？对不起江毅，我们这些人都欠你一句道歉，真谢谢。你毒死孙浩的毒是什么来着？是一种蛊毒。又是蛊？蛊从哪来的？
江城有个养蛊高手，和4大公会也有过合作。他的蛊好像一部分是专盘抽的，一部分是自己养的。养蛊高手叫什么？叫许莲花，是个苗族姑娘，在长生榜排在末尾。等白天我再过来使用特殊福地的时候，顺便想要一只残心蛊，算是让你报了救命之恩，也让我报了孙浩之仇，怎么样？好。江毅之前试过，他的分身虽然可以指定转盘奖励，却无法启动普通转盘抽奖。他猜测应该是寿命原因，所以这次又准备试试能不能抽特殊奖。恭喜你抽出特殊奖励方寸玉。方寸玉的效果是将生物囚禁，其效果比成级的禁欲之牢强上数倍。被方寸玉囚禁的生物无法自杀，属于是寿命没走完，想死都死不了。许莲花手里说不定会有残心蛊，就算暂时没有，但我觉得江毅的意思应该是想结识许莲花。许莲花连4大公会的面子都敢不给，更别说你们了。要我说，魏凌霜你才是白长了脑子，以为和江毅是同学就能攀上关系吗？人家连正脸都不带瞧你的。说话的人叫李耀平，是汉江大学最早成为正式玩家的人。曾经在江毅的现实属性失效后，他就一直在打压江毅，甚至那长生丹方也是所以他看着江毅，这才看出来。江毅，我错了，我错了。知道错了就好。你原谅我了。你知道残心蛊的效果吗？不知道啊。放心，你会知道的。江毅的分身和本体汇合后，便将有眼的人体也囚禁在空间中，然后就会朝这空间去睡觉。我操！天机。来，数据面板看一下，你还剩多少寿命？咦，你寿命怎么自己变多了，连属性也增强这么多？龙，我吃了龙。哦对，你可是把黑龙给烧成古龙了。不对啊，说了给你火吃，不是立刻让你吃了黑龙的火吗？我也没骗你啊。天机。行了行了，爸爸今天的奋斗目标就是给你找火吃。嘿嘿，走。恭喜你抽出特殊奖励侍从卡，请问是否使用？使用。正在为你随机生成侍从。恭喜你绑定侍从钟青。嘿，伙计，你是个什么东西？会说话吗？轻点，主人轻点戳，当心你一指头把我戳死了。倒是个能正常交流的，不过一指头就戳死是什么意思？我全属性都只有1点，被随便戳一下都超疼的好吧？行吧，把你数据面板给我看看吧。我的属性不是万族常识吗？连这都要看？你的天赋没有等级？当然。钟青考虑到他的主人可能是酒漏鱼，随后又嘚瑟的补充道：我这个天赋属于是万族所有天赋中唯一没有等级的存在，这个含金量你能想象吧？属于是独断万古了。所以这个独断万古的天赋具体是什么效果？简单说来就是不会死，只要我不死就能一直活着。也就是说，虽然数据面板显示你的寿命只有1天，但实际上是无穷。没错。不过除了能活，你这天赋还有其他什么用吗？我这个天赋最牛掰的地方是用于转盘抽奖，并且我的状态栏其实是废弃的，也就是说，即便从转盘中抽出疾病、诅咒等效果，也直接对我无效。像那些高级转盘，我直接就可以为主人你省下千百万年的寿命，怎么样，屌不屌？我本以为我拥有指定转盘奖励的能力就很逆天了，但没想到我的新侍从更是连寿命都不用消耗。来，你抽一个我看看。白色转盘啊，算了，我就给你展示一下吧。看好了哈，我不仅可以免费无限抽奖，运气也是相当逆天的。别抽个长生丹出来。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难道这小鬼也有指定转盘奖励的能力，还是单纯像他说的运气好？继续抽，看看你运气如何。给爷抽长生丹，给爷抽一罐蜂蜜，给爷来一包奶糖，给爷来个雷霆宇宙战车。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长生丹有个屁用啊！主人你吃白色长生丹吗？钟青的操作直接把江毅给看傻了。虽说钟青只是靠运气抽奖，但这运气也太逆天了。算了，主人，这种低级的东西咱还是别吃了。来个金色转盘，主人，你看我给你抽金色长生丹吃。你到底是个什么物种？还有你们种族里的其他人也和你一样吗？
确认了，主人你果然是个酒肉鱼，连我大名鼎鼎的长生兽都不知道，还我种族其他人，我种族就剩我一个独苗了，好吧？还有这个不死鸟，应该也是个独苗了。它是不死鸟，也是独苗。对啊，要不是亲眼见到，我都以为不死族已经灭绝了呢。虽说它这个种族不会因外因死亡，但寿命却很容易自然耗尽。现在想来，或许在在什么？没什么，应该是设计规则，我说不出来。不过主人你可以理解成哪些生存艰难的种族都保留了种子计划，比如这只不死鸟和我这个长生兽就是灭绝种族残余的火种，所以主人你身上可是背负了2个灭绝种族的希望了。那你知道要怎么给不死族续命吗？这只不死鸟连个幼年形态都不是，这一阶段即便最普通的火也能给它增长些微的寿命。比如主人你所在的界域有没有什么火系圣地，也不用很高级，随随便便一个地级火系圣地应该都足够给它增寿了。那你知道涅槃死地可以给它增寿吗？之前小登斯对着答案之书上的涅槃死地这几个字反应就特别激动。涅槃死地当然可以了，而且涅槃死地本来就是不死族的圣地。主人，你要去涅槃死地吗？要我说，去涅槃死地，咱不如直接收服了涅槃死地。虽说一般种族收服不了，但咱有不死鸟啊，到时候涅槃死地就是涅槃圣地，有了种族圣地做后盾，这小鸟的寿命短期内都不用担心。而且主人你也可以反复使用涅槃圣地，提升种族血脉。你好像比我更兴奋啊！收服涅槃圣地是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身为侍从，看着主人好不是很正常。卧槽，主人你快管一管啊！这个发育不完全的蠢东西，他居然还打我，反了天了他！举好你个小不死的，居然敢谋害你长生爷爷，简直岂有此理！主人，这种微小不尊的熊孩子，必须得狠狠加法伺候，不然以后无法无天，必将酿成大祸。行了，从现在开始，我让你说话，你再说话，听到没有？认得这个不？别，我知道了。现在我问你，小登斯为什么那么生气？你想让他收服涅槃圣地，是不是还有什么私心？总结出中青这个话痨的意思就是，长生族和不死族在万族之中都是属于顶级的存在，所以两族一直就因第一这个头衔而不和，所以不死族有祖训，不允许长生族踏足。还有答案之书上面提到的时间之河，则是长生之河。这次是紫色啊，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啊！一边去，这是个转盘，我自己抽。恭喜你抽出奖励，属性增幅 B 级。不愧是我主人，这运气快赶上我了。主人别呀，特殊转盘这种东西不是咱们这种幸运儿该碰的，万一抽中强制抹杀，那就完犊子了。给爷来一张合成卡。恭喜你抽出特殊奖励。这难怪我和不死族都选择了这个人类作为主人，这是何等的气运啊！你说，如果我用合成卡获得规则级的属性增幅技能后，有机会捏开 S 级天赋石吗？主人，你可能理解错了，真正影响天赋的并不是属性，而是生命层次。属性的突破只是带来生命层次的伪提升罢了。那意思就是捏不开了。算了，架势都摆开了，干脆这个了。这箭头我能撕开吗？恭喜你获得技能属性增幅 X 级。因为特殊转盘抽出的合成卡是直接与主人你绑定的，所以用合成卡合出的道具，主人你当然可以直接使用。也就是说，用合成卡合出的东西，我使用起来没有任何限制。那如果我将10枚 S 级天赋石合成呢？不是，这倒也算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办法。终于找到了一条在提升血脉之前就能迅速崛起的康庄大道了。这尼玛全属性12万，比小登斯的8万都高了。是时候去一趟斗兽场进货了。恭喜长生基地首个完成区域升级，获得奖励特殊建筑长生塔。没想到长生基地这么早就完成了区域升级。男人刚把属性提升了，就迫不及待斗兽场进。江毅来到斗兽场后，很快就拿到了第7连胜，但是也把之前说要狙击他的那些人的目光有点吸引过来。10米，好家伙，老狙击手！上次那个北雾的一命10连胜，好像就是被10迷狙击掉的吧？这个10迷早就升到10级了，只是一直卡着没有转职罢了。而北雾哥哥只是刚升到10级，
和这种10级老手对战，明显是吃了大亏的。对了，给乌哥哥准备什么时候转职啊？转职这事儿恐怕不宜太早。我来斗兽场前刚收到消息，据说4级虫族发现了连通人族界域的战场。人族界域现世，星空之火燎原。这一次，整个万族争霸的舞台恐怕要迎来大争之势。没有直接动用你那蹩脚的灯丝火海，你还算有点脑子。我也不废话，若坚持战斗，你将直接魂断8连胜；但你若选择谈判，我可以保你拿下一命10连胜。而谈判的条件，你应该也已经想到了。你也想要这枚戒指？只要你答应登上斗兽榜后，接受我向你发出的赌斗。不过你要怎么保我一命10连胜呢？如果你在第8场输给我的话，后面第9场和第10场就没有资格再匹配我了。你可能还不知道，针对万族斗兽场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名叫万兽堂。而我此刻正是代表万兽堂在向你谈判，只要你同意，后面第9场和第10场自然会有其他万兽堂选手负责对你的狙击。行吧，就算你们万兽堂确实可以保我拿下10连胜，可你们要怎么确保我完成10连胜后不会出尔反尔？你确实可以出尔反尔，完成10连胜后拒绝我的赌斗邀请，但这么做的代价是，从此以后你在整个斗兽场将彻底混不下去。请不要怀疑万兽堂的能量。那如果在10连胜后，我接受你的赌斗，但却在赌斗中将你反杀了呢？那这种情况，万兽堂又是否会出尔反尔？你是说你反杀我，就凭你的5000属性？其实你根本没必要想太多，答应万兽堂的谈判是你唯一的选择，毕竟以你的能力，根本不可能为不死族续命。你自己应该也很清楚，你手中的灯丝戒指不过只是一张仅有几天的体验卡。行，我答应你的赌斗。不错，你做了一个相当正确的选择。不过，关于赌斗，我还有个补充的条件。什么条件？既然是赌斗，我的赌注是灯丝戒指，那你的呢？行，既然你还坚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我满足你，到时我将以1枚金色长生丹作为赌注。长生丹那玩意儿，我可不怎么稀罕。既然是灯丝戒指引发的赌斗，那我希望你的赌注内容是能给不死族续命的火。那种火可以被用来赌斗吗？给不死族续命的火分为实火和虚火，实火对应的是各种火系圣物，而虚火则分兽火、地火、天火以及不死族的本源圣火。那你就随便拿点火系圣物吧，我也不挑。火系圣物是不可能拿出来的，不过我可以同意一火指的兽火作为赌注。一火指不够，我要10火指，只有拿出10火指的兽火，我才能确保你们确实有能力供养不死族。既然你要坚持，我就舍命陪君子了，但也希望你确实是个君子。恭喜你获得本场胜利，奖励积分10。恭喜你首次达成8连胜，奖励积分10万。听我的，现在就开始匹配第9场。接下来，江一很快获得了第9场的胜利，不过到第10场的时候，倒是碰到熟人。怎么样？我说会在第10场等你，果然就等到了你的第10场。放心，你不用太紧张，因为我也是万寿堂这一边的，甚至更严格来说，万寿堂与你谈判的任务是我花钱发的。等一切结束，那枚灯丝戒指也终将会落到我的手里。好家伙，原来他才是冤种本种啊！这第10场我会让你赢的，毕竟当信息网扒出你5000的全属性时，你就已经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了。恭喜见习选手江毅达成1命10连胜，获得奖励50万积分。当江毅很快便收到了10迷的赌斗邀请，但半个小时后，江毅拿着用积分兑换的转盘，就直接退出了斗兽场。第10场的战斗，你不应该嘲讽他的，让那些底层的废物自尊心最是脆弱。你什么意思？现在是没办成，准备让顾客背锅承担损失吗？我不是客服，你不用对着我闹。若2个小时后江毅依旧没有现身，万寿堂会有专门的客服和你商量后续处理事宜。卧槽，32个金色转盘，主人，你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我拥有指定转盘奖励的能力，但面对暗金转盘，我的金手指却不管用了。这个转盘上怎么有这么多暗选项？主人，你怎想不开兑换这么垃圾的转盘啊？你知道金色转盘上的暗选项究竟有什么秘密吗？秘密？
拥有暗选项的金色转盘也被称为暗金转盘。这种转盘的价值最低，一是因为幸运效果对它无效，无法增加抽出好东西的概率；二是暗金转盘上的暗选项几乎99%都是负面效果。显然，长生兽对暗金转盘非常嫌弃，但在江毅心中，这种暗金转盘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秘密。一是前世的他就是抽了10个暗选项的暗金转盘才成二是他拿着暗金转盘后，系统并没有提示他指定奖。你听说过有10个暗选项的暗金转盘吗？10个暗选项，那不就纯垃圾吗？全是负面效果的转盘，应该没有傻子会抽吧？不过我确实没听说过有哪个暗金转盘上是有10个暗选项的，9个的倒是听说过。还好这次只兑换了1枚暗金转盘。虽然长生兽抽奖不用消耗寿命，但也并不是100%能抽中想要的物品，还是我自己抽吧。用这个抽一个长生丹出来。就一个啊！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哦，嘿嘿。丁，恭喜你抽出奖励 S 级天赋石。丁，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将首次启动金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石 SS 级。区域公告，恭喜玩家将首次启动金色转盘，获得奖励天赋石 S 级。江毅这一操作又给聊天区添了一把火，但也在这时，长生基地的城主季彦平发布了一则世界公告。总结季彦平的话就是，长生基地升级后连接了一处全新的界域战场，预计7天后就会开放，其内有数量庞大的兽族玩家。他呼吁大家能够前往长生基地，共同守住人类的家园。然后很快，其他区的陆离也发布了一则世界公告，他的意思是7天后的0点，他会向全区域的战力榜玩家发起一则特殊试炼邀请，完成试炼后可获得丰厚奖励。但试炼结束时，所有试炼玩家将被传送至长生基地的界域战场，共同抵御兽族玩家的入侵。他希望大家做好准备。没意思哦，我有没有可能趁其机会混入兽族大军呢？到时候再说吧。接下来江毅又从转盘抽了7块天赋石和逆天的现实能力。至于其他品质低的转盘，都是他留着抽长生丹的。当江毅把这些事做完后，他的影分身也刚好从洛长京带回来了2枚特殊转盘，分别获得了合成卡和替死鬼的道具。终于可以合成灰色级的天赋石了。丁，恭喜你觉醒天赋迷点领域 X 级。难道这狗东西真的敢和万寿堂对着干吗？玩家江毅已经接受了你的主动邀请，战斗将于5分钟后开始。好家伙，他还真敢来啊！我就说你们是瞎操心，谁敢戏耍万寿堂啊？真被雀云哥你说中了，那个江毅真回来了。难道那个江毅真的是兑换强力道具，准备提升自己，战胜10迷？雀云哥觉得江毅有希望赢吗？不好说，如果那个江毅真的是人族，那么这一场便大概率是无法赢过10迷的。相反，如果江毅不是人族，倒是还有几分可能。你该不会是用10连胜赚到的积分提升实力，还想着有希望战胜我吧？是啊，我新得到一个天赋，一会儿正好拿你试验一下。新天赋，那真是恭喜你了，就不知你的新天赋是 B 级还是 A 级呢？见习斗兽场的选手都是未转制玩家，所以10迷认定江毅就算有 S 级的天赋时，也会把门捏开。放心，我会让你见识到的。请开始你的表演。丁，恭喜玩家江毅获得本场赌斗的胜利。我操！万族都说人族的实力最弱，可男人只是合成了一个新天赋，就直接秒了斗兽。你开什么玩笑？这么重要的赌斗，你就这么输了？这绝对不是我的问题，是万族信息网的信息出错了。江毅肯定不是人族，他的属性绝对超过5000了，而且他的新天赋也绝对不止 A 级，甚至很可能不止 S 级。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像五感和意识都被强行剥夺了一样。等再回神的时候，就已经输掉比赛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天赋吗？应该是某种精神系的天赋吧？不行，趁他应该还没离开斗兽场，我要亲自向他发起赌斗，拿回登司戒指。还有你们万寿堂办事不力，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丁，斗兽榜选手吴奇向你发起赌斗，是否接受？吴奇，我尼玛，青天白日见鬼了！这个吴奇设置的赌注是一枚附属令牌，而江毅只需付出1年币，与其说是赌斗，倒不如说是一场交易。我就说吧，万寿堂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吴奇是什么来头？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啊？他能打赢江毅？当赌斗开始后，江毅都还没来得及，
本场赌斗江毅胜。瞎的，这个吴奇只是为了出名吗？特么的，为了出名连脸都不要了。无人怎么哪里都有你？我开车向来这样，想去哪就去哪。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还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10万，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好，我待会儿就去买。这种附属令牌属于一种增加玩家功能的道具，而这枚令牌它对应的应该是某个聊天群。群主金不离已同意加入顶峰相见群。群主是金不离，不应该是吴奇吗？这到底是个什么群聊啊？江毅先是查看了下群员列表，发现其中有3人是后世成长为人族6型的种族。这里面并没有看到张啸天的名字。之后，江毅又与群员简单的交流了一会儿，发现群内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传承者。有的是自己的爷爷在末日即将降临的时候才突然提出传承的，有的则是在末日后获得一些机遇，正在进行传承的考核中。其共同点是，群内所有人都是愿为人族而战的，所以在7天后，大家都会去长生基地抵抗兽族。金不离似乎比其他人更加神秘，也难怪他前世能够获得9星职业这种夸张的东西。不过他提到7天后万族之城会举办一场天骄选拔赛，其确定的就是第一批探索人族界域战场的名额，这倒是个机会。当江毅将注意力重新放到斗兽场上时，他收到的赌斗邀请已经堆积到快20条了。他简单理了理，便接受了其中一个赌注最大的邀请。你也找他赌斗了？随便发个邀请而已，我哪想到他真同意了。看来是万寿堂发的赌注，还不如我的赌注有诚意啊。是啊，谁有您财大气粗啊？随便从指缝里流出点3瓜俩枣的，都足够碾压人家万寿堂了。这个狗江毅挑谁不好，他居然挑上了雀云。等登斯戒指落到雀云手里，恐怕万寿堂也拿他没办法了。就算雀云把登斯戒指赢走，我也一样能把他再赢回来。之前谈判时，万寿堂说要让我在斗兽场混不下去，但其实呢，我是很希望万寿堂能兑现这个承诺的。所以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会守在斗兽场，迎接你们万寿堂的各种赌斗邀请。但前提是每场赌斗赌注价格不得低于10万积分，或者用异火指兽火等量替换10万积分也行。怎么样，你们万寿堂敢不敢和我架起这梁子？他难道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吗？还把我当成万寿堂的人？好啊，我代表万寿堂接下你应有架的这梁子。不过哥们，你真觉得和我比过这一场后，登斯戒指还会继续属于你？算了，其实我挺欣赏你的，所以卖你一个面子，我让你先释放天赋。丁，本场赌斗江毅胜。我操！我天，开什么玩笑？雀云哥也被秒杀了。你放水了？这特么是放海了吧？怎么回事啊，雀云哥？我怀疑那个江毅有可能是掌握了一种金色现实能力。不会吧，金色现实能力堪称转盘最难抽出的选项，曾经有咒族天骄叠满各种幸运 buff， 连抽了100个有现实能力选项的金色转盘，都只抽出了1个他会有金色现实能力。他到底是怎么让我受到致命伤害的呢？就在刚才，江毅将迷迭领域释放后，按理说雀云应该是瞬间杀死，等着被秒杀才对。但当时还没来得及动手，却莫名受到了一次重伤伤害。所以也正是死亡盲区触发满血复活后，江毅消耗了一次绝地反击秒杀的资源。今晚8点，黑市将举办一场无间盛典，恭迎各族友谊者前来赏剑游玩。我操！我没记错的话，斗兽场公告要100万积分才能发一次吧？那可是雀云，无间黑市的少东家，财大气粗很正常，好吧？啥？无间黑市背后还有种族势力？我还以为那种特殊平台应该隶属于万族争霸游戏系统的。真是乡巴佬，啥都不懂。不仅无间黑市背后有种族势力，就连最恐怖的万族之城背后也是有超级势力掌管的。这么恐怖的吗？不过这种巨无霸势力，他们为什么没有统一万族？你想多了吧？有秩序联盟存在，哪个种族敢说统一万族？
但话又说回来，这些超级势力，他们世世代代都在培养天骄，去争取在秩序联盟中的话语权。就比如雀云，听说他才10级，就已经掌握了80多种化形能力。我去，80多种化形能力，那不就是80多张序列卷轴？我可是听说过，放一次的黑石盛典，一张序列卷轴被拍出天价，甚至后面吐了黑石，还引发了一场种族大战呢。原来那个雀云不是万寿堂的啊！江毅还在吗？还想继续和万寿堂架梁子是吗？既然如此，你敢不敢和万寿堂来一场一传十的连环赌斗？我只稍微增强了一点实力，别人就想让我进行连环赌斗。江毅，你敢不敢和万寿堂来一场一传十的连环赌斗？1传10的连环赌斗，意思就是一对手的车轮战，这不明显是想坑江毅吗？反正是我肯定不答应。按照你之前说的，赌注不低于10万积分或一火只受火，你都会答应赌斗。而现在的10连赌斗，我们给的赌注是10火指地火，再加100万斗术场积分。看样子地火比兽火要好啊！放心，你的火跑不了的。连环赌斗我可以答应，不过关于赌注，你们还要再加一点。你说？如果我赢了，我想和那个谁千生来一场生死斗。我操，生死斗！之前千生说江毅不配成为他的对手，现在看来确实赌到刚完了啊！信息网还没更新江毅的信息吗？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信息网已经有好几个金番专家占卜、巫卜各种奇门遁甲之术都试过了，最终都没有准确结果。不过倒是有一位殿堂专家推测说江毅是。放心吧，我不会输的。好，我相信您。这江毅真是狂妄自大，恐怕他要在这场连环斗中尝下败北的滋味了。你是刚连上网吗？现在已经9连胜了。我操，这么快！第10个上场的是定禅，妖孽党的定禅。原来万寿堂10连赌斗，江毅胜。大哥，你刚说定禅是啥来着？没什么。这10连赌斗的结果，弄得各路观众都是一脸懵。但是就连江毅也是有点懵的，因为他在第10场的时候杀了定禅，但死的却是他自己，甚至后面用无力反击还了回去，定禅依旧没事，最后还是他用一次审判之莲，这才结束了战斗。那个江毅应该是掌握了一种金色现实能力。审判之莲一定是审判之莲，否则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手段，凭他10级就能杀我。所以万寿堂准备怎么解决？现在摆在千生小友面前的路只有2条，若是接受生死斗，这样我们万寿堂会尽我们所能为他提供一切助力，只要他能在生死斗擂台上坚持2个小时，那么平台就会自动判定江毅输。若是不想进行这场生死斗，那么根据斗兽场的规则，只要江毅不将他赢得的赌注体现出来，那就不会触发生死斗。江毅小友，我是乌影族的9影百狐，想和你商量一下你和我侄子千生生死斗的事。直接说结果吧，让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要保住你侄子的诚意。放弃兑换赌注，你将失去10火指地火和100万积分，这一部分的损失，我乌影族自然会原封不动补给你。除此之外，我们还愿意再额外向你补偿10火指兽火和100万积分，以及万寿堂和乌影族的友谊。这么点价也叫诚意？百狐，你确定你是想救你侄子吗？而不是跟他有仇，故意想害死他？江毅小友，我觉得我的开价已经很有诚意了，毕竟我无影族和万寿堂也是颇有底蕴的。如果你真和千生展开生死斗，万一出现什么出乎你预料的情况，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呢？实际上你和我家阿生也没什么生死大仇，收下我给的好处，你不仅能大赚一笔，还避免了一场生死危机，何乐而不为呢？这该不会还有个儿子吧？并且也是个天骄，在族内和千生是竞争关系，多半是这样。看来你是真的想害死你侄子。千生你自己呢？你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你叔罚你往此路上赶，都不挣扎一下？江毅，你别得意，我劝你就像我五叔说的，见好就收，别给脸不要脸。你不会真以为区区一场生死斗就真能取我性命吧？你难道忘了这世上还有一些特殊的保命手段？就比如特殊转盘抽出的替死鬼，我本来就只有10级，想要东山再起，简直轻而易举。而你呢？你就真的不怕我在生死斗上将你反杀吗？一般的天骄都惜命的很，不敢抽特殊转盘，我就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替死鬼。五叔，百狐，你害我，你故意的。
不是，我没有让你用替死鬼道具骗江毅的，是定禅。这个馊主意是定禅出的，不关我的事。你刚刚也同意了这个主意的，是你舍不得开更高的价格，是你害死了我，我死了，家族的资源就有机会向千仓倾斜。你要借江毅的刀杀我。其实千生也知道，从小五叔就对他很好，他说这番话根本只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测。其实真正害死他的是他自己。我让他用替死鬼骗江毅的手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他在这种时候居然还想着挑衅江毅，明明主动道个歉，态度诚恳一些。我记得替死鬼生效后，尸体应该是会变成一团黑烟，然后消失的。我现在也怀疑是千层的叔叔白活，故意想害千层的，否则那个替死鬼他居然也敢开那么低的价，真是太可惜了。如果那个百狐知道替死鬼的秘密的话，那就是真的想害死他之成。区巫影族而已，应该接触不到那个层面的秘密。是啊，现在真正有见识的种族里，谁还敢高调宣称自己有替死鬼的？绑定替死鬼确实是一种极好的保命手段，只是那爆出的专属命盘却似乎还有着其他用途，所以有些阴邪的种族就专挑有替死鬼的人下手。江毅，你好样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和雀云的那场战斗赢到的赌注就是黑市通行证吧？今晚8点，黑市的无间盛典，我代表整个无影族欢迎你的到来。我从侍从卡里召唤出了一尊强力侍从，但可惜只有几天的寿命。还好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延续他寿命的办法。举银，火，这应该是兽火吧？好家伙，举银，你这效率也太高了吧！不仅赚到这么多金色转盘，还赶到喂养小灯丝的火了。你说合成卡能合成兽火吗？我这主人是合成怪吧？上瘾了吗？不行啊，主人，你好好想想啊！你这个小灯丝是从卡里抽出来的，对吧？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不过也就是一个特殊转盘，对吧？那如果对它投资超过1张合成卡，那它身上的规则之力不就大于侍从卡的规则之力了吗？还有，万一这玩意儿将来强的超乎想象，不再受主人你的控制了呢？反正我觉得吧，这种没啥卵用的侍从，咱就不该在他身上投资太多，随便给点火吃就已经够良心。还请火，你想尝试合成卡合成的兽火？啥？行吧，那这些火先不吃了，看后面有没有机会给你合成一下。何请一。话说万族历史上应该有兽族玩家尝试过用合成卡去合成金色转盘吧？历史上还真有，不过有记载的好像就那么一次。因为合成卡本身不是谁都像主人你一样想抽就能抽出来的，而10枚金色转盘合成后，也只有使用合成卡的本人可以使用，关键抽一次就要花1亿年寿命。而且更离谱的是，那枚合成的金色转盘上10个选项都是暗选项，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花1亿年寿命能抽出什么。合出这个转盘的好像是叫慧年，他明知从暗选项抽出负面效果的几率很高，却还是舍不得抽了，最后直接嗝屁，连尸体都没剩下。那我之前问你10个暗选项的金色转盘，你怎么没说这个？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性质啊！普通金色转盘和人家10个暗选项的合成转盘消耗的寿命都不一样。再说了，普通金色转盘上有10个暗选项的情况确实不存在啊。我前世也确实没有1亿年的寿命。那你知道那个慧年是哪个种族的吗？慧年的种族啊，让我想想，好像是兽流虫族。说起来，兽流虫族和人族也有相似之处，都是下限很低，但上限也很高。收拾好事情后，江毅又将注意力放在50多枚金色转盘上，不过真正有4枚。一就是用来抽金色神灵丹的，江毅用张3身份将4枚金色转盘全抽，分别获得了一个防御道具和3个现实效果。今晚8点的黑市盛典，你去吗？黑市盛典我倒是会去，要找机会碰个面加个好友嘛。那我们晚上8点半无间黑市约个地方见面吧。那我们就在第18区间的罗刹雕像那儿碰面吧。我会穿一身黑袍，帽子半遮住脸，抱一柄长剑。好，我穿黑色斗篷，会戴一个单边眼罩。和陆离约定好见面后，江毅便穿上了成级的隐身斗篷，去往到地方后，刚好碰到一群人在指责魏凌霜培养竹松的事。好啊，魏凌霜，你居然还敢培养兽族玩家，怎么的？你是想背叛人族吗？兽流虫进化而成的竹松是我培养的，凌霜俱乐部不过是帮我做了些事。另外，这是真有能上升到背叛人族的高度的话，那4大公会全是人族叛徒，因为他们也利用我提供的蛊虫，培养过兽流虫进化成兽族玩家。许莲华，
全是我认识的玩骨高手，叫曲年华，他们会有什么关系吗？就是你要残心骨。我这也是手放，可是成局的，他是怎么发现的？隐身能力屏蔽的是视觉能力，而我感知的是生命能量。现在呢，还能感受到吗？感受不到了。嘿嘿，那残心骨你培养出来了吗？今天这太阳有点刺眼。那女的不是真的嫌太阳大，而是嫌我们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好地方。不是你说太阳大吗？这里可是阴凉的很呐。哼，我还以为堂堂世界顶级强者，为人处事多少会讲点道理。这谁给你的错觉？陆离大佬吗？算了，你要的残心骨还在研发之中。如果你是单纯想要折磨人，我还有其他几种蛊虫可供你挑选。其实许莲花也很好奇，江毅为什么知道残心骨？这明明是他正在研发的。不过又想到自己现在算是被人囚禁着，也就没有多问。可以，不过我倒还想问你，你的养蛊手段是跟谁学的？跟我爷爷。你爷爷他是传承者吗？什么是传承者？难道传承是你们变强的原因？你们家的养蛊技术应该也是一种传承吧？传承不传承我不知道，因为我爷爷已经不在了。不过我们许家的养蛊技术是老祖宗通过观察虫子发现的。你那个什么感应生命能量的能力是怎么获得的呢？罢了，你研究过兽流虫，对兽流虫有什么看法？其实从兽流虫身上，我发现了它和许家的启蒙虫族有相似之处。不过可惜，爷爷说许家的启蒙虫族已经灭绝了，所以即便转盘抽奖能抽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蛊虫，但我研究最多的还是兽流虫。转盘能抽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蛊虫，难道你用转盘抽出蛊虫的概率比别人更高吗？你知道你这种能力是从何而来吗？不知道，末日游戏刚降临的时候，我就有这种能力了。那竹松他到底是怎么从兽流虫进化成玩家的？其实兽流虫进化成玩家的秘密，四大公会都知道。简单来说，就是普通兽流虫吞噬尸体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变异，如果再让其吞噬同类的尸体，那么就有概率进化为兽族玩家。不过竹松的情况算是我进一步研究的失误，它是由一群变异兽流虫互相吞噬之后进化而成的兽族玩家。你胆子也是真大。胆子大是因为我留了后手，竹松并不能伤害我，我死他也会死。行吧，最后一个问题，你爷爷只有你一个传人吗？可能养蛊是邪门歪道吧，我家是19代单传。19代单传，那许年华是个鬼啊！你刚刚说是最后一个问题的，这些都是用于折磨人的蛊虫，特别这一瓶，就折磨人而言，残心蛊都比不上。抢走了是吧？大佬，来试验一下吧。当蛊虫钻入尤宇身体后，尤宇只觉得自己眼前一片血红，看不清任何东西。我的眼睛好痛，饶了我吧，大佬，饶了我吧。不错，不过我要残心蛊可不是为了折磨人。既然你说残心蛊还在研发之中，那么你想啊，现在这世道多危险，而且你在外面想做人体实验，难免要承担一些舆论风险。但在我这个方寸域里就不一样了，不仅没有危险，还有现成的实验品供你安心培养残心蛊。你觉得呢？等我研究出残心蛊，你就放我离开。可以。这里还有一位你应该认识的老朋友，也先拿来给你实验吧。冰晶蛊，应该是你给长娇娥的冰晶蛊吧？不是给，是交易。随便，研究的事就由你多上心了。等等，难道大佬你不给点研究经费？于是江毅和许文花加了好友，然后给他转了几百。这个时间，特殊福地可以开放了吧？大佬，那个许莲花。没事，他正在专心研究残心蛊。那大佬，您跟我来吧。之后，江毅跟着洛长青来到了小滨港公园的一处湖泊。这一处凶兽世界，我们主月公会已经打通了，而我说的特殊福地，就是在这一处凶兽世界之中。这里是一片天然矿区，可以开采出一些黑色矿石。除此之外，矿区的重力场是外界的5倍之多。好在进入其中的玩家会得到全属性的增幅。我们安排了一些玩家进行简单开采。除此之外，大概在傍晚6点，太阳落山之后，矿区的天空会变黄。那种雷电对玩家伤害很大，即便是我全副武装，恐怕也扛不住几分钟，所以才让大佬您尽量在白天过来。我还有一些事要忙，就不陪大佬你进这处凶兽世界了，那边会有青川公会的燕司接应你。
小灯丝，你出去自由发挥吧。有点热啊。我是3个太阳。那边是4大工会安排挖矿的矿工，需要清场吗？那就麻烦你快点清场吧。迷迭领域。天怎么黑了？应该是江毅大佬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秘密。咦，天黑了，我该回去睡觉了。睡你妈个头！我是让你出来看看这特殊福地有什么蹊跷没有。这个矿区怎么不打雷的？据说到晚上是会打雷，白天的时候，这个凶兽世界有3个太阳。那这环境确实有点特殊。那3个太阳，主人你应该已经收服了吧？拿出来给我看看。该不会被那个小不死的给吃了吧？那3个太阳具体是什么？如果被小灯丝吃了，会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亏大发啦！快，主人，快把我扔回巢穴空间！你什么意思啊？外面马上就要打雷了，你这主人是咋当的？主人要是有个长生兽侍从，那是生怕对方受一点伤。再看看你，不仅不给我装备，还直接把我带到危险的地方。要遭雷劈才行。丫的，这就是中心口中的轻松啊！长生兽告诉江毅，矿区其中如果经过这个极端环境期，预报不走，江毅大佬飞升变成龙了。兽还能变成好的集中压。好在这时小灯丝终于赶过来了，整个矿区瞬间变活。怎么样，主人成功了没？人族初始血脉那么弱，第一次进化应该很轻松吧？江毅没说话，而是掏出了。丁，恭喜你抽出奖励，全属性+1。没有属性达到当前等级上限的提示了，血脉果然是进化了。随后他又扫了眼数据，虽然血脉提升后属性暂时没有增长，但战力却上涨了近1些。吃饱没？吃饱饱哩。哼，你是吃饱饱了。你知道主人损失多大吗？3星幻日，那可是珍贵的火系生物，它不仅可以用于特殊环境里培育火系植株，更重要的是用它制成启灵液，本来可以帮助火系兽族领悟天赋，甚至进化血脉的，结果被你吃了，就只能增加点寿命。你可真是个败家子！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转转上的2手平板就很划算。我这 iPad Air 5只花了2700，比新款便宜了1000多，超清大屏，刷剧可爽了。最近又在他家买了台 iPhone 14，也才2800。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行了，反正路边捡的，吃了也就吃了。来展示一下你新的属性面板。这才增长20几天的寿命啊！不过战力倒是增加了不少，也不知道等小灯丝真的吃了合成版的兽火，又该强到何等地步。话说，你知道人能吃兽火吗？主人，你应该是想说收服吧？对，就是这意思。说实话，兽火这玩意儿其实也没多高级，那些兽族天骄一般都是考虑收服地火、天火那种层次的。收服过地火、天火后，效果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也不关主人你的事啊！你现在才只是第1次血脉进化，那些根本不是你能承受的。这时，原本在混乱中撤离的矿工们又纷纷回到矿区，可是矿区已经彻底爆发，走进去不会再感受到重力，也不会感受属性，就连矿石。这片特殊福地被毁，确实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会给出补偿。1张金色长生丹丹方，或者4张红色长生丹丹方，你们4大工会可以商量一下怎么选。这个选择，我们4大工会的好好讨论一下。没事，我给你们时间讨论。还有，我暂时要离开江城区，不过3天内一定会回来。如果这段时间张啸天找我，麻烦转告他，我没事，会尽快回来赴约。这补偿应该能收到吧？其实江毅并没有离开这个凶兽世界，而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带上了无期之面。丁，是否使用无期之面？是。终于要来了。
之前在银表界域内心设置个传送锚点，免得真在无间黑市闹出什么事，也能用绝对传送逃跑，说不准还能搞个祸水东引，到时候再打打杀杀，也不会牵连到人族界域。这些兽族界域也有科技吗？这个印着地图符文的石头，应该是用在这里的吧？有人回来了，但是传送舱和监控都没有感应到他，他已经穿过了鬼门。怎么办？先把所有门都封锁。是。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我只是想设置个传送锚点啊。执法同仁，这又是些什么东西啊？难道要将这些同仁击败才能走吗？江毅无奈，只好切换成张三身份，变身对决18同仁。但好在这些机关图腾的强度也不高，3下5除2便全部解决。这家伙直接就有这么高的属性，难道他不是人族？开人门。江毅通过第2道门后，便直接来到了一片。不对劲，这里多半是某种幻境。不能再在这里泡下去了。随即，江毅直接在这幻境中设置了绝对传送的锚点，然后便使用黑市通行证离开了这里。男人在路边发现了自己的网友，阁下何意？哦对，我搞忘记带单边眼罩了。陆老，我是武七啊。武七。哦，原来哥们儿不是单独来黑市的，这是在对街头暗号吗？这是牛哥，我花1分钱雇的导游。导游，这确实是人族说出来的词。那咱们先随便逛逛玩玩。我也是这么打算的。那2位老跟着我。对了，2位老1个小时内吃过长生丹没？咱要不先去赌丹场玩玩？黑市盛典的时候，赌丹的价格比平时打了6折，而且根据盛典活动，如果现场服用丹药，增寿6单位以上寿命，就能获得不同层次的奖励。我特意留着肚子，就是冲着赌丹来的。在去赌丹场的路上，陆离不放心的又在群里艾特了江毅，可等了一会儿，却并没有收到江毅的回复。陆老，你应该也能看出来，我整了个伪装，就这个伪装吧，他让我暂时不太方便回咱群里的消息。现在的江毅不仅用着张三的身份，最外层更是披着吴奇的身份。我知道你对我身份还有怀疑，但是大佬你应该不会蠢到和对不上暗号的人面一次基吧？放心，我有分寸。很快，江毅他们便来到了赌丹场，正好碰到服务人员讲解活动规则。那个奖励里的活动抽奖又是怎么回事？转盘抽奖吗？当然不是，那个抽奖是我们黑市商家的统一抽奖，主要是有机会抽到精美礼品等等。不过其中可是包含有今晚特殊活动的邀请函呢。哦，听说特殊活动的邀请函价值不菲呢。那是自然。另外，奖励里的抓币主要是用来玩抓转盘的，就那边那一排抓转盘机，抓到的转盘由顾客自己所有。除此之外，抓转盘机中的转盘上每个都有我们商场专门标记的指定选项。如果有谁在本商场内抽奖抽出指定选项的，也可以获得不同层次的奖励。诸位决定好购买什么品级的长生丹了吗？给我来10枚红色长生丹，1枚金色长生丹，都要转盘品质的。只会6000万年币。哦，我要10枚橙色和1枚红色，只会600万年币。没想到陆兄这么有钱。那什么，我想问，你们赌丹场收长生丹吗？看着售货员有些疑惑，江毅便直接拿出了30枚金色长生丹。这小子哪来的这么多？我们赌丹场虽然也收长生丹的，不过价格上是按2单位收，而且流程上有些复杂，可能会耽误您一些时间。价格倒能接受，就是时间。小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愿意以3单位的价格全收了，怎么样？先生，您今天在我们赌丹场购买金色长生丹，一样也是3单位的价格，并且质量绝对有保障的，而私下交易不用说了，后果我自会承担。之后，江毅便接受了男人的交易，并且加了对方为好友。火叮当。之后，陆离和江毅同时在赌丹监督员的面前服下了长生丹，一个获得了900万年的寿命，另一个更是获得了9600万年寿命。你们2位老的运气也太好了吧！恭喜你们2位都达到了增寿9单位的标准，分别是你们的5000抓币和5张抽奖券。走吧，我们去玩抓转盘机。你先去吧，我想再去其他地方再搞点抽奖券。那好吧，那我们9点半的时候在第1区间的中央广场汇合。我可不能放过这种薅羊毛的机会。
，1天抓地1次。虽然这玩意儿每次都能抓取一个转盘，但其实也挺坑的。里面的转盘品质都很差，你看那个上面连暗选项都有。虽然江毅目前只能得到5个金色转盘，但看到店内抽转盘的活动时，眼睛又冒出了金光。江毅盘算好后，自己要怎样才能最大程度的薅羊毛，又不让自己显眼，可以在服务员的眼皮下。6连抽、4连抽、5连抽的时候接连相继，直到最后连江毅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多少。小熊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第11区的进化血锤这里，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获得血脉进化的机会。他不抽了吗？你没发现那家伙之前的行动速度很快吗？我估计现在是幸运棒消失了。羊毛薅的也差不多了，要不先过去看看。此时江毅手里还剩有1枚转盘，只不过这枚转盘是拥有足足9个暗选项的暗金转盘。我想问一下，如果抽出某个负面效果的暗选项，你们这个金色抽奖区能处理负面效果吗？可以的，我服务过的抽暗选项金色转盘的顾客也不在少数，虽然基本都没有抽出店内指定选项，但安全确实是有保障的，这点顾客可以100%放心。那如果确实出了什么问题呢？如果真出了问题，别说我们商场了，就连黑市之主都会亲自向您赔礼道歉。说的这么自信，应该是没问题。抽。叮，恭喜你！叮叮叮恭，叮叮叮叮叮叮恭，叮叮叮。我抽过的转盘不计其数，但还从没碰到过让系统死机的转盘。恭叮。不吵，咋回事？黑市的天塌了吗？我有好友在现场，好像说是有个哥们抽金色转盘抽炸了。进去救人。无视秩序联盟 T1 序列的鸭青，非是第1区间区主，亦是此次事故的临时负责人。鸭区主请放心，当时的情况主要是声势浩大，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杀伤力。无收到的消息是，你抽的转盘出现故障，抽奖后叮叮叮的响个不停。确实是这个情况。那你有听到你最后抽出什么了吗？没有。我也没有听到。你手上的这个转盘是？这个就是我刚刚抽的转盘。我记得刚刚明明是9个暗选项的转盘啊，怎么？我收到的消息也是9个暗选项的金色转盘，难道这抽奖的小子中途把转盘调包了吗？把这转盘借我一关。刚刚系统提示我指定转盘奖励，难道这转盘还能抽吗？年寿命也少了很多。平时抽金色转盘只用消耗100万年寿命，而这个暗金转盘却足足花费了江毅9000万年的寿命。甚至还没抽到任何东西，这感觉就像是花了9000万年的寿命，只是抹除了上面的暗选项外衣而已。你确定你抽的是这个转盘？小兄弟不必紧张，你是此次事故的受害者，无间黑市必然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上，他就是黑市之主吗？雀云和他确实有几分相似。除了这0点特殊活动的邀请函的赔礼，还有这个春水堂的等身铂金硅胶手办，告别不安全的塑料材质，具有可动式仿真嘴巴和转动式眼球，多达43处瑜伽关节，手脚腰臀皆可动，可以摆出108种姿势，全程盒子发货，就跟买电器一样，而且1.6米的它也就1桶水重，更关键的是价格只要2到3K。总之听我的，买手办认准春水堂。不知这份赔礼，小友可能接受。嘿嘿，其实赔不赔礼的也无所谓。我想说，刚刚那枚转盘，我确实没有调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上面的暗选项全部变成了明选项，而且好像还可以继续抽奖一样。小友穿着屏蔽斗篷，想必是不想暴露家门。既如此，本座便也不多问。只是小兄弟，不知你家中长辈可曾告知过你金色转盘上暗选项的由来？江毅之前确实是找长生兽问过暗选项的事，不过没心没肺的长生宝宝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些信息：一是暗选项背后的真实选项99%都是垃圾的负面效果；二是玩家所谓的幸运效果无法在拥有暗选项的转盘上生效。至于第3点，就是一个叫慧年的玩家曾经合成出10个暗选项转盘的事。没想到你还知道慧年，不过也只知道慧年，却不知道暗选项的历史由来。暗选项的历史由来和慧年有什么关系吗？和慧年没有关系，但是和长生族的灭绝有关。其实在更久远的历史中，金色转盘上并不存在暗选项，而望族一切生物也并不知晓长生族的存在。
他们生活在时间之河中，无忧无虑，与世隔绝。因为其他种族一旦踏入时间之河，时间便会倒流到他们踏入时间之河之前。也就是说，只要长生族不离开时间之河，便没有任何种族可以动他们分毫，即便公认最强的不死族也一样。奇物后面说的就是有只长生兽出世，靠着10抽9中的能力搅动万族风云的故事。只不过到后来，长生兽就像是被诅咒了一样，凡是被长生族碰过的转盘都会迅速出现暗选项，并且这个暗选项就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当时的白色转盘都会出现暗选项。当时曾有一位星谷大师以生命为代价发出预言说，若长生族不灭，那么整个万族都将灭亡，而这也就是长生族被万族剿灭的原因。后来长生族被灭后，如病毒般的暗选项果然消失了大半，直到如今这个时代，也只有金色转盘上还会出现暗选项了。说起来，那位星谷大师还真是厉害，竟然以低微的人族身份说动了万族，甚至还有办法将潜藏在时间之河里的长生族也给灭了。不是说时间之河能溯回时间，其他种族无法踏足吗？是啊，所以现在的专家们也都无法理解。说的有点多了，只是如今大争之势将至，听说原本灭绝的不死族又悄然现世，就连信息网上还有专家推测，或许要不了多久，灭绝的长生族也会现世。所以小兄弟，你刚刚似乎展现出了将暗选项消除的能力。说到这里，江毅总算知道这黑市之主的目的了，不过他并没说自己消除暗选项要花费寿命的时间。我这里是一枚新的暗金转盘，其上一样是有9个暗选项，不知小兄弟可否当着我的面再抽一次？还想让我抽？我连消除暗选项的副作用到底有没有都不知道。再说了，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寿命去抽了。刚刚抽转盘的事故确实对我造成了不小的惊吓，恐怕短时间内我对转盘抽奖这件事都有点心理阴影了。既如此，本座也不勉强。那么小兄弟，不知可否加个好友？嘿嘿，其实我没见过旁人抽暗选项转盘，大佬手中这枚暗选项转盘，不知可否找人演示一遍，让我也见识见识正常的暗选项转盘抽奖是什么样的。这小子居然敢和黑市之主这样说话！哼，小雨，你来给这位无期小兄弟演示一下。然而身为无间黑市的少东家，却被他爷爷叫来表演抽转盘。小云，快给这位无期小兄弟演示一下。难道你没听说过我的名字？你很有名啊，我应该听说过吗？其他人似乎也不记得了，可无极的名字明明在斗兽场上出现过，难道这千面道具有消除记忆的能力吗？抱歉，可能是我误会了什么。恭喜你抽出奖励，同你写一招。怎样，乌奇兄有何高见？雀云兄气宇轩昂，龙章凤姿，马屁精。吴奇小友若没有其他诉求，此次事故便算了结可好？好。大佬，你知道第11区间的进化血泉吗？你是黑市新人。你的种族血脉的有多低级啊？净化血泉的效果只对那些阿猫阿狗最低级的血脉才有用，稍微高一点的血脉进到净化血泉，也就只是蒸个桑拿一样，并不会再净化血脉了。低级的血脉才有用，可那个火丁为什么知道净化血泉对我有用？没事，我就喜欢蒸桑拿。正好，我们也想去蒸个桑拿。咱们不是还要找江毅吗？我想去哪就去哪，小屁孩跟着就行。净化血泉也不是随时都能去的，为了赶时间，干脆大家一起坐我的车去吧。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好，等回去了我也去买一台。这个第11区间的构造和规模似乎和其他区间不太一样。第11区间确实比其他区间更小一些，如果从俯视角度看的话，就只是2个挨在一起的圆，形状类似人类说的数字8。前面那棵就是传说中的长生树。哦，那片泉水就是净化血泉吗？才不是呢，长生树下的那个叫做凝碧泉，净化血泉在后面。
这凝碧泉和长生术其实是为净化血泉提供能量的一套体系，玩家可以向凝碧泉献祭自己的寿命，而凝碧泉则以寿命为养料，孕育长生术。当泉中寿命积累一定程度，长生树上便会结出对应数额的时间币，甚至偶尔还会结出稀有的长生币。请问各位顾客是单纯观光，还是有意参与此次凝碧活动？我想去净化血泉泡个澡。既然是想泡净化血泉，那便是要参加凝碧活动了。几位顾客请随我来。长生术结币后，每人都能1比1获得注入寿命的时间币，其中注入寿命最多的9位顾客才有进入净化血泉的资格。另外就是注入寿命的当时，刚好使得长生术开始结币的那位顾客，无论注入多少，也同样可以使用净化血泉。那按这样算的话，这个凝碧活动你们黑市不亏吗？亏倒不至于亏的，因为长生术结一次时间币逸散的能量，刚好就够维持10位玩家使用一次净化血泉。从这个角度来看，收支方面是平衡。所以真实寿命的价值应该比普通时间币更珍贵一些吧？或许吧。雀云兄知道要确保祝寿数额排进前9，需要得注入多少寿命吗？平常的话，大概500万年就有机会排进前9，但黑市盛典期间可能得1000万年才算稳妥。哼，花1000万年寿命才泡一次澡，而且还是10人共浴。不想泡没人逼你，一会儿哥哥们泡澡，你和正则自己找地方玩去。我不，我就要和北屋哥哥一起泡澡。现在就把时间币给结算了。是的，这是黑市先预付的，后面收集的才是黑市的，但总体都是一样的。一样，长生术结出的时间币和平常的时间币真的一样吗？黑市有这么良心？对了，吴奇兄之前怎么会觉得我听过你的名字？难道你这名字还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不成？嗨，其实吴奇这个身份嘛，是我偷过来冒用的，所以我还以为这身份认识雀云兄这等天骄，可没想到。吴奇兄当真是性情中人，冒用身份这事也随便说。嘿嘿，那话怎么说来着？真诚才是必杀技嘛。吴奇，陆老你也在这里呀？听说第18区间的抽奖区出了事故，你没什么事吧？没事没事，一点小事故，黑市之主还赔了张邀请函。赔你邀请函？陆老也是冲着净化血泉来的吧？赶紧去排队吧，再晚了恐怕要结币了。泛音鸟族的男人将寿命通过泉水注入长生术，就当陆离完成入寿后，因素刚好才是结币。举火火火！雀云兄，那个长生术的火有什么说法吗？吴奇兄是看出什么了吗？没有，只是好奇。长生树上的火应该只是结币的一个流程，也可能并不是火，而只是一种看着像火的能量。恭喜祝寿第9名正则，请正则上祝寿台来。恭喜祝寿第8名吴奇，请吴奇上祝寿台来。好热闹啊！哥哥，真是可惜，我来晚了一步。哟，这不是被我一招秒的黑市少主吗？对了，还要多谢你给的黑市通行证呢。登资戒指。雾草，这人谁呀？这么嚣张？是江毅，他就是斗兽场那个江毅，黑市少主雀云，之前就是败在他手上了。江毅小友来这里，如果是想泡净化血泉的话，那可就来晚了。这一轮的长生术结币已经结束了。不就是一个净化血泉的名额吗？我花钱买就是了。说着，贾江毅的目光直接锁定了本次长生术结币的幸运陆离。说你那幸运儿，逛个黑市而已，还藏头露尾，戴个鬼怪面具。行了，都知道你没啥背景了，自己滚下来，把你净化血泉的名额卖。一看你就是个怂批，我也懒得花钱买了，自己识趣点，主动把名额让给我，什么都好说。太嚣张了！难道江毅真是传言中改过名字的万族之城少主吗？黑市有黑市的规矩，刚好触发长生术结币的幸运是黑市认证的，这一名额将由黑市守护。黑市少主这话说的，我讲了吗？祝寿台上的那个谁，你自己说说看，是我抢你名额，还是你主动让我的？阁下若真想买我的名额，倒是可以拿手中戒指试试，说不定我就卖了。若江毅小友真愿意以登司戒指换取名额，那么别说这位幸运儿了，就是我也十分乐意将本次净化血泉资格让给你。好，很好，既如此，我等下一轮也无所谓。不过等这一轮净化血泉泡完，应该有机会与黑市少主再来一场比斗吧。乐意之至。哼，我感觉这个江毅是真的下头啊！嚣张也就算了，抢别人名额这么 low 的事都能做出来，就是下头男。我听说在斗兽场时，江毅是得罪了巫影族的，而据我所知，影族背景的玩家一般都更擅长隐蔽伪装。
这江毅确实有可能是巫影族伪装的，目的是逼出真江毅。这里就是进化血泉了。在进化血泉停留的时间最多40分钟，而一般20分钟就能完成血脉进化，2个身份刚刚好。张三身份的血脉已经进化了，该换成原本的身份了。小曾司，你感觉到脑子坏掉了没有？工作人员之前警告说，不要让头潜入水下，否则会让脑子坏掉。只你慢呀！嘿嘿，看来那则警告是假的。这水里到底有什么？不想让人发现。小曾司，一会儿你就一直往这血泉底部游，去看一看这进化血泉底部是个什么样子的。记得只是远远看一眼就够了，你不要搞事哈。随后江毅又打开了只能相见的群聊，看到陆离在赌单前果然在群里艾特过他，可当江毅回复陆离后，却迟迟等不到陆离的回复。有没有可能陆离他也有2个身份，准备薅2次羊毛？金神知道陆老为啥不回我消息吗？待到35分钟时，留在血泉内的只剩下江毅和陆离。无极兄、六离兄，还有5分钟，这进化血泉的使用时限就要到了。小公司，现在不管你有没有探查到什么，赶紧回来。举一，我几下咋回去了？你就一路往上啊，一个劲的往上飞啊！上不去，下面有什么在吸引？完了，吸力越来越大了，我要被吸走了！举一，快下来看我啊！这什么情况？长生树，你们看长生树是不是在下沉？他好像要被漩涡吸引。男人只是在泉中泡了个澡，却没想到竟然还有不是了，无极兄、六离小友，啊！我被吸走了。我操！主人，你是真不怕我哪天暴毙给你看是吧？赶紧的，这次情况非常紧急，你不要给我说任何废话。接着江毅就讲起自己在第11区间发生的事，可当江毅讲到长生树时，只见卧槽！该死的万族强者就是这么糟蹋我麻麻的。你是说能结壁的长生树是你娘？长生树是属于长生族的生命之树，它根本不是用来孕育时间币的，而是用来孕育长生兽的。我就是从长生树上诞生的。我去，竟然还有这说法！不过现在时间紧迫，长生树和长生族的事，咱以后有时间再说。现在小登司和我都被进化血泉吸走了，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走，主人这次出去带上我，我们一起把长生树夺回来。你不怕死了吗？对，为了防止我意外暴毙，主人你赶紧给我整点装备穿上，不然我都没有安全感。随后江毅从之前金色转盘抽出的东西中翻出了3样给长生兽保命。嘿嘿。这么帅气的傀儡，我得拍一张。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 iPhone 15找转转上门回收了44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吃着饭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方便。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好，等我把妈妈救了就去。真的是长生树，我感受到妈妈的气息了。传送阵无法使用，我们过不去进化血泉那边。我也回不去凝碧泉那边了。你是说那个吴奇被漩涡卷走了？到底谁是您亲孙啊？你不应该先关心我吗？你能有什么事？赶紧的，他跳你也跳。老头，你应该不是让我跳进去救人的意思吧？救人？你这么看得起自己？跳进去不会有事对吧？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老头子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不过有远古大能推断说，长生树能孕育长生兽。小子你自己机灵点，如果真是长生兽出事，一抢2瞒3装傻，后面的事我给你善后。其实关于进化血泉的秘密，血云也知道一些。每次长生树结壁1个小时后，进化血泉底部便有概率开出不同颜色的长生花。只要在长生花附近抽奖，抽中正面效果的概率会大幅提升。
我的宝，你还活着没？勉强还活着，就是头有点晕。早知道这么难受，我应该躲在巢穴空间，等到了再出来。等到了，你可能出不来了。我现在好像回不去巢穴空间了。不仅如此，专属命盘也呼唤不出来，玩家功能也全部无法使用，还有小灯丝也联系不上了。你赶紧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这怎么可能？这里好像记忆里的时间之河啊！时间之河，这里是时间之河。不，时间之河里是有时间洪流的，可这里简直就像是枯竭的时间之河。幻境，这里一定是某种幻境。主人，你有感觉到幻术吗？我没感受到幻术。这时间之河没有尽头的吗？当然没有。如果这真的是时间之河，不是，咱恐怕没多少时间给你在这伤春悲秋思考人生了啊！如果这里真的是时间之河，那么我们多的是时间，因为我们现在经历的时间约等于是静止的。那我们现在是被困死在这里了吗？有办法离开，或者先和小灯丝会合吗？对了，肯定是小灯丝搞了什么事情。不，小灯丝是不死族，按理说他根本不可能让长生树带我们来这里。我觉得应该是主人你的问题，不是张三，而是江毅。确实，这里的变故是从我换成本来的身份后才发生的。主人，你该不会是长生族的私生子吧？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问题肯定是出在主人你身上。我之前用寿命消除过暗选项，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不久之前，黑市之主和我说，转盘上的暗选项是针对长生族的一种诅咒。哼，黑市之主他懂个屁！其实早在转盘之上的暗选项出现之前，时间之河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暗物质。包括我们长生族的灭绝，也并不是为万族所灭，而是长生族自己的抉择，是顺应天道的抉择，为的就是保住时间之河。只是这里，这是之前那枚消除过暗选项的转盘。丁，恭喜你抽出奖励长生丹。1年，这恐怕不是一般的金色长生丹能达到的吧？你先再躲进赤背金桶里去，主人给你见识见识转盘死机。男人故意想让转盘死机，只为寻得一丝能离开时间之河的方法。然而，当江一开启那死机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转盘之上那5个直接散开死机，竟好像活过来了。当那层像水一样的黑色物质从转盘中流出来，间隙而江一和赤肉也随着其活力快速上升。这难道就是时间洪流吗？可按照长生兽说的，时间洪流和暗物质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啊！上升速度缓下来了，得先上岸才行。主人，根据我的记忆传承，光阴之岸一定要选择彼岸而非此岸。所以哪一边是彼岸啊？不知道啊，主人你自己判断一下。我他妈怎么自己判断？你那什么记忆传承里难道就没有更多提示吗？你不要看我见多识广就觉得我经历很多，其实我还是个宝宝呢。是长生花的气息，虽然很微弱，但肯定是长生花。所以长生花的气息是在哪边？它代表的是彼岸还是此岸？不在岸边，在河里。主人，你快往后边游，我感觉长生花快要上岸了。先别上岸。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对了，我现在是江毅身份。江毅想了想，便用起了盗版江毅的口吻，说自己是在凝碧泉那边，也被漩涡卷走了，最后莫名其妙的到了这里。那你刚刚说让我先别上岸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这两边的岸并不是随便上的，而是需要做出抉择。你身上有长生花对吧？你的意思是需要我拿出长生花？不是我需要长生花，而是你大可以现在上岸，赌50%的概率。不想赌的话，就把长生花给我，我利用它做出准确判断。快看看哪边是光阴的彼岸。只见枯萎的长生花被血液滋养后，仿佛又恢复了原来。把它飘在河里，记住，长生花飘向的方向是此岸，与之相对的才是彼岸。飘一下判断方向就够了吧？还是必须要等这花彻底上岸？等它彻底上岸吧，保险一点。这长生花竟然恢复了。这花为什么还会调转方向啊？这是什么原理？不知道，可能长生花比较急吧。为防止长生花的运
江毅便用留影球记录下来。长生花还是在他们对岸上岸了，也就是说，雀云最开始无意识要上塔，是对的。你说小灯丝和陆离怎么办？他们如果上错岸，会不会出什么事？肯定问题不大的。时间之河和长生族一样，都是毫无战力的。也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总归是不会死的。就当江毅上岸后，他的脑海中便突然响起一道提示声：丁，传承考核开启，第一关问心录。问心录。之前在顶峰相见的群聊中，看得出其他的群友中，除了金不离都参加过问心录，其表明的就是对人族的忠诚度。只是现在这里应该是长生族的地盘，而为什么却出现人族传承考核的内容？这弄得江毅也有点懵。而且更诡异的是，之前在岸边，他明明是比雀云更早上岸，但此刻却有种两人是同时上岸的感觉。除此之外，这通天云梯的第一层阶梯上，还足有上百道他根本不认识的身影。不知诸位是缘何来到此处，但关于这一场考核，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我们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来到这里的。为了验证这一点，我先自我介绍，我来自万族争霸第103年，腾海族，名曰天仇。万族争霸第103年，那唾沫是多久远的事了？那什么腾海族，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吧？我是来自万族历第208年的姚一，我是来自2024年的，我是哦，肩膀上走走再说吧。当江毅走到第10层时，四周云雾缭绕，看不见其他选手，脑海中也莫名多了很多奇怪的声音，有的是劝他回去，有的则是让他继续向前。这条路的终点不仅没有你想要的传承，反而会将你推入无尽的深渊，你会失败。你会被困死在静止的时间之河里，永世不得超生。问心路的考核是一场骗局，起点才是终点，那里才藏着传承的宝藏。当走到第27级阶梯之时，他的脑海之中又突然响起一道提示声：丁，恭喜玩家慧年通过第一关考核。男人本只是想让转盘死机，没曾想竟意外卷入了丁，恭喜玩家慧年通过第一关考核。慧年，这特么不是历史上那个抽了合成转盘然后原地嗝屁的慧年吗？之后陆续还有其他玩家通过考核的声音传入江毅的脑海中，其中更是有金不离的名字。他下意识的就认定了金不离就是陆离的第二身份。就当江毅到达第30级阶梯时，脑海中也传来了自己通过考核的声音。可当他心情轻松的朝回望时，他突然猛了一击。我为什么要回头？就因为提示声说我通关了吗？可那提示声就一定是真的吗？我不是说好了要一直坚定的走下去吗？这前面还有路吗？不，我的人生听我的。事实果然如江毅所想，之前的那些提示音都是为了迷惑他的。在江毅攀爬云墙的途中，同样一直有很多迷惑他的声音出现，只是现在内心更加坚定的他，并没有一丝的停留。慢慢的，这堵云墙变得更加坚硬，他的视野也开阔了起来。这棵树倒有点像凝碧泉的长生树，只是这棵树更粗大、更高。就我一个人吗？孩子，是这玩意儿在说话吗？是的。过去你还能听见我的心声。若我要你一道新启示，献上永久的忠诚。我拒绝献上忠诚，开玩笑，我的忠诚永远都只会献给自己。好，我知道了。紧接着下一秒，江毅突然发现自己整个人都不受控制。与此同时，从那棵参天大树上，仿佛也掉落了什么道牌。我江毅以道新启示，永远坚定的忠诚于自己。若为此事，天地不容。不操，这是多恐怖的能力，竟然能操控我发誓！不过好在这誓言的内容确实是发自江毅本心，只是从这之后，他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反倒是问题场上缓缓出现了第二个名字。好家伙，人族这么强的吗？还是说这传承本身对人族有什么特别优待？陆老，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难道陆离也被卷入传承考核了？切，死鸭子嘴真硬！第一名，你以前也走过问心路吗？难道你不是第一次走问心路？不是。你不是在群里说过你没发过道心誓吗？是啊，但是问心路和道心誓并不冲突。道心誓是一种非常郑重的承诺，并不是随随便便发着玩的。一个人，或者更准确说，一个身份一生只能发一次道心誓，也只能获得一份传承。也就是说，如果你发了道心誓，就算没有获得对应的传承，之后也彻底无缘其他传承。我这不是强买强卖吗？你该不会已经发过道心誓了吧？后面又有很多人的名字出现在了问心榜上，只是江毅猜测被逼发到心誓的似乎只有他一人。最终问心榜更新到第66名时，参天只剩下所有人，脑海再次响起
丁，恭喜各位成功通关问心路第2轮考核，请各位选择一扇考核之门进入，开启下一场考核。这3道门从外表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区别，但走过去后，他提醒说我没有发过道心事。道心事，这里应该是长生族的传承吧？他要我们发的道心事，该不会是要我们忠于长生族吧？我觉得各位最好要认真斟酌，不要随随便便就被长生族的传承给套牢了。紧接着又不断有声音应和道，劝大家不要发动心事，只是到最后一个个都进入了考核之门。传承这种东西本就可遇不可求，更何况这里是长生族的传承，就算最终只有1个名额，那也能让人挣破头皮。你身上还带着序列卷轴没？这么都什么时候了，这家伙还想着序列卷轴？你想用什么交易？我的交易内容是这样的，你先给我1张卷轴，7天之内我还你1张。当然，这笔交易可以用契约卷轴见证，另外你可以提一些要求，当做这7天时间的利息。只是如果我没活到7天后，你确实会很亏，所以也看你愿不愿意相信我。那你身上有没有多的特殊转盘？我有12枚，不过品质都挺差。这12个你愿意全部交易给我？只要你没意见，我自然愿意。好，那就这样交易吧。契约就不用了，我既然愿意相信你能活到7天后，自然也愿意相信你会信守承诺。假若登顶成汉，与君共添青史几传。什么情况？我怎么进不去？男人本想装大最后一个进入考场，考场大门不给开门了。监考官，你那个考核之门出故障了。不是，别装死啊！这还有个考生没进考场呢。完了，该不会真进不去了吧？教师兵也没反应，这可咋办？从江毅开始参与这场考核后，长生兽就彻底不动了。最后没办法的他便干脆洗出几个。也就当他刚吐出3张许愿卡，就拖住4个。我操！好家伙，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门了。丁，恭喜你开启传承考核第2关沧海桑田，请注意查看你的生命时间。当生命时间归0，选手将被淘汰；当沧海变作桑田，生命时间低于100万年的选手将被淘汰。恭喜你位列问心榜第1名，获得初始生命时间加66秒。我去，这么点时间够干什么啊？此时在时间榜上，算上江毅，一共也只剩下62个名。先潜下去看看。看来在这里爆出的转盘都有增加时间的选项。丁，恭喜你抽出奖励，时间加10分钟。提示中说，沧海变作桑田的时候需要100万年的时间才算晋级，可现在所有选手获取时间似乎都是以分为单位的，恐怕这第2关绝对不可能只是打怪抽奖这么简单。接下来，江毅已经死在身上，慢慢的他的时间也变得多了起来，手中的白色转盘也存了有10个之多。但就在这时，他发现时间榜上的慧年，他的时间突然暴涨10个小时。他是怎么做到的？丁，沧海完成第1阶段进化，海域面积缩小，开启选手交流频道，开启榜单第1名坐标，开启时间掠夺模式，击杀其他选手可掠夺对方时间。当交流频道开启后，大家针对慧年暴涨10个小时的事又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讨论，最后得知慧年是通过养蛊的方法激发凶兽的潜能，从而爆出绿色转盘，这才得到的时间。而也在这时候，其他人也纷纷用起了自己的秘术。江毅看着时间榜上的巨变，心里也开始着急了起来。但是目前他只有用合成卡合成高等级转盘这一个办法，所以他紧接着又开始了收集转盘。不过好在系统提示副本升级后，爆出绿色转盘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很快他便收集了7块绿色转盘。可当他刚拿到第8个绿色转盘时，却突然感觉到一股杀意。你铁脸动不了了。丁，触发现实能力死亡盲区。丁，你遭受致死伤害，是否使用绝地反击？否，混沌。啧，能被选入这场考核，果然是一次杀不死的。不过，堂堂问心榜第1，还要当缩头乌龟吗？糟了，看不见了。啧，能被选入这场考核的，怎么这么轻易就被活捉了？哥们，你这实力也太拉胯了吧！我实力是拉胯，但在时间榜上却排进了前20，而你堂堂问心榜第1，却在时间榜上排名末尾。前20，你叫什么名字？于越。
既然于兄这么看得起我这个问心榜第一，专程跑来送人头，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收下。这样，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我把你杀了，收下你好心送来的200多天时间；要么于兄你主动一点，我收下你送的快速增长时间的秘密。我选后者。不愧是能被选入这场考核的，果然够识时务。虽然其他选手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我时间快速增长的秘密源自我自身独特的天赋能力，所以想要利用我快速增长时间的话，你最多只能选择和我合作。行，你先说说看，你具体是个什么天赋？我的天赋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你要么直接把我杀了，要么你可以给我10个白色转盘，我可以当场还你1枚蓝色转盘，而蓝色转盘上则会出现时间加10天的选项。我可以同意你的要求，不过我也希望于兄不要耍什么小心思，我身上同时有死亡盲区和绝地反击这2种现实能力，不信的话，于兄可以再试试看。老鼠用尾巴将10个白色转盘然后释放出来的法术将其笼罩，待到光华散去，只见10个白色转盘被融合成为一个蓝色转盘。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你确定你那条老鼠尾巴是你的器官，而不是一件特殊道具？我的能力就是实打实源自天赋，你要信就谈合作，要不信你就杀了我，看你能不能从我身上搜出什么特殊道具。说说吧，你有什么合作计划？其实找到你之前，我看到了另一人暴涨时间的手段，那家伙好像是对自己用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自己弄成一个看着像僵尸一样的模样，可偏偏这海域的凶手像被他吸引一样，不远万里奔赴他，所以他爆出转盘的速度也比其他选手快得多。你打不过他？谁打不过了？我只是看着那家伙一个人硬扛手逃的手段，有点拿不准罢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送你的，为了感谢你帮我合成了转盘，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比新车便宜了10几万。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特划算。11月瓜子有砸价节，上万台二手新能源5折起就能买。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不过那你看我就觉得拿得准了。话都说到这份上，我也不怕继续得罪你了。我的特殊能力能够大概感知到众人的血脉，而你的血脉，我可以肯定的说，是咱们66名天骄里最垃圾的一个。那个问心榜第2的金布离呢？你感觉他血脉强度怎么样？血脉比我弱的，我能大概排除名次，但是比我强的，我只能知道比我强，而无法准确感知到强出多少。意思就是金布离比你强了。人家可是问心榜第2，当然强了。整体来说，问心榜排名靠前的血脉都很强，只有你这第1是个例外。那个能快速爆转盘的家伙，血脉也比你强是吧？好吧，既然要合作，那咱们找上那个快速爆转盘的家伙一起合作。这枚转盘是于兄你合成的，那就交给你来抽吧。如今对于他们这些参与者来说，谁抽转盘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强者可以直接掠夺弱者的时间，而另一点就是这转盘是愉悦合成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江毅也不得而知。丁，恭喜你抽出奖励，时间加10天。这些天之骄子的运气这么好吗？这场景倒有点像蒲松号召大量凶兽献祭的状态。不想死的自觉退散，否则别怪我出手不留情。哥们，该你出面了。江毅想了想，便直接继续向前。然而，几乎刚前进片刻，他便触发了死亡盲区的满状态复活效果。不过他没有使用绝地反击，而是继续向前。在第5次复活的时候，对方终究是死亡盲区，大佬真是见多识广。你是问心榜第1的江毅，你是问心榜第5的韩龙。既然大家都是聪明人，那你就直接说说看，你与我合作的筹码。出来吧。老鼠用尾巴将10枚绿色转盘，变作得到了1枚紫色转盘。我记得你们幻星罗鼠族好像是在万族历第307年灭族的。也不是完全灭族，大概是从万族历300年左右开始吧。幻星罗鼠族被狩猎种族大量猎捕，抓到了也不少，只是阉割了幻星罗鼠的尾巴，导致后来幻星罗鼠族直接演变成了无尾罗鼠族。狩猎种族具体是指哪个种族？韩龙没有回答愉悦的问题，而江毅也看出气氛有些不太对，便主动打破僵局。紫色转盘最高可增加10年时间，这个筹码你感觉如何？我负责快速爆转盘，这罗鼠负责合成转盘。那么请问你在这场合作中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吗？当然有意义，我负责统筹调停，起到一个制衡的作用啊。否则如果单是你和鼠哥合作，那不叫合作吗？毕竟韩龙和愉悦的实力明显是有差距的。而就在韩龙思索的时候，系统又响起了。
丁，沧海完成第2阶段进化，海域深度变浅，开启转盘交易功能，开启生死时速模式，选手下海越深，时间消耗越快。仅仅在海面，时间流逝的速度就已经比之前快了100倍。这样的设定，说不定是海底藏着什么秘密。沧海变作桑田，本就相当于海水消失，演变成地面，也就是说，海底深处的地面就是我们最终会抵达的桑田。恐怕没那么简单。确实，深入海底的时间消耗恐怕超乎我们想象。我可以答应合作，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说？我们的合作只进行到各自时间增长到10万年，10万年之后分道扬镳。10万年不够，30万年吧，这样探索海底也能保险些。就在此刻，时间榜上的慧年、雀云、天仇这3人的时间都暴涨至万年以上。他们3个也合作了。好，30万年就30万年。嘿嘿，如此甚好。那现在这个合作模式暂时由你们2个负责运转，我根据时间榜的坐标去找一下慧年他们，去瞧瞧他们是什么情况。在去往慧年坐标的路上，江毅也一直在用少量时间购买别人不敢抽的时间转盘，直到半个小时后，江毅感受到了前面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屏障。丁，你已踏入天仇的专属领地核心，继续前进将视作强制入侵。遭受致死伤害，是否使用绝地反击？好。妈的，我都还没来得及动一下呢。之前在韩龙那里，江毅每次复活至少还能往前进一步，但现在波顿直接就是原地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而在这片形成专属领地的中心处，天仇随手一只慧年养蛊养出的高级凶兽，便朝着江毅所在的方向冷笑着。赖着不死是吧？怎么了？也没什么，就是有个耐杀的小马老进来了，仗着自己有复活手段就到处跑，我倒要看看他能复活多少次。如果对方是有现实能力死亡盲区呢？那他就待在他的死亡盲区里，死去活来，千千万万遍。时间榜上还有天仇的名字，他应该也有复活手段。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死亡盲区加绝地反击2种金色现实能力。是啊，你没猜错。江野，你这是想现在就和我再来一场生死斗吗？这应该是慧年的手段，让凶兽在相互厮杀中进化，然后获得高级转盘。生死斗哪有传承考核重要？我专门跑过来，不过是想和几位大佬探讨一下这场传承考核。没事。区区10万出头的属性，如果你没有死亡盲区，我要秒你轻轻松松。这么会如果，你怎么不把我如果成长生族那种战五渣呢？听江一小友刚刚的意思，你是想和我们共同探讨这场传承考核？当然，毕竟就像雀云兄之前在聊天框里说的，就现在各选手掌握的这点时间，相比于100万年，根本都不够塞牙缝的。要说探讨的话，我们这边的手段，江一小友你应该也猜到了，不过就是大量聚集凶兽，然后通过慧年兄的手段将他们养肥了再杀，这样的方式下，我们便能提前得到更高级的转盘，而这样的时间增长速度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不知江一小友有何高见？这样就是极限了吗？什么意思啊？我倒是也认识一位养蛊的朋友，他也尝试过利用养蛊的手段逼迫凶兽进化，不过在这一层最简单的养蛊手法之上，他甚至研究出了让凶兽直接进化成兽族玩家的手段。我观慧年大佬也是一位养蛊高手，可怎地这养蛊手段如此低端？江毅的意思是，慧年可能还藏着更高明的手段。我猜江毅小友来自的年份应该比我更晚。所以，江一小友所说的养蛊手段，相对于我来说，等于是未来的手段。你以未来的眼光批评我养蛊手段低端，是否有失偏颇呢？那不知慧年兄是万族历多少年的呢？我怎么感觉他既不是来找茬，也不是来合作，而更像是专门来打探我消息的呢？我来自万族历第808年。这时间确实和历史上的慧年对得上。既然如此，那慧年兄不知道更高端的养蛊手段，便也有几分可信了，就当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那如果养蛊手段上无法突破的话，我倒是又想到另一种手段，我身上有一张珍贵的合成卡，这会正犹豫着要不要用在这考核中的转盘上。不知慧年兄对合成转盘可有经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对合成转盘有经验？像我们这种顶级天骄，根本不太可能碰特殊转盘，自然会有合成卡。就算侥幸抽出合成卡，我又怎么可能随便用在合成转盘上？意思就是说，慧年合成转盘是在这场考核之后所发生的。该不会就是我这一问才导致他以后合转盘的吧？若江义兄真愿意为考核消耗一张合成卡，那么我也愿意主动贡献10枚转盘。说着
了玩玩而已，合成卡什么的我是没有的。不过如果3位好兄弟谁手里有特殊转盘的，我倒是敢以身试险，抽的试试。哼，来，我这里正好有一枚有合成卡选项的特殊转盘，你要是敢抽，我敬你是条汉子，咱们之前的那点恩怨也一笔勾销。区区1/10的暴毙几率，有什么不敢的？抽。